爹，拜坟真的有机会让我被仙人选中吗？太爷爷，我又来看您了。大师说了，栓子根骨不凡，您一定要保佑咱家小栓子被仙人选中啊！我都死了几十年了，也没见到过仙人。记得刚穿越来这修真界时，我也是因为那句根骨不凡，定能被仙人选中，至此一腔热血开始幻想修仙，结果换来的却是被枕边人算计，甚至死后还被挖走了胸前的骨。仙人，我看不过是皇娘一梦罢了。这是仙人！仙人来了！快去叫村长！仙子大驾光临，小老夫有失远迎。把村里所有人都叫到这里来。仙人，活的仙人！此物名为测灵盘，可以测出灵根属性。一个一个上来，把手放在玉盘上。下一个。不应该，苍灵根的气息如此明显，源头就在这座小镇附近，不可能找不到。除非拥有苍灵根的人不在这群人里。后山还有人住吗？后山没人，倒是有个坟头，叶家太爷埋在那儿，死了30多年了。仙人？怎么会有仙人来这里？难道我叶家出了修仙奇才？苍灵根的气息就是从这具骨架上散发出来的。总算找到了。这不是叶家太爷爷的坟吗？30多年了，这骨头咋还这么白？苍灵根，顶级根骨没错，这是天意。要不要复活这个人？我这恰好有一枚8品往生丹，足以重塑肉身，召回残魂。但往生丹何等珍贵，整个云淼宗的丹库里都找不出第2枚，用在一个死了30多年的凡人身上，值不值？如果这具苍灵根的骨架能够复活，能够修行，那就是云淼宗100年难遇的天才。苍灵根的修行速度足以在100年之内冲击元婴，甚至更高。30年，如今竟得此机缘，死而复生。多谢仙子再造之恩。起来吧。你死了33年，我用往生丹重塑了你的肉身，但你肉身根基极不稳固，你现在的身体最多还能撑10年。10年之内，如果你能踏入炼气境，以灵灰温养肉身，寿元可以大幅延长。但如果10年之内无法踏入炼气境，肉身就会自行崩溃，届时神仙难救。当然，你还有第2个选择，我可以取出你体内的苍灵根根骨，再给你10颗长生丹，让你儿孙绕膝，安享晚年。仙子，我都死过一回了，还怕再死一回？我选择修仙。修仙！走吧。从今日起，你是云淼宗的人了。爹，太爷爷活了。算命先生说的对，咱家祖坟是真冒青烟了。
你在山脚等着，不要乱走。仙子放心，跑不了。苍灵剑，梦瑶，苍灵根，我云淼宗历派3000年，头一回出这等大喜事儿。苏长老慧眼如炬，这等机缘都能被你撞上。苍灵根啊，100年难遇，1000年难求。若能收入门下，悉心培养，我云淼宗何愁不能跻身顶级宗门之天？人呢？带来了没有？多大年纪？根骨品相如何？说完了。苍灵根是真的，但有些事我得先说清楚。死而复生，往生丹重塑肉身，根基不稳，只剩10年授权。你说只能活10年？最多10年。10年，一个凡人从零开始修炼，10年连炼气境都未必站得稳，更别是以灵水温肉身延续寿元了。那枚往生丹，既然人已经活了，那就别浪费。苍灵根的根骨是可以移植的，诸位应该都清楚。宗门首席弟子陈玄策仙灵根，修行20年已至筑基巅峰，差的就是极品根骨。若将苍灵根移植到他身上，以他的资质，金丹指日可待。元婴也不过是时间问题。一个活不了10年的老头和一个前途无量的首席弟子，孰轻孰重，不用我多说吧。废物利用，总好过白白浪费。韩长老说的在理。傅毅，与其让苍灵根跟着一个将死之人白白糟蹋，不如物尽其用。拆了根骨，给那老头几颗长生丹，安度余生，也算仁至义尽了。不行。苏长老，你……我说不行。往生丹是我的，人是我救的，带回宗门也是我的决定。他选了修仙，我答应他，谁要动他的根格，先过我这一关。都说完了，苍灵根难得，人也已经救了，再争下去没有意义。这样吧，把人安排到外门，给他一个普通弟子的身份，资源按一般弟子的标准发放，不多不少。他能不能修炼出来，全看自己的造化。10年之内，若他能修炼有成，成为内门弟子，证明他值得培养，宗门自会考虑。若10年之后他仍是凡人之躯，寿元耗尽之时，苍灵根归宗门处置，掌门说了算。是。孟师妹，有一点我要提前说清楚，从今日起，你不得私下给叶长生任何额外帮助，不给丹药，不传功法，不开小灶。他走的是外门弟子的路，就按外门弟子的规矩来。你救他是你的心意，但宗门的规矩不能因为一个人的心意而破例。明白。千和，师傅，听说您带回来一个苍灵根，在哪儿呢？是不是特别厉害？山脚，你去一趟，把他带到外门，安排个住处。就这样，不用安排到内门吗？苍灵根哎，外门普通弟子待遇，这是掌门的意思，而且不允许我干涉。千和，把这个给他。师傅，掌门不是说了不让您……这是他入门前我就准备好的东西，算不上额外帮助。知道啦。你就是叶长生？是我。我叫苏千和，苏长老的弟子，以后你就是云淼宗外门弟子了。跟我走吧，我带你去住的地方。
你今年多大了活着的时候90岁，死了33年，你算算。？10加33，那你也有100多岁了。不过100年对于修仙者来说不算什么。条件是差了点儿，外门就这样，将就将就。比坟里强。差点忘了，这个给你。这是灵脉符，贴在胸口，灵脉会自行流入经脉，帮你运养灵胚。你现在的身体底子太差，没有这个，连感应灵气都费劲。师傅让我给你的。替我谢谢苏长老，这份恩情叶某记下了。他日若有所成，必当涌泉相报。别说这些大话了，照顾好自己，别死那么早就行。只差一步，只差最后一步，我就能正式踏入修行之路。10年之内，我必踏入炼气境。周木易，你等着，这一次我不会再当那个任人宰割的废物了。堂堂穿越者，连桶水都打不上来。这是灵气，而且浓度不低。就喝了那么一点水，身体竟然年轻了几岁。不对，水是普通的井水，这口井我昨天就看过了，井底没有灵脉，没有灵石，一口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井，那灵气是从哪儿来的？这是灵珠，在地堵的那33年，那根灵珠缠绕着我的全身骨，但缠得最紧的地方是右手掌心。当时也是因为有着灵珠的滋润，才让我的骨头洁白如玉，恢复顶级根骨。灵气，满满一桶灵气充盈的水。奇怪，怎么一点灵气都没有？唉，都魔怔成这样了，还修什么仙？看来不是所有东西都行。水可以，捉茧、棉花都不行。看来灵脉中只对吃的东西起作用。唉，一点能吃的东西都没有，看来得想个办法。这是面香，
那个方向是云淼宗的外门伙房。昨天跟苏千和上山时，他说过，可惜要拿弟子腰牌去领。腰牌？昨天走得急，忘了要，没有腰牌领不了饭怎么办？不行，先去借来吃了，等有了腰牌再还。哎，慢着慢着！新来的吧？是，我叫徐州，管这伙房的。你呢？叶长生。慢点吃，噎着了不好受。我这酥饼面和的实，得就着水。老徐，还有没有别的吃的？还没吃饱？呵呵，行，等着。酥饼没了，不过我这儿还有点压箱底儿的好东西，一般人我可不舍得拿出来。2级灵兽的肉，秘制酱料腌了3个月，果木熏了7天7夜。灵兽肉金贵，伙房1个月才分到几斤，一般弟子根本轮不上。我攒了好久才攒下这么一块，本来打算留着自己慢慢吃的，拿着补补身子。你这副骨架，不吃点好的撑不了几天。这太贵重了。什么贵重不贵重的？我在这伙房蹲了快60年了，炼气3层卡了30多年没动过，什么好东西没见过，什么看不开的。就一块肉，又不是渡劫丹。60年，炼气寂静的修士寿元可增100年，驻颜是常事。这个人看着年轻，实际上怕是80、90岁的老人了。在伙房蹲了60年，炼气3层卡了30多年，这辈子大概也就这样了。多谢。你这是炼气境？我踏入炼气境了。老徐，你这肉是真的好。我在这黄待了60年，什么稀奇古怪的事都见过，但吃块肉就能年轻10几岁的，你是头一个。苍灵根果然不一般，灵气一入体，连肉身都跟着逆转了。不过你这吃相是真不咋地。老徐，我得先回去了。刚突破，得赶紧回去稳住。今天这顿饭我记下了，他日若有所成，这份一饭之恩，叶某加倍奉还。得了得了，几块酥饼1块肉的事儿还加倍奉还，说的跟话本子似的。拿着，回去饿了再吃。我这伙房别的没有，吃的管够，照顾好自己就行。你这把年纪了，能踏进炼气境已经是天大的造化，别糟蹋。炼气境1层彻底稳住了，灵脉种嵌在右手掌骨中，能对可食用之物附灵，吃下去灵气立刻吸收。苍灵根还会将灵气效率放大数倍，关键在于食物的品质越高，附上去的灵气就越浓。普通井水灵气稀薄，聊胜于无。酥饼好一些，面粉和油脂能承载更多灵气，而那块2级灵兽的熏肉，则是直接让我从灵胚破入炼气境，一步登天。那如果能弄到更高级的灵兽肉呢？不现实，2级灵兽的肉在伙房都算稀罕货，3级、4级的连见都没见过。那还有什么东西品质高，能入口的？对呀，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如果能弄到药材，哪怕是最低级的药材，被灵脉种加持一遍，吃下去的灵气力量。来了，今天的酥饼还没烤好，粥倒是有。
一晚上的功夫，你又年轻了。你这体质可真邪门。老徐，我问你个事儿，宗门有没有那种能随便吃药材的地方？随便吃药材，你当那是萝卜白菜呢？一株品相过得去的灵草，少说值10几块灵石，好一点的几百上千，极品的你这辈子都买不起。你跟我说随便吃，你这老糊涂，是不是昨天突然把脑子烧坏了？那就真没有能沾药材边的法子了。法子嘛，倒也不是完全没有。宗门丹院你知道吧？那帮丹修整天炼丹，药材用量大的吓人，但产生的边角料也不少。这些东西对丹修来说是废料，叮了也不心疼，所以丹院一般都是直接扔掉的。丹院在哪儿？外门往北走，过了那片竹林就是。不过你别乱闯啊，丹院的人脾气不太好，你一个外门新人。这老小子跑得倒挺快。那个，请问你是来试丹的？试丹？对啊，丹院新炼了一批补气丹，需要炼气境的弟子试药效。你是炼气境吧？正好，今天来试丹的人不多，进去吧。左转第3间。这就是传说中那个苍灵根的弟子，这么大的年纪还来修仙。听说是苏长老带来的，估计走了关系，让他来试丹吧。可这把老顾能扛住药效吗？别爆体而亡了，就是死了也不关咱俩的事儿。这些对丹修来说是垃圾，但对我来说却是一座金山。好苦！这一把灵轴根固的灵气量，顶得上我喝一整桶灵水。突破了炼气境2层，2天从灵胚到炼气1息，再到炼气2层，放在修仙界，这个速度简直是疯的。就算是天灵根的天骄弟子，从炼气1层到2层，快的也要个把月。咱丹院什么时候开始养牛了？吃草？人怎么吃草？真的，丹院的陈师兄亲眼看见的，蹲在料房里，2只手抓着灵巧根血往嘴里塞，跟喂牲口似的，满地都被拱了。不是吧？他是不是修炼出了岔子，走火入魔了？走火入魔？他才炼气境，哪来的火给他走？我看就是老糊涂了，分不清自己是人还是牛。站住！站住！站住！你来干嘛？我来……不行，秦师兄说了，在你能证明自己不是一头牛之前，禁止踏入丹院半步。什么意思啊？字面意思。终于走了，你说他该不会晚上翻墙进来吧？不至于吧？要不跟院长说一声，料房的门加把锁。看来得想其他办法了。哎，听说你变成牛了。苏师姐，你就不能走门进来吗？走门多没意思，而且我想观察观察你到底是怎么吃草的。这丫头嘴巴是真毒。哼，又年轻了，上次见你还是100岁老大爷呢，现在看着也就80出头了吧？进入炼气境2层就年轻这么多？苍灵根嘛，灵气养身正常。说真的，你跑去丹院吃草到底是怎么回事？整个宗门都传遍了，有人说你老年痴呆，有人说你走火入魔，还有人说你前世是头驴。唉，我没有令牌，伙房进不去。到宗门2天了，没吃过一顿正经饭，饿得实在撑不住，伙房又进不去，就跑到丹院碰运气，结果发现料房里堆了一地的废药材，好歹填肚子，就吃了一些。对不起，是我疏忽了，那天走得急，忘了把弟子令牌给你了。
没事儿，好歹我也在丹院吃到了不少灵草，算起来也不亏。不行，光给你令牌不够。这个月的外门弟子俸禄20枚灵石，本来该跟令牌一起给你的，你拿着。灵石能在宗门坊市买东西，吃的、穿的、用的都有，我额外给你补10枚。还有1颗2品桂灵丹，补气行神用的，对炼气境的修饰有些帮助，不是什么好丹，但对你现在来说应该用得上。另外，我再答应你一个请求，什么都行，只要不是太过分的事儿。行，那我先记着，以后用得上的时候再说。不过有件事儿我得提醒你，别再去丹院吃草了。这事儿传得太广了，丹院的人在笑，外门的人在笑，连内门都有人在传。你一个人丢脸无所谓，但别忘了是谁把你带进宗门的。我知道了，不会再被人发现。这就对了嘛，实在馋了，去伙房正经吃饭，别再干那种事了。对了，就算你真要吃草，好歹也文明一点，别蹲在地上拿手抓，像什么样子？文明吃草。吃饭吃什么？有什么荤菜？炖灵鸡、卤灵兔、蒸灵鱼，还有红烧灵牛肉，1枚灵石1份，各来1份。4份？你一个人吃？再加4个馒头，2碗粥。那就是吃草的那个，吃了多少？4盘菜，4个馒头，2碗粥，一个人，而且他用手抓的，没用筷子。丹院是一定要再进去的，食堂那些零售菜再怎么吃，灵气含量也就那么回事，跟丹院料房里堆成山的药材废料比起来，差了不止一个档次。炼气2层到3层的门槛不低，光靠啃灵鸡腿和灵米粥，怕是吃到明年也突破不了。但丹院把自己禁足了，要证明自己不是一头牛。容量不够，那就提升容量，提升消化速度。如果能让丹田周围的经脉运转得更快，灵气吸收得更快，那食物在胃里停留的时间就更短，消化就更快，我就能吃得更多。谁啊？大半夜的，外门的。外门弟子只能进第1层，一次最多借2部功法，10日内归还。别碰架子上的红铅功法，那些是内门专属的。巨元吐息诀，凡阶下品，最基础的呼吸吐纳功法，修炼速度慢，适合无灵根凡人强身健体。玄水诀，凡阶上品，水属性攻击功法，我不是水灵根用不了。烈火掌，凡阶中品，火属性功法，同样用不了。第1层的功法果然都是糊弄人的。百脉通明诀，凡阶上品，此功法可调节体内经脉流速，短时间内加速某一区域的灵气转，获得瞬时，时间极短，实战价值不高，不推荐修炼。调节体内经脉流速，加速某一区域的灵气运转，这不就是我要找的东西吗？别人觉得这功法实战价值不高，那是因为他们用它来拼命，短时间爆发一下就没了，谁用谁亏。但我不需要拼命，我需要的是让丹田周围的经脉转得更快，把吃进去的灵气以最快的速度消化吸收。只要消化速度跟上了，我的胃就能腾出空间，就能吃得更多。吃得更多就意味着灵气摄入量更大，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
我也成了，虽然只维持了不到半盏茶的时间就散了，但确实成了。丹谷里的灵气运行效率确实提升了不少，胃口也确实变好。同样的时间需要2个时辰才能消化的，现在大概1个时辰就够。吃的一样多，但消化时间缩短了一半，这意味着我可以多吃一顿。皱纹又浅了，年轻时候的样子正在一点一点的回来。你他娘的出老千，3把通杀，谁信？我冤枉你，你自己少抽怨谁？行了，别吵了，俸禄全输光了，这个月喝西北风吧。这个月完了，20枚灵石1个晚上输了个精光，回去吃土吧。谁让你非要加注？最后那把你要是不跟，还能剩5枚呢。你说的倒轻巧，你不也输光了？哎，你们看，哦，谁呀？这么晚了还在院子里坐着？我想起来了，这不是那个吃草的老头吗？就是前几天跑去丹院啃药渣子的那位，整个外门都传遍了。吃草的？就是那个被人叫丹院那头牛的。没错，就是错。听说在食堂也是一绝，一顿饭吃了4盘灵兽菜，用手抓着吃的，外号大卫。这么猛，还有3分是觉得人真好意思。师哥，你说这人都疯成这样了，留着俸禄还有什么用？他那份这个月的零食80%还没花呢。而且我听说掌门亲口下令，禁止苏长老帮助此人，就是说他现在是没人管的。2个炼气3层，1个炼气2层。领头那个矮胖的，灵气厚度明显超出3层，体内隐隐有4、5层的底蕴，不好惹。什么事儿？叶什么来着？叶长生。对，叶长生老叶啊，兄弟几个手头就想跟你借点零食周转周转。你这个月的俸禄应该还没花吧？借出来用用，回头还你。没有，花完了。老叶，你看你这就不够意思了。大家都是外门兄弟，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何必呢？把俸禄交出来，大家相安无事。你一个才来几天的新人，犯不着为了几块灵石跟兄弟们闹不愉快。我劝你掂量掂量，我是苏长老带进宗门的人，动我之前想好后果。苏长老，老叶，你这消息也太闭塞了。掌门亲口下的令，苏长老不得给你任何帮助。宗门上下谁不知道？你现在就是个没人罩的外门杂役，搬出苏长老的名号唬谁呢？别磨叽了，把灵石交出来，我们拿了就走，不为难你。走。苏梦瑶的名头不好使，那就只能靠自己了。不给，老东西，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他有境界！废物，闪开！哼，炼气2层，就这。最后一次，灵石交出来，我就不打了。不给，找死！走！刚才那一掌
左手碰到石宽掌力的一瞬间，灵脉种穿过经脉涌入了左掌。通过左手释放出去之后，威力翻了好几倍。看来灵脉种不只能给食物添加灵气，它还能强化功法。听说没？石宽昨晚去找那个吃草的麻烦，让人一掌打飞了。石宽，炼气5层那个石宽，还能有谁？人是被抬回去的，当场掉了2层境界。真的假的？那个吃草老头才来几天啊？他之前不是才炼气2层吗？谁知道？反正石宽那边的人都说了，那一掌的灵气波动怎么也得有炼气7、8层。7、8层？他修炼才几天，所以才邪门。一颗苍灵根，若是种在和合人身上，足以让一个平庸修士脱胎换骨。若不是掌门已经发过话，师傅，进来。叶长生的事，你听说了？听说了。昨夜他击退石宽，一掌震落对方2层境界。从今天起盯着他，他吃什么，练什么，见过什么人，境界有什么变化，全部记下来，按时报给我。弟子明白。如果他的修炼进度太快，弟子明白。外门弟子私下切磋本就是常事，动手时一时失了分寸也不稀奇。去吧。2根肋骨裂了，胸口经脉淤堵，好疼。炼气2层的灵气量薄得可怜，靠这点东西恢复伤势几乎没什么指望。早知道这样，那20枚灵石交出去也就算了，挨这顿打实在不值。2品桂灵丹本来想留着冲境界用，可现在顾不上那么多了，伤再拖下去，别说修炼，过几天连路都走不稳。真要伤到根基，那损失的就不只是几天修炼时间。丹药变了，这颗丹药里的灵气浓度至少翻了1倍，药性也纯净了太多。2品桂灵丹直接变成了3品。这几天自己吃灵草废料，吃灵兽肉，喝灵水，啃酥饼，满脑子都在研究怎么吃，愣是没往丹药上想过。如果从一开始就把灵脉种用在丹药上，2品变3品，3品再放提阶往上提，丹药才是灵脉种真正该走的路。滚过之处，淤堵的经脉接连被冲开，清光奔涌如胀痛变成酸胀，慢慢变成温热。灵气总量几乎翻倍，炼气3层的门槛已经贴到眼前了，还得找更多灵气。丹药这条路肯定是最好的，吃下去后的灵气收益远胜食物和灵草废料。20枚灵石，之前才用了4枚，现在只剩16枚。云妙宗坊市里最便宜的是1品补气丹，1枚灵石1颗，那效果10颗加在一起，可能都比不上半颗2品桂灵丹。就算拿灵脉种把1品丹提到2品，也还是差了太多。我现在需要的是更高品级的丹药，最少也得3品起步。可3品丹药的市价最便宜要50枚灵石1颗，16枚连1/3颗都买不到。丹药买不起，丹院也进不去，食堂的饭菜灵气又太薄，丹院废料是眼下唯一能大批量弄到灵气的地方。至于苏梦瑶那边，可以把事情做得隐蔽点，上回是自己太蠢，大白天蹲在料房里啃草不被抓才怪，这次得换个办法，夜里去偷偷吃完就走。哎，那不是谁啊？就那个吃草的。叶师兄，您今天怎么有空过来？进去看看。叶师兄，这个真不是我们故意拦您，园长有令在先，我们也不敢违背啊。要不您改天再来，或者您缺什么，我们进去帮您拿也成。我进去转一圈，不惹事儿。啊？叶师兄，请您慢走，注意脚下台阶。
炼气3层刚突破，现在最重要的是把根基基夯稳。轻点，轻点，袋子都快裂了。你往左边走点，左边。我腿都走酸了，今天怎么这么多？灵气，这东西里面有灵气，虽然混乱，可量很大。等一下，你们袋子里装的是什么？师兄们炼废的丹药，火候没控好，药材配比错了，丹炉温度不对炸了的，全都扔这里。我们正要把这一批送去丹虚。丹虚就是丹院后头那个地窖，专门堆废丹的，丢进去放几个月，自己就会烂开，最后化成黑泥。天天搬，烦都烦死了。我来丹院2年半了，整整2年半，别说炼丹，连丹炉边都没让我摸一下。天天搬灵草、倒废物、扛废丹，跟苦力有什么区别？师兄们炼丹，我们干杂活。师兄们练废了，我们收尾。说是来丹院学炼丹，结果2年多下来，连最基础的控火术都没人肯教。这些废丹能给我吗？给你？对，1人1颗灵石，这些废丹我要了。你先别急，这些废丹搬去丹虚也是烂成黑泥，谁会没事跑去查这个？再说了，废丹这种东西，正常人吃了只会灵气逆冲，经脉紊乱，拿来当毒药都嫌不好使。他想要就给他，反正不值钱。1颗灵石啊，咱们搬这一趟废丹，工钱总共才2枚，还得3个人分。现在什么都不用干，1人白拿1颗，这种好事你上哪儿找？拿走吧，先说好，真出事了跟我们没关系。多谢3位。喂，你拿这些废丹干什么？不会也要吃吧？放心，不吃。他不会真要吃吧？爱干嘛干嘛。废丹吃了又死不了，最多窜几天息。走吧，收工。这是一颗真正的2品丹药，2品高阶，丹药品质再上一层。100多颗废丹，整整100多颗，发财了。3颗3品，7颗2品高阶，10颗2品中级。固元丹4颗用来稳修为打根基。武器丹6颗，能直接增加丹田灵气；断体丹3颗，淬炼筋骨，强化肉身；聚灵散2颗，短时间内提升吸收灵气的效率。剩下5颗药性不明，暂时不敢乱碰。这8颗是最适合拿来冲境界的。固元丹留着稳境界，断体丹留着练体魄。那5颗不认识的得先放着，以后慢慢试。今晚先吃1颗3品，剩下的明天再说。得赶紧回去禀报。3代废丹，这消息很重要，师兄一定想知道叶长生拿废丹到底做了什么。去哪儿啊？苏师姐。大清早的从外门北边那片松林里钻出来，还鬼鬼祟祟的。说说吧，你在那儿蹲了一夜，看什么呢？我只是……
我说，是宋师兄让我来的，他让我盯着叶长生。宋文晨，他让你盯什么？盯叶长生的修炼进度，盯他吃什么练什么，境界怎么变。如果他修炼太快，师傅就会安排人去干扰他，想办法拖住他，保证他10年内都进不了断体境。还有，叶长生昨天去了丹院，从搬运弟子手里换了3袋废丹，一人给了1颗灵石。我亲眼看见他把东西扛回住处了。废丹？他拿废丹干什么？我不知道啊，他门关得死死的，窗子也遮着，我什么都看不到。回去告诉你师兄，叶长生的事最好少伸手，再往里掺和。宋文晨派人盯着叶长生，估计这件事的起源并不在宋文晨身上，最有可能是4长老库容真。这条老阴蛇果然坐不住了，这事得跟师父说一声。师父说，库容真派人监视叶长生，叶长生又从丹院弟子手里换了3袋废丹。废丹？对，3袋，从丹院搬运弟子手里换的，一人1颗灵石。我也想不通，他拿废丹做什么？他入门不到半月，修行常识不足，多半是急着修炼，觉得废丹里残留的药力也能用来增进修为。不能用吗？废丹内的灵气太乱，丹毒也重，正常修士若是服用，只会伤上加伤。轻则灵气逆冲，经脉堵塞；重则丹毒入丹田，根基都要毁掉。苍灵根品质再高，他现在也只是炼气3层，底太浅，撑不住丹毒。那他要是真吃了，苍灵根受损，前路也就断了。这正是有些人想看到的。枯荣真，那老东西巴不得叶长生出事。若叶长生自己把苍灵根毁了，根本不用等什么20年。苍灵根提前废掉，倒正合了他的算计。师父，那怎么办？要不我现在就去，把那些废丹全收回去。收回来只能解一时之急。他现在缺的不是废丹，是丹药。去丹院给他安个差事，扫地、搬运都可以，挂个名，每月给他领3枚丹药，品级不用太高，凡丹2品就够。师父，掌门之前不是说不让你帮他吗？给丹院添一个打杂弟子不算帮，丹院缺人，他正好闲着，各取所需，和我无关。师父，你这分明就是在关心他。关心？你对他本来就和别人不一样。师父，你跟我说句实话，除了苍灵根，你对叶长生是不是还有点别的心思？胡说，我修的是无上大剑道，剑道求心志如铁，万念不起。情欲对剑修来说是最大的心魔。40年前我渡情劫时就已经斩掉。我留意叶长生，只因他进宗之后处境苛刻至此，没有灵石，没有丹药，没有功法，没有人脉，被长老惦记，被弟子欺辱，可他依旧在修行。他没有自弃，也没有怨怪谁。我只是觉得他没有辜负那颗往生丹，所以心里有一点欣慰，仅此而已。欣慰？又是欣慰？修剑道的人感情迟钝的跟石头似的，心里明明在意，嘴上偏偏要绕一大圈，拼命证明自己没那么在意。行，欣慰。那我去丹院安排3枚2品凡丹，每月发放。差事嘛，让他扫地去，反正他对丹院也熟。师父，4长老那边我知道，他的手伸不了太长。又年轻了。苍灵根嘛，灵气养生。说说吧，修炼的怎么样了？炼气3层。灵气波动很清楚，炼气3层，而且根基稳得很，压根儿不像刚突破不久，倒像是踏踏实实磨了几个月才有的样子。从入门到现在，满打满算也不到1个月。从一个刚从坟里爬出来，
灵胚都没成的枯骨老人，修到炼气3层不到1个月，你到底怎么练的？吃。行吧，不管你怎么练的，能到3层，说明路子没走歪。我这次来是有正事，我师傅的意思，给你在宗里找个差事。差事？对，挂个名，领份月俸，总比你天天偷草吃强。你想去哪儿？伙房、藏经阁还是杂物堂？丹院。丹院？你还惦记着那地方？金水楼台。行，丹院就丹院，走。叶师兄，哟，怎么了？继续说啊，又什么？又来收钱了？没有，苏师姐误会了，我只是昨天的零食。丹院是宗门的丹院，不是你家开的客栈。下回再让我听见你守着大门收过路钱，我亲自来找你聊聊。走。秦师兄，我想给这位叶长生在丹院安排个差事，打杂、扫地都行，挂个名就好。丹院不缺人，真不缺？搬运的、打扫的、看门的都有了，再塞人进来，排班不好排。我不挑活，每天运送些废料、废单也行，不占正式名额。废料和废单也有人负责，不用再添。秦师兄，卖我个人情吧，就一个差事，又不是叫你把丹炉让给他。丹院编制是师傅定的，我不能私改。苏师妹若是要别的人情，可以，下次有事我帮你，但丹院名额不行。书呆子。丹院编制是师傅定的，我不能私改。苏师妹若是要别的人情，可以，下次有事我帮你，但丹院名额不行。书呆子。秦师兄，你知道往生丹吗？往生丹，8品丹药，传说里能起死回生的那种。往生丹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吃过。你说什么？往生丹8品，苏长老亲手给我服下的。我这条命就是往生丹从坟里拉回来的。8品往生丹，你确定是8品？不是仿丹，不是低阶替代丹？确定，苏长老亲口说的。服下去之后是什么感觉？灵气是从丹田开始复苏，还是从骨髓里先动的？肉身重塑时有没有排斥？经脉恢复是从核心往外扩，还是从四肢往回收？你先冷静点儿。冷静？8品往生丹，自祖师爷创下丹院起，云淼宗有记载的8品丹药总共就3颗，往生丹更只在古籍里见过。你现在告诉我，你吃过1颗，你让我怎么冷静？秦师兄，你既然对往生丹药效这么感兴趣，那不如让我留在丹院，我就在你眼前，肉身恢复，经脉变化，灵气吸收，你想看什么都能看。活的药力总比古籍上那几句话更值钱吧？你坐下。丹院令牌，从今日起，你正式编入丹院，差事药力观察体。什么？就是你不用干别的，每天来丹院报道，配合我记录就行。月俸4枚2品丹药。4枚？还是2品？8品丹药的活体药力，整个大陆都未必找得出第2个。4枚2品丹药，换一个长期观察对象，丹院不亏。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什么？你愿不愿意被解剖？什么？解剖。药力观察最彻底的方式就是尸检。你现在还活着，只能活体解剖。放心，我下刀很稳，弄死你的可能不大。不愿意，谢谢。多少灵石都不愿意。可惜。收好，走吧。这个书呆子，我认识他5年了，他拒绝过我17次，今天居然让你一句话拿下了。要不是亲眼看见，我都不信他还能主动给人加月薪。 4枚2品丹药，再加上我修复废丹的能力，这条路算是彻底通了。苏姑娘，你知不知道一个人？周慕义。周慕义，你怎么会知道这个名字？听说的，
外门弟子闲聊时提过，说什么灵神宗天才弟子，我就记住了。周慕义啊，灵神宗掌门的亲传弟子，一流宗门的掌门亲传，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代表他有最好的资源、最好的功法、最多的丹药。那女人不到100年就进了金丹初期，放眼九州，同辈修士里能跟他比一比的，一只手都数得出来。外面都叫她灵城圣女，追她的男修多得很，名气也大，九州哪儿都有人知道她。金丹初期不到100年，而我呢，费多仙髓沦为废人，埋进土里33年，死过一回，又被人从坟里拉出来，如今还得跟寿命赛跑，拼命修炼，只为了多活几年。同样的起点，最后却走到了天差地别的地步。周慕义，你夺我髓，造就自己的仙路，等着吧，这债我迟早要讨回。天不早，我困了，你那儿有床吧？借我睡一晚。有，那就行。走快点，我还想洗个澡。就是这儿，就是这老不死的，把我打成这样。就这？你就是那个把石宽打废的？没废，只是掉了2层境界。嘴还挺硬。他欠你什么？赔偿。他把我打伤了，还震掉我2层修为，这笔账总得算吧？听见了吧？石宽要赔偿，你打算赔多少？这2个人显然是有备而来。石宽吃了亏，这次把帮手带来了。竹林园炼气8情，比自己高出整整5个小情阶，正面动手我肯定吃亏。可如果现在服软赔灵石，这事儿也许能了。可要是不认呢，竹林园8成会动手，苏千和就会醒，苏梦瑶也就迟早会知道。库容真的人，这盘棋就算彻底露底了。不赔。你再说一遍。我说不赔。石宽上次来抢我灵石，我打他是他自找的，真要算账也该是他赔我。有点意思。竹林园外门弟子前10，你呢？叶长生。叶长生，你的名头我听过。苏长老带回宗门的苍灵根，只不过是一把老骨头。就你这种人也配修仙？听说你吃了丹院不少草料，但会西医这事儿，我倒是今天才知道。还挺能躲。现在呢，还要硬撑。2品丹药，你一个外门弟子，哪来的2品丹药？丹药哪儿来的？苏师妹，大半夜的，这是做什么？滚出去！不行，我有话要问这位叶师兄。我说了，滚出去！苏师妹，掌门的话你还记得吗？掌门亲口定下的规矩，苏长老不能帮叶长生，宗门里谁都知道。你现在插手，算不算坏了掌门的规矩？哼，我也不是来闹事的，我只是想问清楚，叶师兄手里的丹药从哪来的？来路正，那自然没什么问题。可要是来路不正，那就得请掌门来定。这条线，你敢跨过来一步，我就废你根筋。走。可是走。丹药哪来的？
用你给的丹药换的。最近总有人来找麻烦，我怕自己吃亏，就换了些保命用的。以后别这么干了，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觉得我师父救了你，不想再给他添麻烦，可掌门的话就是掌门的话，我再帮你一次，就是在跟掌门顶着来。能躲就躲，真躲不过去就认栽，别想着靠几颗丹药去硬拼。你修为摆在这儿，丹药再多也改不了太多。我先回去了，明天会有人来修门。修为摆在这儿，丹药再多也改不了太多。7颗2品高阶，10颗2品中阶，还有5颗来历不明、药性未知的，一共25颗。这些东西若是被人翻出来，他根本解释不清。竹林园已经起了疑，下一次找上门来的，或许就不会只是竹林园，甚至可能直接惊动掌门。与其留着被人查出来，不如一口气全吞了。活下来了。那段经脉在自己吸纳天地灵气，如果这根嫩芽继续长下去呢？若有朝一日整窟灵芽贯穿全身经脉，那我岂不是连呼吸都在修炼？叶师兄，我叫周安，秦师兄让我带您认认差事。咱们丹院每天的活儿大概是这么排的：早上4时到5时，搬新送来的灵草送进各丹房；下午未时到酉时，清理各丹房废料，再送去料房。料房满了就统一处理。好，我们先去灵草阁。来，咱们先从这边。叶师兄，您在吃废料？当零嘴儿吃习惯了。我接着说，除了搬灵草、清废料，还有一项活儿，搬废丹。每天各丹房都会炼出一批废丹，需要人送去丹墟。原本这活儿是3个人轮班做的，但什么？四长老那边来人了，拿了一张5品丹方，跟秦师兄做了交换。原本负责搬废丹的那几个弟子都被调去别处了。所以搬运废丹还有看守丹院这些活就都落到您一个人头上了，我也没办法。秦师兄答应了那边。枯荣真倒是会下手，拿一张5品丹方换来把所有废丹差事全压在一个人身上。这活累，丹虚又在丹院最深处，一趟一趟来回跑，半个时辰都不一定够。把这些活全堆给自己，摆明了就是要耗空我的时间和精力，让他无暇修炼，10年进不了断体境，苍灵根就归宗门。这条老蛇算盘打的是真响啊！没事，我说没事。这个差事挺好，我喜欢。这不是废料堆，这是宝库。到家了。晚上记得锁门。4品，7颗废丹合成1颗，竟然直接成了4品。如今灵脉种发芽之后，修复速度快了数倍不说，居然还多出了一种新能力——合丹。把多颗废丹的药力揉到一起，去杂留精，最后压出一颗更高品级的丹药。上千颗，
整整上千颗废丹。看来以自己现在的能力，最多也只能练到4品。想再往上走，要么需要更多废丹，要么就得等灵脉种继续蜕变。10颗够了。又捡回了一条命。修炼过头了。竹林园师兄，竹林园师兄，怎么了？叶长生在丹虚里昏死过去了。知道了。那要不要叫醒他？不用，修炼过度昏迷，硬叫醒反而伤根基，让他自己躺着，醒了自然会醒。这几天谁都别去打扰他，也不准给送吃的跟喝的。我无法违抗竹林院，倘若还想在外门生存，必须听从他的指令。你醒了啊？我还以为你要直接睡死了。先喝水，再吃点东西。你一直守着。竹林园师兄说不准人来打扰你，不过我怕你醒了没人照顾，就偷偷过来看了几次。你睡了差不多1天1夜。为什么？啊？为什么照顾我？你是竹林园的眼线吗？是，我是竹林园师兄安在丹院里的眼线，要定时把你的情况报上去。可我实在不忍看着你死。为什么？因为你长得像我爷爷。我进宗门5年了，5年没回过家，也5年没见过我爷爷。我不知道他现在还在不在，说不定早就没了。可每次见着你，我都会想到他，所以我不想看着你就这么死在这儿。人仙殊途，踏上仙路之后，凡尘很多事就和自己没什么关系了。宗门里都这么说，修士的命也大都这么走。我知道，知道你还来帮我，来，不这么做会损我道心。起火了！丹院着火了！是竹林园干的。我虽然没有证据，但肯定是他做的。这竹林园应该知道这些灵草废料对自己有用，一把火烧干净，等于硬生生断我一条修炼路。可惜了，废料库没了，我手里还有丹虚，那座堆着上千颗废丹的地窖才是我真正的命根子。竹林园的这一把火烧错地方了。2品丹药，叶师兄，这从今天起，你照旧给竹林园汇报。不过怎么汇报，说什么都听我的。好，竹林园那边，我替你糊弄。安静！废料库这事必须查清，找到哈者，丹院奖励3品丹药1枚。秦师兄，我觉得叶长生最可疑。很多人都见过隔3差5往废物库跑，一进去就是半天，谁知道他在里面干什么？对，我也看见过。对，他还吃废料呢，谁知道是不是偷了什么东西，怕被查出来才放火，说不准就是他毁证据。
够了，事情没查清之前，我不想听到有人在这里乱扣帽子。叶长生的差事本来就是在废料库和丹墟之间搬运，频繁出入废料库是他分内的事，不算证据。案交给判院查，在判院给出结果前，谁再乱嚼舌根、栽赃诬陷，我会亲自报给三长老。判院奉命来查丹院僧案，需逐一排查在场弟子。查便是。叶长生，是。站好，不要运转灵气。追魂伞可追溯魂体主人7日内停留最久之地，若魂者在此，魂体会自行飘往废料库。魂体指向丹墟，与废料库暂无直接关联，但嫌疑尚未完全洗清。在案件查明之前，你不得离开丹墟，待涉案弟子全部排查完毕，案件终结后方可出来。关禁闭还是关在丹狱里的禁闭？这些人多半不知道，把我关在这里和把一头恶狼扔进羊池没什么差别。炼气5层了吗？叶师兄，出来吧，结案了。抓到了，抓到了。谁？伙房那个厨子叫什么？徐州。你说谁？徐州，伙房那个老弟子。判院拿追魂伞查过丹院里所有弟子都没问题，但起火那天下午，徐娇来过丹院送饭，这个在出入记录里查得到。后来判院又去查了徐娇，追魂伞一落，他的魂体飘进了废六库。现在人关在判院地牢里，2天后定罪。定什么罪？火烧丹院，只能是死罪。先吃了再走，天凉。我要见徐州。不行。丹院弟子叶长生因伏案之事，要和徐瑶核实一些情况。丹院的牌子管不到判院地牢，探视要有判院主事手令，没手令谁来也不行。办个试试。叶长生，是我。你来这儿干什么？这地方不是你该来的。火是你放的吗？我不记得。那天下午你为什么去丹院？送饭。伙房每3天给丹院送一次，轮到我了。你去废料库了吗？不知道，我把饭送到丹房后门就走了。你的魂体飘进了废料库。我知道，判院的人告诉我了，可我真没放火。我甚至根本不记得送完饭之后发生了什么。不记得。从丹房后门出来之后，那一段全空了。等我回过神，人已经在回伙房的路上。中间到底出了什么事，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失忆，一段无缘无故空掉的记忆，这绝不正常。去丹院之前呢？送饭之前有没有发生什么不一样的事？丹药？什么？有人给了我一颗丹药，就在我出发送饭前1个时辰左右。谁？朱丽月。他去伙房要热水，临走前从怀里拿出一颗丹药，说是什么补气丹，叫我拿着补身子。我一开始没要，推了几次，是他硬塞给我的，我不该吃的。可那是一品补气丹，伙房里的人哪有几个见过正经丹药？我没忍住就吃了。
吃完也没觉得有哪儿不对，就照常去了丹院，然后后面的事儿就全断了。竹林园给你的根本就不是补气丹，那是一颗能影响神智的特殊丹药。你吃下去后，就成了一个被人牵着走的傀儡。去废料库放火，再离开，一切都在无意识里完成。等药效退去，记忆自然空掉。追魂伞却照样会把魂体行踪照出来，栽赃得干净利索。现在事情过去这么久，药效早散了，你体内根本不可能还留着什么证据。是那颗丹药害的我吧？我在伙房待了30年，切菜30年，炒菜30年，什么聪明事儿都不会，就会做饭。到头来连一颗丹药都没挡住，活该。不是你的错，是我的错，我贪嘴了。送你了。这是我这辈子最值钱的东西了，做了30年饭，就攒了这么一本，你拿着吧，留个念想。废料库的事做干净了，干净。追魂伞已经查到伙房那个厨子身上，判院那边也定了案，2天后就行刑，和我们沾不上半点关系。牺牲一个厨子，代价不算什么，真正重要的是结果。叶长生和那厨子有些交情，少了这样一个人，心神必定受损，人一乱，修炼自然也就慢下来。师傅的意思是先别碰叶长生的命，让他修炼进度延迟就够了。一个心神不稳的修士，修炼效率最多不过平时30%，10年受限，经不起这样耗。宋师兄放心，我已经安排了人盯着叶长生，他每天做什么，见了谁，修炼到哪一步，我都能第一时间知道。谁？周安，丹院里负责搬东西的弟子，叶长生和他接触的最多，这人老实，不会出纰漏。下个月外门大比，好好表现。大比之后，师傅会把你提入内门，归到4长老座下。多谢宋师兄，师兄放心，叶长生那边绝不会出一点岔子。叶师兄，你可算出来了！徐昭他……我知道，你知道了？死了。今天早上在潘院刑台上行的刑，没人替他说话。我去丹院。炼气5层，你进丹院才半个月，半个月前你还是3层，长得快。龙纹丹，这是4品中阶龙纹丹。我了12年丹，耗了那么多灵草，也是在去年才勉强摸到4品中阶的门槛，成丹率不到1成，10炉里都未必能出1颗。这丹药哪来的？我炼的。你说什么？我说这颗丹药是我炼的，你若想要，我还能炼。叶师弟，请坐。坐，站着做什么？说吧，你先给个数。数？什么数？这颗4品龙纹丹在你眼里值多少？至少5000灵石，品相上乘的能卖到7000。你这颗纹路完整，杂质几乎没有，6000没问题。秦师兄，这些丹药全部送给你，之后需要的话，我也可以帮你炼。我的条件很简单，杀个人。6颗4品丹药配。谁？竹林园。等我一下。想让他怎么死？痛快点，还是多一点？等等，不用你杀。为什么？6颗4品丹药，换一个炼气8层的外门弟子，我不亏。我知道你不亏，但竹林园这条命我得自己拿。
那你要我做什么？帮我挡别的人？我去找竹林园，可能有其他人插手，我需要你帮我把这些人拦住。行，不过你现在炼气5层，竹林园炼气8层，差3级。在炼气境里，3个小经纬已经够大了，灵气总量、灵气质量、经脉韧性、出手速度不法，你都落下封塌，和鸡蛋撞石头没什么区别。所以我需要一部功法。功法？攻击型的。百脉通明诀偏辅助，没有正面杀伤。我需要一部能让我在差3层境界的情况下，依旧有机会打出致命伤的功法。5颗4品龙纹丹，换一部功法。叶长生随手就拍出来11颗4品丹，看来他想练多少就能练多少，不是夸克。他真长着一条稳定的4品丹药路子，这意味着丹院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的丹药困局会被解开，意味着3长老闭关炼7品苦情丹时，需要的那些海量辅助丹药未必再是死结。七杀诀，七杀之道，在于一往无前，不计生死，不留退路，出手即杀招，每招皆夺命。这是3长老早年创下的功法。这功法把灵气全部逼成杀伐之力，不求花样，不讲变数，只讲一个字快。一共7式，每一式都是杀招，没有防入，没有虚招，也没有试探，出手就得见血。修炼者境界越低，爆发反而越狠，因为低境界灵气总量少，灵气越少，越容易压到一击里去，密度更高，杀伤更极端。这部功法什么品级？天阶下品，丹院亲传弟子才有资格修，外头基本买不到。真要估价，一枚6品丹药，我炼不出6品丹。我知道，你现在练不出，不代表以后也练不出。你半个月从炼气3层冲到5层，你能练出4品丹，成色比我练了20年的更好。像你这样的人，将来练出6品丹只是迟早的事。就当我先压一手。谢了。哎，第一式一杀，全部灵气压进右拳极致凝实的点，一拳轰出。秦师兄，那个叶长生都3天没出丹虚了，废丹全堵在丹房门口，丹房都快进不去了。本来人手就不够，之前3个搬运弟子又被调走了，现在全靠我们几个轮着扛。叶长生拿着月俸不干活，把自己关在丹虚里，也不知道在弄什么，凭什么要我们替他顶活？就是他1个月拿4枚2品丹，领得比我们还高，结果活一点不干，这谁服？秦师兄，这事儿总得管一管，不然大家心里都不平。说完了？啊？说完了。你还有你，从今天开始，你们3个不用来丹院了。秦师兄，丹院编制有限，你们3个的岗位今日起撤掉，月俸停发，令牌收回，明日起不必再来。秦师兄，你不能这样！我们在丹院做了2年多，就因为说了几句实话，你就把我们赶出去？令牌。可以走了。怎么了？脸色这么差？这10颗是给秦无月留的，至于剩下那些20来颗3品丹，10几颗4品丹，炼气5层巅峰，再进一步就是炼气6层，够了，时机到了。叶师兄，叶师兄，您出关了，闭关这么久，肯定收获不小吧？叶师兄辛苦了，要不要我去给您沏杯茶？竹林园在哪儿？外门东边，连翠院。这个时辰，他多半就在院子里喝茶。
叶师兄，你要干什么？门不会敲，我来取你命。炼气5层，长进不小。不过，你先赔我的门。哼，就这点本事。这是什么鬼东西？七杀诀，这是亲传弟子才有资格修的功法。你从哪儿学来的？七杀诀第3层，敌我皆伤。有点本事，可你炼气5层的身子扛不了几次反噬，差我3个境界，还敢跟我正面对轰？不知死活！你哪来这么多丹药？继续。不可能！徐乔，你不该动的。一番之恩，一命相还。徐州，秦师兄，秦师兄为何拦我？因为你要杀他，叶长生当众杀害同门。按宗门律法，杀同门者可就地正法。我不过是依例行事。你依的什么例？就地正法，要么有长老手令，要么有判院裁决。你不是长老，也不是判院弟子，你凭什么正法？秦师兄，你和叶长生什么关系？你是丹院主事，他只是丹院一个杂工，为了他跟我撕破脸，不值吧？我和他没什么关系，那你为何？我只是觉得杀人这种事该判院来判，不是你。判院奉宗规行事，所有涉事之人不得离场。哟，宋师兄亲自下场啊？怎么着？四长老的亲传弟子，如今进练外门这种破事儿，也得亲手过问了。苏师妹，我师父姓苏，你师父姓哭，咱俩八竿子打不着，还是叫我苏千和。叶长生杀害同门弟子，证据确凿，我希望判院按宗规从速定罪。哼，装什么装？还活着没？活着。带走吧。真是他杀了竹林园！炼气5层杀炼气8层，这怎么可能？你看他那样子，分明就是拼命拼出来的。刚才秦师兄和宋师兄是对上了吧？天哪！说，从头到尾，一个字都别漏。叶长生出关之后，问完竹林园在哪儿，直接就杀了过去。所以，他是为了伙房那个厨子去杀竹林园的。这个人有点意思。师父，说连翠院的对峙，叶长生与竹林园的死战，周安的供述，
炼气5层，杀炼气8层。是，而且是硬拼。周安说他一共吞了10几颗3品气血丹，被打倒了不知多少次，每次倒下就爬起来继续打。最后竹林园灵气耗空了，他自己也快没命了，靠着最后那口气把人杀了。保他？怎么保？掌门那边，我们不许我帮叶长生修炼。判案是判院的事，和修炼无关。苍灵根只剩10年寿命，叶长生若死在判宴，苍灵根也就跟着废了。掌门不会想看见这个结果。明白了。你说竹林园给徐州送过1颗丹药？是，叶师兄从判院回来后亲口和我说的。徐州自己也说了，送饭前1个时辰，竹林园去伙房要了壶热水，临走前留下了1颗丹药。什么丹药？叶师兄说，多半是1品迷幻丹。迷幻丹，吃下后人会短时间神志迷乱，意识模糊，可身体还能行动，像个被牵线的木偶，能照着别人安排去做些简单的事。药效退了，期间发生的一切都会忘得干干净净。你起来，回去等消息。秦师兄，迷幻丹是我炼的，我真不知道竹林园要拿去害人。他跟我说是拿去试药的，给了我3枚灵石，我就帮他炼了。秦师兄，我真不知道会闹成这样。灵草敛用记录呢？秦师兄，随你的。替竹林园炼迷幻丹的人，灵草利用记录也在。秦师兄，你为什么帮他？他欠我1颗6品药，他死了，谁还我？6品丹药。走。竹林园找他的时间，用的丹方名称，炼过的灵草种类，没有一丝差错，没有一丝的疏远。丁香、经脉、丹田。据查，竹林园用迷幻丹操控徐飘，再把罪名扣到徐飘头上，残害同门。叶长生刺杀同门弟子，改为诛杀真凶，越权行刑，以私刑代公法，虽情有可原，但终归不能破，借将死刑改为宗外流放3年。流放3年对修士而言不长，闭个关打个坐，眨眼也就过去了。可我如今只剩10年寿命，3年就是我命里的1/3。真正可惜的是丹域那个堆满上千颗废丹的地方。算了，只要命还在，就不算彻底断路。出来了，给你和苏长老添麻烦了。说这些干什么？你替一个被冤死的老厨子报了仇，还跨3个境界，硬生生宰了一个外门前10，这种事儿云淼宗好几百年都没出过。我师父嘴上不说，心里多半也觉得痛快。有情有义，这4个字很值钱。这是我师父的佩剑之一，名叫双痕，跟了他至少6、70年，一直被他剑水温养着，现在已经是天阶中品。你一旦下山，就不在宗门庇护里了，外头什么人都有，散修、妖兽、盗匪，偏一点的地方还有魔修。师父说给你带件能用的家伙，起码别还没活到3年后就先死在外面。替我谢过苏长老，这份恩情我记住了。走吧，我送你到山脚。判了，流放3年。多谢。谢什么？谢你替我挡了宋文臣那一剑。若不是你，我现在已经和竹林院埋一起了。你欠我1颗6品丹药，我记得。欠债的人不能死，你死了谁还我？3年后6品丹药，我亲手送到你桌上。走吧，别耽误我推丹方。路上小心。你要去的地方叫云山城，那是云淼宗在南边的一处据点，城里有宗门驻点，城长也是宗门的人。
会给你安排住处。你在云山城待3年，这3年里可以在城里接任务赚灵石，也可以出城历练。3年期满，宗门会派人去接你回来。不过云山城必就在外头，别惹事，低调修炼，活着撑过这3年就行。明白。对了，你想不想知道秦无月为什么会帮你？他不是说了，因为我欠他6品丹药。那只是其中一半，真正的原因是你让他想起了他自己。我入宗的时候比秦无月晚了20年，那时候3长老还没闭关，丹院也正是最盛的时候。3长老当年有2个最得意的弟子，另一个是他师兄赵燕青。赵燕青比秦无月早入门5年，2个人几乎是在丹院一起长大的，一起学炼丹。你看秦无月现在这个闷葫芦样，很难想象吧？听老一辈弟子说，赵燕青还活着的时候，秦无月话其实不少，整天笑着，和现在简直像2个人。赵燕青和秦无月性子完全不同，那人热络爽快，喜欢交朋友，丹院上下没人不喜欢他。连3长老都私下说过，等苦情丹炼成，就把丹院正式交给赵燕青。后来出事了，有一天赵燕青从外头买回来一份新丹方，卖他丹方的是个游风散修，对方说那是失传多年的古方，能炼一种增长灵石的丹药。赵燕青信了，他按丹方起炉，灵草顺序错了，火候也偏了，错不在赵燕青水平不够，而是那张丹方本身就有问题。不知道是那散修抄错了，还是干脆就是存心的，里面有2味灵草配比完全反了，炸炉了。半间丹房当场炸塌，赵燕青就在爆炸正中，连元神都没来得及逃。等人赶过去时，里面已经焦成一片，什么都没剩下。秦无月那时就在隔壁丹房，爆炸一响，他被气爆直接掀翻，半边身子都烧了。等他爬起来冲进去，看到的只剩废墟。后来呢？后来秦无月找到了那个卖丹方的散修，那散修已经换了名字，还在云山城南方开了家铺子，照样卖那些真假掺着的丹方。秦无月没多说一句，进门直接把人杀了。杀完之后，秦无月就被宗门判院带走了。按宗规，私杀外人罪不如杀同门重。可那个散修当时已经和云山城城主搭上了关系，这事闹得很大，判院那边压力不小，差点就给他定了个废修为，逐出山门。最后是3长老出面把人跑下来的，秦无月的命算是保住了。后来3长老干脆把他正式收成了亲传弟子。从那以后，秦无月就变了，不爱说话，不爱笑了，也不再和谁走近，整天除了炼丹就是推丹方算倍比。70年了，整整70年，秦无月没有为谁出过手，也没为谁真正动过怒，更别说为了谁离开他那张石桌。直到你，70年来第2个为了义气去杀人的宗门弟子，就是你。我明白了。去吧，3年后见。行了行了，别整得跟生离死别一样，3年而已，一晃就没了。掌柜，这位公子想看点什么？补气丹、养元散，小店里都有。虽然比不上大宗门里出的，但胜在价钱公道。有3品丹药吗？3品啊，公子说笑了。小店这样的小地方，哪儿进得过3品丹药？1品、2品倒是还有几瓶。公子要不先看看？哎呀，原来是云淼宗丹院的贵客，失敬失敬。小店镇店之宝3品转灵丹，转灵丹服下后3天内灵气吸收速度提升30%。这是我从南边一位丹师手里高价收来的，整个湖镇就这1颗。多少灵石？3000。多少？3000灵石。公子有所不知，宗外的3品丹药可和宗门里不一样，货少路险，运来也麻烦，价钱自然就……这东西在云淼宗里，最多卖300-400灵石。公子说的是宗门里的价，
宗门里有丹院，有丹师，还有稳定灵草来源，成本自然压得住。可我们这种小地方，灵草得从药商手里收，炼丹还得请外面散修丹师出手，再加上运费、护送费、折损费，3000灵石真不算黑了。掌柜，你们这里收丹药吗？收，当然收，1品2北都收，品相好的话，价钱都好谈。4品呢？您说4品？对，4品丹药，你收不收？公子，您说的是真的？4品？仙长说笑了，咱这小铺子一年到头都未必见得着一回4品丹药。这是4品龙纹丹，认得？认得，当然认得。4品丹药里，龙纹丹算是最稳的几种灵气丹之一。中阶龙纹丹药力比寻常4品下阶强出1截，若是放到云山城内等地方，也有人抢着要。仙长，这丹药我收是想收的，可我收不起。市面上4品中阶龙纹丹，少说也得3万灵石。您这枚药相极好，真要放到拍卖行，只怕还能往上抬一抬。可我这铺子真拿不出这么多现灵石，就算把前后院都卖了，也只是勉强够数，生意就没法做了。灵石没有，别的呢？仙长的意思是，废丹、顶级灵草、灵药，你这里有多少，我都可以看看。有，自然有。仙长，请随我来。别看小店不大，药材的底子还是有些的。这些年收了不少灵草，有些卖不出去，就一直堆在库房。还有几株3品灵芝，都是压箱底的好东西。至于废丹也存了些，都是放久了灵性散去的老货，平日里留着也没什么用。带路吧。仙长，您请看。这是我这些年好不容易收来的3品血纹灵芝，平日里我都不舍得卖，今天若仙长看得上，一并打包带走。废丹呢？仙长，这些东西可还入眼？都要了。好，仙长果然爽快。这么多东西，仙长怎么带？仙长若是担心收纳，小店倒还有件宝礼能送。这是枚下品纳戒，里头空间不大，装这些草药倒也够用，放在外面也值几百灵石。今日这桩买卖做得痛快，我定当结个善缘，送与仙长了。纳戒这东西在宗门里不算罕见，可我还真没有，如今倒正好解了燃眉之急。这一趟值了。这是高阶法剑。仙长，您腰间这柄剑可愿出手？不卖。70万灵石，若仙长肯割爱，我便是变卖家大，也替您筹来。我说了，不卖。是我唐突了。炼气境3层左右，不算强。跟了一路了，还不出来？老东西倒还警觉，一路跟着我是宗本派来的。哼，宗门？你想得倒远，哥儿几个可没那福费给仙宗办差。不过你想活命，倒也简单，把腰上那把剑留下，还有你身上的丹药、灵石、纳戒都交出来。哥儿几个心情好了，说不定能给你留个全尸。哼，原来是店里的人，知道了又如何？你们3个敢在云淼宗势力边缘劫杀宗门弟子，是觉得我死在林子里
就没人知道。老头，你活着回去才叫麻烦，死了事情就干净了。你教不教，最后都一样，只是教了能少吃点苦头。好，算你识相。炼气五藏。你藏修为。我这一生被夺过仙嘴，埋过坟，做过几十年凡人，受尽白眼，受尽拖累，能活到今天，靠的从来不是运气，而是咬着牙从泥里一点点爬出来。有些人若只是坑我几块灵石，我未必会回头。可这掌柜起了杀心，那就不一样了。将重新寄养回炼气2层。仙长饶命，是我鬼迷心窍，是我有眼无珠，您大人大量，饶我这一回，我愿意赔。店里的灵石、丹药、药材，您看上什么都拿走，只求您留我一条命。这条线上还有多少像你这样的店？仙长，我有几家，仿镇南头卖符的，东街卖兽皮的，还有隔壁那家客栈，平里都做些见不得人的买卖，遇到肥羊就互相通气，有人下手，有人收赃，有人帮着压消息。谁在背后收？城外有个小帮派叫黑鼠帮，平常不露面，可我们几家铺子弄来的东西大多都送到他们手里，他们再往别处散，查都查不到根儿。县长，我知道的都说了，我只是个跑腿的，真没那么大能耐，您若留我一命，给您当牛做马都行。带我去仓库暗室。暗室？你这种人不会只在明面上做生意，前头带路。外门弟子只能进第1层，一次最多借2部功法，10日内归还。别碰架子上的红铅功法，那些是内门专属的。聚元吐息诀，凡阶下品，最基础的呼吸吐纳功法，修炼速度慢，适合无灵根凡人强身健体。玄水诀，凡阶上品，水属性攻击功法，我不是水灵根用不了。烈火掌，凡阶中品，火属性功法，同样用不了。第1层的功法果然都是糊弄人的。百脉通明诀，暗室？你这种人不会只在明面上做生意，前头带路。县长就在下面，下去。县长，东西您都拿了，给你个痛快算便宜你。黑店，这老掌柜真干了劫杀的事儿，连云淼宗弟子都敢下手，这是活腻了。那老头是谁？看着都快入土了，手这么狠，狠！你没看见吗？人家把店都抄了。3126枚，2件下品法器，1把短戟，1面青铜圆盾，几瓶1、2品丹药，有补气的，有疗伤的，还有1瓶低阶回灵丹。还撑什么？
把储物袋交出来，爷几个还能给你个痛快。你们敢动百草阁的车，进了云山城，一个都活不了。活不活得了，等爷先拿了东西再说。我原本不想管闲事，山门外的是非掺和进去未必能落好。可这药匣一出现，意思就不一样了。这伙散丘劫的不只是路，更是药材生意，而我眼下最缺的就是这条路子上的门。谁？打劫打到丹药生意头上，谁给你们的胆子？一个老货也敢装神弄鬼？小心！退！多谢前辈出手相救。前辈谈不上。无论如何，今日若非阁下，我怕是已经死在这儿了。我叫顾清堂，云山城百草阁的人。你的东西。黑牙帮，这伙人盘踞在云山城南坊巷，明面上替商行护货，暗地里劫盗灭口，什么脏活都干。最麻烦的是，他们跟城里几家大商行关系不清不楚，上头有人罩着，寻常散修根本不敢惹。你这车里到底拉的什么，值得人家这么大费周章？赤纹参须草，3品灵药，炼制5品冲脉丹的主要之一。这株药的品相放在云山城这种地方，绝对是镇阁级别的宝贝。此药是百草阁花大价钱从外域药商手里收来的，要送给城中一位合作的炼丹师。若是丢了，不光是上千灵石打了水漂，更会彻底得罪那位丹师。在云山城，能炼3品丹药的丹师，一只手都数得过来，得罪一个，后果不堪设想。如果用左手去提纯这株3品灵药，炼出来的冲脉丹药效能到什么地步？用完整的3品药材提品和用废丹融合提品，效果差距又有多大？但现在还不是亮底牌的时候，先把伤稳住。叶道友，我想请你护送我与这株灵药回云山城，事成之后，百草阁必有重谢。我只是路过。除了临时酬劳，我可以用百草阁管事的身份为你开一个长期供货的渠道。城中3足鼎立，城主府掌管城防税狱，是官面上的主宰；百草阁主营灵药丹材，是正道生意的龙头。而黑市商盟则把控着所有见不得光的资源流通，3方势力之下还养着大大小小的帮派和散修团伙，看着规矩森严，水底下全是吃人的暗流。来，稍等，公子。叶道友，有件事我必须提前跟你说清楚。今天你杀了黑牙帮的人，进了城，无论谁问起，都千万不能承认。黑牙帮的帮主是筑基修士。而他背后站着的那个人，在内城那一位，就连我姑姑都不愿轻易得罪。我记住了。清堂小姐，这是怎么回事？其他人呢？路上遇到劫匪。这位是叶道友，我的救命恩人，将那株赤纹参须草立刻送入密库，去请阁主来后堂。阁主正在会客，怕是……告诉姑姑，车队的人死了5个，他会来的，
有意思。筑基中期，甚至更高。叶道友从何处来？走动，居无定所。走的哪条路？官道转山渡，抄的近路。平日里做什么营生？什么都做一点，混口饭吃。句句是试探，叶长生句句都接得滴水不漏。去查，3日内谁经手了3号车队的出发文书？百草阁平日里收不收品相特殊的丹药？叶道友，此话何意？4品固元丹。这丹药是道友亲手炼制的，来路干净，货真价实。这样的东西我手里不止1枚。叶道友，看来我们的谢礼得重新谈谈了。顾阁主不急，先说说你们现在最缺什么品阶的丹药。青霜，你也出去。姑姑，出去。是。叶道友，这枚丹药可否容我细观？请便。灵力内敛，圆融无瑕，这绝不是普通4品丹师能有的手笔。丹纹成网，灵力内蕴，这药力之凝实几乎已经逼近4品中阶了。云山城方圆100里能炼制4品丹药的丹师，我顾晚州基本都认得。他们大多被城主府或几家大商盟供奉着，就算有丹药流出，也绝不会是这等品相的真品。敢问道友，这枚丹药究竟从何而来？顾阁主是生意人，应该明白，有时候货的来路没有货本身重要。好，这枚4品固元丹，我百草阁愿以35000灵石收购，道友以为如何？除此之外，我愿赠叶道友1块百草阁的客渊令牌，凭此令，今后在云山城内任何一家分阁购买灵药、租住洞府、雇佣护卫，皆可享受8折内价。顾阁主诚意十足，叶某却有个不情之请。道友请讲。灵石我不需要那么多，我想用一部分灵石换一间清静些的住处，再换一批百草阁库存里那些卖不出去的灵药。我听到了什么？不要灵石，要去换那些卖不出去的破烂，这人是疯了吗？叶道友，你确定？确定。我这人修行需要个安静地方，至于那些药材，我自有用途。好，我做主了。西城有我们百草阁一处闲置的小院，带一口灵眼，足够清静。我便将那座院子赠与道友，另外再付你5000灵石，剩下的2万灵石全部折算成积压的灵药和废丹，你看如何？如此，多谢顾阁主。道友客气了。日后若再有高品丹药，还望道友能优先考虑我们百草阁。一定。对了，叶道友，3日后，城中黑市商盟会牵头举办一次小丹会，届时城中不少丹师、药商乃至城主府的人都会到场。道友若有兴趣，我百草阁可替你安排一个身份入场。有劳顾魔主了。这是炼制清心丹失败后剩下的药渣，药性流失了7、8成，在任何丹师眼里都一文不值。好东西都是好东西啊！百草阁不愧是云山城3大商行之一，底蕴深厚。4品下阶固元丹发了，这下真的发了！这哪里是被流放，这分明是被放出来捡钱！自己如今最大的瓶颈，已经不是炼气境的灵气积累，而是这具身体的承载力。这具身体毕竟死过一次，根基亏空的厉害。若肉身强度跟不上，就算有再多的丹药，也只是镜花水月。必须想办法强化肉身。可断体功法向来珍惜，
而且耗费巨大，眼下根本接触不到，怎么办？适用于炼气修士，可补气养身，温养经脉，强健体库。丹药药力刚猛，如同虎狼，容易撑爆身体。可若是能用这些灵膳长期温养肉身，打好根基，再配合灵牙对多余药力的吸纳与反哺，说不定能走出一条与众不同的路，为日后冲击断体境打下最坚实的基础。叶前辈，你这是在炼丹，还是在煮自己？这叫食步。叶前辈，3日后的小丹会由黑市商盟牵头，城中大小炼丹师和药商都会到场，更有来自邻近势力之人参与。姑姑叮嘱，让前辈务必小心，勿要轻易暴露自身底细。好的。小丹会，黑市商盟做东，这可不是寻常聚会。这种场合通常鱼龙混杂，却也蕴含着机会。既然是丹会，定会出现大量丹药药材，以及旁人眼中的废丹。灵种现下正值快速成长阶段，对灵气的需求量惊人。走吧，叶前辈。百草阁客卿面积未愈。一堆垃圾，无人听。这些废丹中，有3枚残丹的核心药性竟未完全溃散，其中1枚暗红色碎丹，残余的火属灵气极为浓郁，内核纯度不减，灵种若能提传吸收，不亚于1枚完整的2品丹。另外2枚则蕴含着罕见的寒热相冲药性，这正是灵种最爱的养料。在这种场合，对一堆垃圾表现出太大兴趣，只会惹人注目。那瓶药药性变动竟隐隐超出了1品凡器。叶前辈，你一直看这些，可是发现了什么？你觉得这丹会上最值钱的东西在哪儿？自然是在那边。丹会里的真东西不一定总在最亮眼的地方。由本地炼丹师依次展示丹药，供与会者品评竞价。此丹以9味主药、6味辅药精炼，成丹率30%有余，药香凝而不散，丹纹走势完整，已达3品中阶门槛。赵丹师的手艺，云山城中怕是无人能及。这丹纹密度离3品上阶也不远了吧？好丹，不愧是赵丹师。过奖过奖。叶前辈觉得这丹如何？这丹外强中干，丹纹确实完整，可丹心处的灵气有一层细微断裂，这说明凝丹最后阶段的火候失衡。所谓的丹香凝而不散，其实是内部灵气控制不住，再往外溢散。哇，2000灵石，赵大师的丹药那可是有价无市啊！更关键的是，有味辅药的比例过高，导致药性偏燥，短期服用或感灵气充盈，久服之下，燥性会在经脉中累积，轻则修为停滞，重则经脉受损。这种货色，在真懂行的人眼里，最多算3品下阶，还是带隐患的那种。你们云山城的人平时都这么好骗吗？不好。这位道友，方才可是对我这枚聚元丹有什么高见？这丹外头做的确实讲究，丹纹走势完整，丹香凝而不散。可惜火候过了半分，收丹时急了那么一下，表层药性被硬生生锁死，丹心里头已经有暗裂了。现在看着饱满，灵气充裕，可过些日子，这丹药药性让炼气中期修士吃下去，运气好就是吸收不全，白花灵石，虚耗了这些年积攒下来的灵材。运气差一逆冲，丹田受损，修为停滞不前，也不奇怪。收丹时急了半息。
这老兄说的八成是真的，这真有暗恋。这单不会真的120灵石？谁要是买了，敢问道友师从何处？这等断丹眼力，老朽行走云山城20余年，少见。陈前辈过誉了，算不得什么师承，就是年纪大了，吃过的废丹多，见过的烂药不少，自然就看得准些。吃废丹吃出来的眼力，这什么路子？经脉逆冲，丹田受损。人家确实一眼看出来了，陈半炉都验过了，还有什么好说的？这人到底什么来头？不知道，好像是百草阁带来的吧？百草阁什么时候有这号人物了？你之前怎么没跟我说过你能看3品成品丹？老先生，在下孙越，炼丹小20年，这是在下新炼的2品高阶清元丹，想请老先生过过眼。炉火太急，丹气服了。这话说得够狠啊！炼气4重以下吃着还行，再往上就是浪费灵石。受教。小丹会上砸个场子，黑市的门路就自己送上门来了。先生好眼力，商盟有位前辈对先生颇感兴趣，若先生愿意，今晚可去内局坐坐，谈谈高品丹药的买卖。若先生手里真有好东西，什么都能谈。什么东西？黑市商盟。今晚让我去内局坐坐。那我跟你一起去。行。今日小丹会上那出断丹，葛朽5条街都听见了。赵凤山那张脸，想想就痛快。今日请您来，是想请先生玩个小局。赌丹局不比练，比看。每轮拿出1枚未开封的丹药，参赌者判断品药效缺陷，压中者得灵石。赌丹局，这是要验我的成色。行。 3品下阶，品相还行。氧气丹火候差一点，问题不大。丹都没清干净，收火的时候漏了。确实有丹毒残留，表层一缕。3品中阶，品相好啊。 2品上阶，老先生，温养过分明是压力到不了3品。 2品，这人得重新掂量。废丹吧，丹气都散了，连不看的还看什么？这轮弃了。100灵石压这颗不是废丹，里面有药心，3品丹的药心，半截活的。灵石和彩头后送到先生桌上。 里头还有间内阁，茶好些，也清静些。有几桩买卖适合坐下来慢慢聊。茶好就行，请跟上。你第3轮到底是看出来的，还是赌的？你猜？我现在越来越不愿意猜了，因为每次猜完，答案都比我猜的还离谱。先生手里有没有4品以上的稳定货？你们黑市商盟吃得下多少？黑市不缺灵石，也不缺买家。 真正缺的是稳定的高品货源。先生若能长期出货，黑市给的价能比百草阁高出2成。再看看，这是最近从一处衣服残局里收上来的东西，几个老朋友看过了，都说废了。先生若能看出门道，今夜这盒东西就送了。前3颗是废的，第4颗勉强能刮出点药渣，值不了几个钱。最后这颗被阴寒之气侵蚀过。 外壳药性全乱了，但里头的丹心还活着。火属性药力没散，只是被阴寒封住了。正常手法探不进去。要是有人能剥掉外面那层死壳，重新激活丹心，这颗丹至少是4品。送了。来之前满脑子想着怎么放黑市下套，结果呢，赌丹局赢了灵石，又白捞一盒特殊废丹。这人到底是来逛黑市的，还是来捡漏的？ 这云山城还真是个发财的好地方。
炼气6层成了。你拿走的东西，我会一点一点连本带利的拿回来。你昨夜，你怎么，顾大小姐大清早跑来就是为了盯着我看？你到底吃了什么妖药？昨晚睡得好，气色自然就好了。让我进去。百草阁那边有新消息，请。这绝不是什么驻颜丹能做到的，这人正在脱胎换骨。阁主那边已经开始安排了后续的丹药渠道和分账细节，这几天就会拟定期。还有一件事，黑市那边传出风声了，昨晚一个神秘老修连赢几场赌丹局，最后被魏执事亲自送出门。这消息已经顺着黑市的暗线传遍了云山城的几个大圈子，你现在算是半只脚踩进这城里的丹药厂了。明白。阁主让我提醒你，最近少出门，尽量调，盯着你的人比你想象的要多。明白。等等，帮我弄点东西。2品灵兽骨要火金兽的脊骨，再来3株暖脉草，5斤火纹米。你要炼什么丹？这几样东西配在一起，药性太杂，成丹率极低。谁说我要炼丹？我要做饭。成了，舒服，这条路走对了。灵山和丹药配合，才是现在最完美的修炼方式。尝尝。怎么样？我没煮自己吧？难吃。难吃就别勉强，我自己刚。再来一碗。我只是想确认一下这东西的药效，百草阁需要评估价值。这女人的嘴简直比这4瓶火丹的外壳还要硬。吃，敞开吃，今天管够。叶先生，在下姓赵，是百草阁的管事，阁主特意吩咐我来请您过去一趟。顾阁主找我有什么事？阁主说有一笔更大的买卖要和您面谈，具体细节还需要您亲自去总阁商议。这地方虽然清静，但平日里采买东西可能不太方便。您要是缺什么，尽管吩咐下面的人去办。还行，我这人喜静，平日里也不怎么出门。喜静好啊，修行之人最忌讳心浮气躁。不过云山城最近可不太平，听说黑市那边昨晚出了不小的风头。叶先生若是去那边走动，可得多带几个人。赵管事费心了，我一个穷老头子哪有闲钱去黑市凑热闹？先生说笑了，这人话里话外的试探简直不要太明显。问住处安排，问出门习惯，还把话题往黑市上引，已经给这人记了一笔。昨晚黑市的事情，阁内有人泄露了，你的住处，以及你和我们百草阁的交易意向，这些消息已经传到了不该传的人耳朵里。我们百草阁内部有鬼。叶先生，最近这段时间你务必小心，千万不要让外人摸清你手里的底细，更不要透露你到底有多少存货。我明白，你们刚才带我来的那位赵管事话挺多。你这话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就是觉得他问的太细了点儿，连我平时走哪条街，去不去黑市都要打听。赵管事失踪了，事情已经很明朗了。他现在就是云山城里一块散发着香味的肥肉，百草阁想拉拢他，黑市想试探他，暗线势力想摸他的底。这种局面看似危险，但只要利用得好，就能成为他快速崛起的跳板。清堂，从今天起，叶先生这边的所有对接和安排，全部由你亲自负责。阁内其他任何管事，一律不得插手。有破，这是要彻底斩内部的利益纠葛，把宝全压在他叶长生身上了。以后你若是出门，先告诉我。怎么，怕我死外边？我是怕百草阁白赔。你现在是我们最大的主顾，你要是出了事，我没法向阁主交代。他自己心里也很清楚，刚才那句话绝对不只是为了百草阁的生意。从古兽一地一路走来，这个手段狠辣又满身秘密的男人，已经在他心里占据了一个极其特殊的位置。来的人不止一个，一共3个，脚步声非常分散，呼吸节奏蛮长均匀，这绝对是真正有备而来的修士。
谁派你们来的？不说是吧？我有的是办法让你开口。死士，黑牙帮，这帮不知死活的东西，看来上次清理还不够干净。你倒是越来越熟练了。穷出来的习惯。这老家伙明明刚刚才杀人不眨眼，现在却又摆出一副穷酸老农的做派。叶老，昨晚受惊了，这是阁里的一点心意。既然拿了客卿的牌子，总得拿出点诚意。3枚3品培元丹，1枚4品下丹聚灵丹，成色皆是上乘。外下一批3品以下的灵药，这第2箱是阁里积压许久无人处理的废丹，一共300斤，全都在这里了。账面上看，他用4品丹药换这些东西，似乎是让只有他自己知道。真正值钱的，正是这一箱别人看不上的垃圾。这老东西根本不是不会做生意，他太会算了。他是专挑别人不要的地方狠狠干，别人眼里的垃圾，在他手里绝对有大用处。叶老，百草阁既然给了您客卿的身份，自然是希望咱们能长久合作。若只是偶尔有1、2枚4品丹，那也只能值今天这个价。可若您真能稳定出货，百草阁会给您更高的位置，甚至可以在城里替您单独开一条供货线。单独开一条供货线，这意味着他将彻底掌握云山城一部分丹药的定价权，这已经脱离了普通合作的范畴。顾晚舟这是要把他当成长期财路来养。顾阁主放心，只要材料管够，丹药不会断。过去在云淼宗的时候，每个月那点可怜的俸禄，抠抠搜搜，连买2颗像样的丹药都不够，天天被人当成没有价值的废物。现在一出手就成箱拉资源，5000灵石，这在以前是他想都不敢想的巨款。你很缺钱吗？修仙哪有不缺钱的？百草阁。3日后，黑市将举办一场真正的丹道司局，来的绝不只有云山城本地的散修，还有临近几座修士城里有头有脸的丹修和药商。信里明确写着，若叶长生愿意赴局，黑市可替他安排一个正席位置。叶长生最近的风头实在太盛了，刚成了百草阁的座上宾，又折了3个炼气后期的杀手，现在若是再去黑市出风头，肯定会引来更多凶狠的目光。那些外城的药商可比云山城的散修难对付得多，他们手里有钱有势，手段也更加毒辣。我去。有局就意味着有资源，有资源就意味着能更快提升修为。至于危险，他现在走的这条路本来也没哪一步是绝对安全的。啊，有融合空间。里面装着2枚4品下阶丹，外加3枚3品高阶丹，全是用那些废丹和旧药丸硬生生提纯融合出来的。出关了。顾姑娘，黑市这种场合穿什么比较显贵？你穿什么都像刚抢完人。他不知道这种变化是好是坏，但他清楚，这个枯瘦的老修已经在他心里占据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位置。阁下可以进，这位姑娘还请移步偏厅等候。在这等我。这地方水太深了，百草阁的招牌在这里未必管用。万一叶长生在里面出了事，他根本不可能第一时间冲去捞人。这种脱离掌控的感觉让他很不舒服。哎呀，叶老弟可是让魏某好等。诸位，这位就是近日在云山城风头正盛的那位叶师傅。小丹会上一眼断丹，咱们黑市的赌局里也是连克数关，如今更是被百草阁奉为座上宾。
魏某今日特意请叶老弟过来做个正席，大家也算认识认识。炼气中段，顶多不过5、6层的样子。在场的每一个不是炼气后期。一个这种修为的小老头，就算眼力毒一点，能看出几枚丹药的真伪。在这场真正拼底蕴和实力的私局里，又能有几分分量？这玉壶如果顺走，至少能换3块中品灵石。赤灵果带回去碾碎了，配上自己的废丹，绝对能搞出一锅大补的灵膳。既然人都到齐了，咱们也就别耽误时间了。老规矩，这第一轮不赌丹，只见药。这15个盒子里装的都是从各地收来的稀罕灵药，规矩很简单，猜年份，算药性，估出一个行价，谁给出的答案最准，这些灵草里面当轮的头彩就归谁。根本不需要用神识去探查，左手传来的感应清晰的如同亲眼所见。这15株灵药的底细已经在他脑海中扒得一干二净。3号是空壳假身，7号年份用药水催熟了20年，9号寒气压底，150年份，底价至少500下品灵石。全对，丝毫不差。叶老弟果然名不虚传，这第一轮非你莫属了。这个老东西是真的半点亏都不肯吃。本是为了拔得头筹，谁知刚一开局，所有的风头全被一个外来的落魄老修抢得一干二光。哼！今日既然大家都兴致这么高，老夫便将这枚新近出炉的3品高阶回灵丹拿出来，请在座诸位同道一起参奖品评，也算给这一轮添个彩头。咱们在黑市做买卖，靠几分眼力猜猜药草出处，顶多算好个巧。真正的丹道，严大师这枚回灵丹纹成霜，色泽如此透明，绝对是3品回丹的极品。严大师愿意拿出来让我等开眼，这是我等的福分。叶老弟，你看严道术今日这般大方，连压箱底的宝贝都拿出来了，不如你也给大家讲2句评语。魏执事说的极对，叶道友刚才的眼力，那可是让老夫都叹为观止。若是云山城这位名头正盛的叶师傅不赐教几句，倒显得老夫这枚丹药完全摆不上台面了。丹确实是3品的好丹，可惜不适合活人吃。荒谬！你不要以为自己蒙对了几株灵草，就能在这里大言不惭。这枚回灵丹乃是炼气修士保命补灵的最上乘之选，老夫亲手炼制的心血，怎么到了你这外人嘴里，就成了不适合活人吃的东西？你这根本就来虚闹场子！你为了追求回灵的极致速度，强行加倍了无藤，又拿赤焰草和干阳粉做了引子，这3种全是大造之物。平时气血通畅时吃一枚确实无碍，回灵效果也能翻倍。可回灵丹多半是在斗法重伤时用来救命的。灵气紊乱之下，你这燥气冲刷的丹力直接会灼烧使用者的主经脉，1次2次伤痕不显，常年累月吞服，气海根基，必会千疮百孔。你若对自己的丹药如此自信，并且经常吞服的话，你现在夜里行宫，右侧肋下3寸的经脉绝对会隐隐发刺。老夫说的对不对？完全被说中了。这半年来，他一直以为那丝刺痛是炼丹耗神过度引起的，根本没往丹药反噬的方向想。现在被当着云山城一众有头有脸的人士当场点破，他无论如何都不能开口承认。严大师，这位叶道友所言非虚，比例确实太过偏造了。回灵速度虽快，但重伤之服用必定会伤及本源。此丹确实不可随给修士救命的东西。别为了出风头，练成专门割人经脉的慢刀子。刚才上去的时间有些久了，他很清楚这帮老牌黑市客的行事作风，稍有不慎就是被生吞食剥的下场。这老家伙还真是走到哪里都不肯吃一点暗亏。既然人都到齐了，咱们也就别耽误时间了。这东西是黑市从一位陨落丹修的遗物中得来的，不少眼力极过人的同道都长过眼。有人说这是废丹，有人说这是毒丹，还有人断言这根本就没炼成型的炉渣。
今日第3轮，咱们就玩点有难度的。谁若能断出这东西的来历、要令以及用途，这一局便算胜出。魏执事，这根本没有什么玄机，这就是一枚炼制失败的毒丹，里面的药性早就死绝了。外层这些裂纹就是火候失控导致药力反噬的痕迹。这种东西留着只派人，根本没有任何价值。严大师所言极是，这确实是一枚死丹，死气沉沉，毫无半点灵性可言。哼，叶老弟，你不来看看？这绝对不是废丹，那层死气沉沉的表皮完全是伪装，在那层灰白的硬壳之下，死死封印着一股极其精纯的雷属性药力，细腻且狂暴，随时处于爆发的边缘。这东西不是毒丹，也不是废丹。叶长生，你少在这里故弄玄虚！这上面的死气连瞎子都能看出来。这是一枚被人故意炼坏了一半的丹药，外层那些灰纹和死气全都是做出来的假象，目的就是为掩盖里面真正的药气。这东西的真名应该叫雷脉丹。真正值钱的是藏在死气壳子底下的那道雷脉药心。若是修炼雷系功法的修士，或者体修冲关破脉，亦或是肉身遭受重创需要强行重塑经脉，吞下这颗药心，效果绝对远超的寻常的4品丹药。这枚丹药的原主人在临死前确实留下过只言片语，那份残缺的巨简上隐隐约约提到了雷脉2字。黑石耗费了极大的人力物力去查证，始终没有人能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今天，这个谜底被一个外来的落魄老修轻描淡写的解开了。哈哈哈哈哈！好，极好！叶老弟这双眼睛当真是神乎其技。这第3轮的胜者非叶老弟莫属。按照规矩，这枚怪丹归你了。叶老弟，老哥哥这里还有一个消息，全当是给老弟添个彩头。3日后，黑市会有一批从外城领运来的残损丹炉和废药箱，都是些没经过手的好货色。若是叶老弟有兴趣，老哥哥做主，让你优先挑一轮。魏主事费心了，3日后叶某一定准时赴约。今日这趟黑局到此结束。今天这趟黑市赚得盆满钵满，不仅狠狠打压了那帮本地丹修的气焰，拿到了进入更高层交易圈的那门票。最关键的是这枚雷脉丹，这东西对别人来说或许是个隐患，但对于拥有异变灵种的我来说，绝对是无价之宝。他现在的身体亏空极大，寿元所剩无几，想要在极短时间内补足气血，冲破境界，寻常的温和丹药根本起不到作用。只有这种霸道至极的雷脉药力，才能强行冲开他的那具衰败身躯里的淤堵经脉。这枚雷脉丹就是他逆天改命的关键一步。黑市商盟最是现实，不看资历，不问出身，直认一样东西，实打实的价值。魏执事摆出这副姿态，等于是在明晃晃地告诉在场所有人，这个面容枯骨他们黑市认下了。谁要是再敢不开眼去招惹，那就是在打黑市的脸。在这云山城混了这么多年，他严嵩河还从未今日这般奇耻大辱，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连一句狠话都不敢放。魏执事就在旁边站着，他若敢在这个时候发作，明天他的尸体就会被扔进城外的乱葬岗。想弄死他的人多了去了，早在几10年前，他就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过。如今多一个严嵩海，根本算不得什么。怎么还怕我被人拿去炼丹？我只是怕你死在里面，到时候百草阁还得费心费力去重新找个客卿。这是什么？普通的老修怎么可能拥有如此毒辣的眼力？普通的流放弟子更不可能在黑市那种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游刃有余，甚至还能让魏执事那种老狐狸低头是好。这个人身上到底藏着多少秘密？你以前到底是做什么的？年轻时候命不好，被耽误了。眼前这个看似寒酸落魄的老人，身上背负的旧事绝对远超他的想象。那是一种真正失去过一切，从无尽深渊里爬出来的死寂。等等，拿着。他当然知道这株寒鸦灵草的价值，对于修炼冰系功法的乐师来说，这东西绝对是大补之物，可遇不可求。这太贵重了，我不能要。你今晚在楼下等了这么久，一路陪跑，总得给你点辛苦钱，拿着吧，这东西对我没用。以后你若再去黑市，提前告诉我。
是为了说枯瘦老头当众踩了脸。黑石商摆明要保那个叫叶长生的老东西，明面上我根本动不了手，但这口气我咽不下去。大半夜的跑来送死，老东西，活腻歪了吧？瞎了你的狗眼！老夫严嵩河叫你们黑牙帮的位首领出来见我。什么狗屁了？关你什么事啊？今晚去拿你东西干下酒！真要死在这个不知名的小喽啰手里，他严嵩河简直就会成整个云山城的笑话。这位老先生可是要找我们帮主？拿去告诉你们首领，炼丹师严嵩河要求见他一面。老先生稍后，小的这就去通报。老先生，二首领有请。严老先生，你这名号在云山城可是响当当，堂堂炼丹师，大半夜跑来我这贼窝，有何贵干？老夫不跟你们绕弯子，我手头上有一批丹药，只要你们黑牙帮替我办一件事，这批丹药全归你们。丹药，这可是刀口舔血的帮派最稀缺的资源，有了丹药，就能培养出更多的高手，就能抢占更多的地盘。严老先生真是大手笔，说吧，想让我们杀谁？帮我杀一个炼药师，名叫叶长生。这个名字听起来有些耳熟。前阵子派去抢劫百草阁的那几个兄弟突然被人劫杀了，知道是谁干的吗？回二当家，好像就是这个叫叶长生的，现在是百草阁客卿。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正愁找不到机会去探探那个老头的底，现在倒好，有人主动送上门来买单了，新仇旧恨正好一起算。好，严老先生，请坐，咱们来商量商量该怎么审。这枚雷脉丹的效果极好，不仅彻底稳固了之前强行提升的境界，还让他百尺突破到炼气境7层境界，还差一步就能到8层了。别人修仙都是驻颜有方，这老家伙倒好，直接返老还童了。顾姑娘，一大早盯着我看什么呢？没看什么。你今天有什么打算？炼丹、修炼、吃草。吃草？年纪大了，多吃点素对身体好。怎么，百草阁又遇到麻烦了？我想问问你，今天能不能陪我去一个地方？百药谷。百药，一听这名字就是个宝地，至少也得漫山遍野长满100种灵草吧？对于我这个极度渴求资源的穷鬼来说，这简直就是致命的诱惑。就咱俩这关系，去女澡堂我都陪你。用你陪啊？只要灵药永转，挨几句骂算什么？既然要叫百药谷，里面的灵响品阶肯定不低。自己那只左手已经饥渴难耐了，只要能随便薅点羊毛，突破炼气8000，绝对有戏。这地方怎么看都不像是能长出灵药的风水宝地，连一丝灵气biến动都感觉不到。到了。顾姑娘，你说的百药谷，能告诉我它的全称吗？百味药师埋葬的山谷。怎么了？顾姑娘，在修仙界，我们一般管这种地方叫坟冢或者乱葬岗。你大清早报出来说带我来个好地方，结果你带我来上坟，我连早饭都没吃。这手法挺狠啊，多大仇多大怨。这里埋的就是你说的那个人才，百药谷这个名字，就是他们起的。是不是因为这名字误导的人太多，遭报复了？是被很多人怨恨上，所以死后都不得安宁。换做普通人早就又觉得毛骨悚然了，可我却觉得莫名的久违一种伤心感。仔细想想，我自己也在坟里躺了30多年，听着地下的虫鸣，感受着泥土的温度，这地方简直就像回了老家一样亲切。顾姑娘，这里埋着的是你？是我父母。
爹爹，女儿要走不动了，这次大概是最后一次来看你了。娘多少年回来看过了，最近我做梦总是梦到你。二丫10年前也修仙去了，家里现在好多孩子，好多人都陪丫头身边，可是丫头好想你。凡人如蝼蚁，100年岁月不过坛主一挥间。他当年被废了仙美，只能眼睁睁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变老，慢慢走向死亡。他平时习惯了自己扛着一切，突然被人这么护在怀里，第一反应居然不是拔剑，而是有一瞬间的失神。你不怕，爹爹在。这哪里是他那个满脸皱纹的90岁老闺女？刚才风太大，迷了眼睛。他活了这么大，还从来没被男人这么抱过，简直是占尽了便宜。叶长生，你再胡说八道，就把你埋在这儿。顾姑娘，这坟到底是怎么回事？多大仇能被破坏成这样？这丫头脾气还真是倔，明明是个娇滴滴的大小姐，非要干这种粗活。灵气外放，隔空御物，这老家伙对灵气的掌控力简直精准到了可怕的地步。行了，别用那种眼神看我，举手之劳而已。谢谢。这还是他第一次听到顾清堂道谢，平时那副冷冰的样子，现在看起来倒是顺眼多了。这东西看着卖相真不错，而且里面还蕴含着淡淡灵气，拿来当贡品简直是暴殄天物。原来是闹鬼啊！等等，闹鬼！顾姑娘，这地方是不是经常闹鬼啊？我都来这里多少次了，要是真的闹鬼就好了，哪怕只有1次，我也能再见他们一面。你现在抬头，说不定真的能见到。什么啊？什么也没有啊！你是不是觉得拿死人开玩笑很有意思？这些鬼东西只有他自己能看见，难不成是因为自己偷吃是死人犯遭报应了？这帮老鬼不会是打算组团掐死他吧？现场。各位，咱们有话好说。我就是肚子饿了，偷吃你们一块贡品，真不至于行这么大的礼吧？请求仙长救救我家孩子！气血充盈，生机旺盛，这丫头活蹦乱跳的。刚才掐自己腰下软肉的时候，手劲大得很，哪里像是有生命危险的样子？你们二老是不是在地下待久了，老糊涂了？你家闺女就在这儿跪着呢，好端端的连根头发都没少。仙长有所不知，清堂7岁年，我们夫妻2人就暴毙身亡了。外界都以为我们是外出寻药，遭遇了高阶妖兽，但实际上我们的死完全是被人精心算计的。这是有意思了，谁算计你们的？这么大的事，顾清堂难道一点风声都不知道？清堂那时还小，自然什么都不知晓。其实就连我们自己死的时候都是个糊涂鬼。我们被困在这片坟冢10多年，直到几年前的某一天，偶然听到有人来此地密会，这才知道当年害死我们夫妻的真凶。谁？黑牙帮，还有城主府的人。这消息可真是太劲爆了！黑牙帮在云山城本来就是个毒瘤，干些杀人越货的勾当一点都不稀奇。但城主府可是官方势力，表面上一直维持着秩序和公正，这2家居然被背地里穿一条裤子，还联手害死了百草阁的掌柜。这情报的价值简直难以估量，要是运作得当，绝对能敲出一笔天大的好处。就算他们害死了你们，也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他们一直没对顾强动手，为何你们现在突然说他们要害死你们孩子？他们准备在彻底夺下百草阁的掌控权之后，就斩草除根，杀了我的孩子，或者把他绑架到黑牙帮，给那个老贼当小妾。仙长，只要您肯出手相助，我们绝对不会让您白忙一忙。此地埋葬的全都是历代惨死的药师和丹师，他们脑子里记载着成百上千的丹药秘方和无数珍贵的药草知识。我们已经商议过了，只要仙长愿意庇护清堂，我们愿意将这些知识全部传授给您，绝不私藏。我们别无他求，只求先生能护他周全。实在不行，您就算强行把他绑走，带他远离这个是非之地都好，只要他能健康活着，
我们夫妻二人就算魂飞魄散也心甘情愿。上百位药师的丹方和知识，这简直就是一座移动的宝库。有了这些东西，在炼丹一途上绝对能省几十年的苦功，这报酬太丰厚了。更不说了，二位这叫什么话？以我跟顾姑娘的过命交情，就算没有任何报酬，我也会拼死保护她的安全。我叶某人行事向来重情重义，我可绝对不是冲着你们那些丹方和药草知识来的哦。你们可千万别误会，虽然他看不清，但他绝对从这些老鬼的脸上看到了一抹心照数宣的笑容。多谢仙高招引。直到这一刻，他才彻底明白过来，自己今天之所以能撞见这些鬼东西，根本没有任何巧合，完全是因为左手这颗变态的灵种在发力。这玩意儿不仅能给死物复灵，居然还能直接吸收魂体献祭的记忆和力量，简直霸道到了极点。这帮老鬼炼丹是真猛啊！100多号人，几百年的炼丹知识传承，无数次炸炉失败总结出来的控火经验，成百上千种偏门甚至失传的古老丹方，这简直比云淼宗外门丹院的藏书阁还要生猛10倍。这哪里是什么孤魂野鬼，这分明是一群闪闪发光的财神爷！你怎么这么好心了？这家伙向来是无不起早的主，你显行字尽头抽桃心算。都是炼丹界老前辈，理应多多尊重一下。这家伙虽然嘴上没个正经，骨子里倒还算个讲究。怎么了？我觉得你应该再磕几个头。刚才已经跟我父母磕过了。我是说，你应该给所有墓碑都磕一个，毕竟这些都是你家的先祖。我总不能说这些老鬼刚刚把毕生绝学都传给我了吧？既然拿了人家这么大的好处，让顾清婷这个百草阁的后辈给他们磕个头，也算是替这些老鬼讨个心理安慰。也对。要不然咱俩去别的地方再逛一逛吧。为什么？现在百草阁来了一个我非常不想见的客人，城主府二公子。城主府的二公子居然大摇大摆走百草阁里当贵客，顾清堂如此反感。那群老鬼说过，城主府和黑牙帮的最终目的是彻底吞并百草阁，并且要在事成之后斩草除根，把顾清堂绑去给黑牙帮帮主当小妾。这个二公子现在频繁出入百草阁，绝对没安好心，十有八九是来探术士或者施加压力的。这丫头现在还被蒙在鼓里，根本不知道里面坐着是杀父仇人一派。但现在就算将事情说出来，也没人相信，甚至会反手跟城主府结下梁子。现在绝对不能。你想去哪儿？去一趟黑市吧，我想去买一些东西。也好。去哪边？不去丹药区，去灵宝和法术区那边看看。请问有没有品质比较不错的匕首？有，前几天我还刚打了一把，要不要？都是些凡物，用的材料也全都是凡间的精铁和百烂钢，连一丝灵气都没有。不过用来对付普通的武夫或者低阶修士，倒也勉强够用。金刚短造，淬了3次火，削铁如泥，不敢说，切金断玉绝对没问题。这把还挺锋利的，那就选这把了。再可虽然买个匕首做什么，但还不至于让堂堂大小姐亲自上阵肉搏。保密。保密？不对劲。从刚才离开铁匠铺开始，就有道极其隐晦的视线一直粘在他们身上，这种感觉他太熟悉了。前世在修仙界摸爬滚打，无数次生死边缘的徘徊，早就让他对危险的感知刻进了骨子里。对方极其警觉，躲避的动作非常熟练，绝对不是普通的街头混混。去百妖谷的时候，周围干干净净，没有任何尾巴，偏偏是进入黑市之后，这几道视线才突然冒了出来，而且数量还在悄悄增多。是黑市本身的眼线，还是城主府和黑牙帮的人已经盯上了他们？虽然隐蔽，但并没有明显的敌意和杀气，更多的是一种监视和探查。看来对方暂时还不打算动手。既然如此，那就先装作不知道好了。现在敌暗我明，打草惊蛇绝对是最愚蠢的做法。这绝对不是普通的玉石，里面蕴含着某种极为精纯的水系或者冰系灵气，甚至有可能是某种残破的灵。周围的镯子全都是凡品，这老头显然是个不识货的，把这件宝贝当成了普通的破玉镯混在里面卖。老板，这个镯子多少钱？5两，就这破成色，上面还有划痕，你抢钱啊？这样吧，我给你15两，这2个镯子一起给我。故意把价格抬高，把重点放在那个白玉镯子上，给人一种他其实是看上了那个白玉镯子，拿青玉镯子当天头的错觉。在黑市混这么多年，什么样的人没见过？
这小子主动加钱，说明白玉镯价值不菲，是古董，想捡漏。不行，你小子眼光倒是毒。第二个镯子可是我祖传的宝贝，卖50两，少一个铜板都不行。50两？你这老头怎么不去抢？唉，算了，我现在身上钱不够，就先买第一个吧。就5两，你爱卖不卖？一个破烂货卖了5两，还保住了价值50两的祖传宝贝，今天真是赚大了。行吧，行吧，算我吃点亏，卖你了。老板，这镯子多少钱？50两，祖传的宝贝，概不还价。呸！什么破玩意儿？破镯子卖50两，这老头穷疯了吧？叶长生满脑子都是修炼和算计，他自己肯定不戴手镯，更何况这明显是一只女士镯子，那就只有一种情况，他是给某个女人买的。他会送给哪个女人呢？百草阁里的女人，还是他在外面认识的其他女子？我们接下来去哪边看看？这镯子送给你，拿着吧。为什么给我买？这丫头怎么突然这副表情？难道是嫌弃这镯子太破了？完全没有道理啊！瞅你这妞挺俊，就想买给你。他怎么也没想到叶长生嘴里居然会蹦出这么一句轻佻的。我花了5两银子，不心疼。5两银子而已，少吃几顿肉就省出来了。今后1个月，别啊！暂时就不放油怎么吃？替你省钱。随你便吧。炼气3层，只是戴上个镯子就能冲到3层境界，人比人气死人啊！我这拼死拼活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修炼，人家倒好，随随便便一个5两银子的破镯子就直接起飞了。难道我喜欢上他了？你看着我干什么？没什么。你脸怎么这么红？寒气入体，发烧了？啊，你别过来！我喜欢上他了。这个念头一旦纯生，如同野草一般在心里疯狂生长。怎么办？光是跟在他身边走着，心脏就一直砰砰狂跳，根本停不下来。这丫头肯定是飘了，绝对是仗着自己有了修为开始狂起来了。刚才戴上镯子直接冲到炼气3层，体会到了修仙者的力量。现在看不起我这个苦哈哈的底层散修了，一个炼气境3层就这么装，连看都不屑看我一眼了。这要是让你修炼到断体境，你还不得直接上天？自己辛辛苦苦在废丹房里苟延残喘，这丫头拿个5两银子的破镯子就起飞，起飞就算了，居然还敢在我面前摆谱，简直岂有此理！必须要敲打敲打。你要干嘛？才炼气境3层，别狂！他摸我脸了，他居然捏了我的脸！为什么要摸我的脸？难道他也对我有意思？肯定是这样，不然他怎么会做出这么轻易的举动？你今天去哪儿了？一向沉稳端庄的百草阁阁主，泰山崩于前都能面不改色，今天为何会是这副失态的样子？去了一趟百药谷，怎么了，姑姑？刚才城主府那边来人了，城主府的2公爷萧复芳亲自来见你，带了整整10车的重礼，点名道姓要见你，说是要商讨一下你的婚。姑姑，这件事先不要在这说，我根本不。城主府2公子提亲，关他屁事？他现在满脑子都是怎么弄到更多的废丹，怎么把修为提上去。这种大家族的联姻戏码，他一点兴趣都没有。不过，他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顾清堂现在是他和百草阁合作的唯一纽带，自己需要的那些废丹和灵药，全靠顾清堂去操作。如果顾清堂嫁去了城主府，百草阁肯定会换人跟他对。新来的人还能不能像顾清堂这么好说话？能不能继续给他提供那么多废丹？这都是未知数。清堂，你怎么有修为了？我怎么可能有修为？从小到大，姑姑顾婉舟一直严厉禁止我接触任何修行功法。百草阁里上上下下的护卫、掌柜，哪怕是跑堂的伙计，多少都懂点吐纳炼气之法。唯独我这个少阁主，连最基础的引气诀都没看过一眼。姑姑，你是不是搞错了？我从来没有修炼过啊。刚才那一瞬间的灵力反震绝对做不了假。
怎么可能搞错？你现在的境界明明白白就是炼气境3层，你周身环绕着这么浓郁的一层灵气，难道你还说不知道自己的修为？这就是灵气，这就是炼气境3层。看来这丫头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顾阁主，这件事怪我。什么意思？那是我们在黑市上买的，我看那镯子材质特殊，本意是想买来给他防身用，结果他戴上之后，镯子里的寒气一间倒灌，他的境界直接冲到炼气境3层。顾阁主，我有一件事不明白，顾清堂身为百草阁的少阁主，为什么不能修炼？凡人寿命不过短短100年，修士一旦踏入仙途，寿命可延长200载甚至更多。他有了修为，对百草阁的传承来说，难道不是天大的好事吗？这个问题从小到大问过无数次，每次都被姑姑严厉的敷衍过去。今天，他也想知道真正的答案。其实这件事跟清堂的父母有关。当年我哥哥和嫂子跟城主府那边的人私下立过一个约定，等清堂他踏入修行之路有了境界，就必须嫁到城主府，并且百草阁的所有内务都要由城主府的人来。什么？原来这就是姑姑一直不让他修行的原因。只要他是个凡人，这个约定就不会生效，百草阁依旧能保住独立，他也能自由自在的活着。一旦他有了修为，城主府就会名正言顺的接管百草阁，顺便把他也吞并进去。这根本不是什么婚约，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吞并。换做以前，他对嫁人这种事毫无概念，嫁给谁都无所谓，毕竟那是父母定下的规矩。为了百草阁，他可以牺牲自己。但是现在，他是10000个不想嫁。他脑海里全是在黑市里叶长生拉着他手腕的画面，全是他捏自己脸颊时的温热触感。他绝对不要嫁给别人。可我不想。行了，清堂，你今天跑了一天也很累了，先回房去休息吧。这件事我们明天再说。顾阁主，现在有时间吗？可否单独聊一聊？叶可可，请随我来。外界对于我哥哥嫂子的死一直众说纷纭。顾清堂的父母到底是怎么死的？有人说他们是遭遇了高阶妖兽，有人说他们是惹不该惹的仇家，但实际上，当我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是2具冰冷的尸体了。当时是城主府的人出面帮忙营救，也是他们把尸体带回来的。城主府帮忙营救，这么巧？坊间一直有流言说清谈父母的死根本就是被城主府所害，目的就是为了尽早促成那个约定，好名正言顺地吞并百草阁。但我只能把这些话当成玩笑，绝对不能放在心上，更不能去查。城主府的势力极其庞大，远在百草阁之上。如果真的将这个传闻当真，跟城主府彻底闹翻，那么百草阁上上下下几百口人绝对没有好日子过。顾虑很现实，作为阁主，我必须权衡利弊，不能凭着一腔热血去送死。那你呢？抛开传闻，你怎么认为？我当然觉得没有这些阴谋论。当时尸体被城主府的人送回来，我亲自带人连夜做了一遍检查，尸体经过了百草阁最严密的尸检，没有任何被人谋杀的迹象，连一丝多余的暗伤都找不到，死因确确实实是遭遇了高阶妖兽的袭击。你难道要让我凭着坊间几句毫无根据的传闻去跟城主府拼命吗？百草阁上下几百口人的性命都在我手里，我是阁主，我必须为活着的人负责，我赌不起。城主府的势力确实庞大，但行事作风未免太急躁了一些，越是掩饰的完美，越说明背后有鬼。顾清堂有了修为后得嫁入城主府，这一点我完全能理解。大势力之间通过联姻来巩固关系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有一件事说不通，为什么城主府要强行插手百草阁的经营权？联姻归联姻，夺权归夺权。城主府既然已经是云山城的土皇帝，何必急着把手伸进百草阁的账本里？吃相未免太难看了吧？因为百草阁的生意从来不局限在云山城。前些年我哥哥嫂子还在的时候，百草阁的丹药势力发展的极其迅猛，我们阁内炼制出的丹药质量极高，完全比得上外面那些修仙宗门出产的丹药。正因为丹药质量好，经常有很多外面的宗门修士大老远跑来跟我们合作。清堂的父母性格豪爽，借着生意的机会结识了许多实力强大的修士大能，百草阁的名声也越来越响亮。他太熟悉这种套路了。修仙界向来是弱肉强食，一个没有绝对武力镇压的商会，偏偏掌握着极其丰厚的资源和人脉，这无疑是小儿抱金砖过夜市。对于城主府那边来说，百草阁逐渐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受他们控制的庞大势力，他们害怕了，
他们担心百草阁有一天会借助那些宗门大能的力量反客为主，直接掀翻城主府的统治。所以他们才逼着我哥哥嫂子立下那个约定：如果阁主的独生女踏入修行之路，就必须嫁入城主府，并且城主府要全面插手百草阁的内务和经营。如果不答应，他们就要动用一切手段将百草阁彻底赶出云山城。赶出去就赶出去，以百草阁当时的人脉和底蕴，换个地方照样能东山再起，何必受这种窝囊气？哪有那么容易？最关键的是，地小是百草地界几条好汉极其特新，多少极其珍稀的高阶灵草只能在云山城周边的地脉里生长。一旦离开这里，百草阁引以为傲的丹药生意就断了源头，那些高阶丹药根本炼制不出来。没有了丹药，那些宗门的谁还会看我们一眼？绝对不能被赶出云山城。这简直就是明抢！可顾清堂的父母竟然还真的妥协，永远换不来和平，只能换来对方得寸进尺的压榨。早知道在白药谷的时候顺势踹他们一脚了。踹谁？没事，我说这门亲事看来没那么容易被踹开呀。那是自然，城主府盯这块肥肉盯了10几年，怎么可能轻易松口？本来我一直故意压着不让清堂接触任何修行功法，想尽办法拖延时间。只要他是个凡人，这个约定就永远无法生效。我就盼着能拖到城主府那边更改主意，或者百草阁能找到别的靠山。结果今天倒好，清堂莫名其妙就有了修为，直接到了炼气境3层，这下连瞒都瞒不住了。城主府在黑市到处都有眼线，估计明天一早消息就会传到萧白香的耳朵里。不对啊，让顾清堂突然有了修为的源头，就是眼前这个男人买回来的那只青玉镯子。顾魔主，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那镯子真是个意外。叶可卿，你送的好礼呀，直接把百草阁推到了悬崖边上。这事儿确实是我没考虑全，当时只想着帮顾清堂提升一下自保能力，顺便还个人情，谁能想到背后还牵扯着这么大一个烂摊子。百草阁现在是他的重要资源点，他需要这里的药材来炼制灵验，需要这里的渠道来收集废丹，顾清堂更是他极其看重的合作伙伴，他绝对不可能眼睁睁看着百草阁被城主府吞并，更不可能看着顾清堂被逼着嫁给那个什么萧芳芳。事情是他惹出来的，那就由他来解决。他活了2辈子，最不怕的就是麻烦。要不然我给你出个主意。哼，事到如今还能有什么主意？你能让清堂的修为散掉吗？还是你能让城主府主动放弃百草阁？什么主意？说来听听。很简单，灭掉黑牙帮，废掉城主府，然后让百草阁在云山城一家独大。灭掉黑牙帮，这简直是天方夜谭。黑牙帮盘踞云山城多年，手下亡命徒无数，连百草城主府更是根深蒂固，府内高手如云泉。他一个刚刚当上客卿的老修，竟然大言不惭地说出这种话，他彻底疯了。叶道友，你来百草阁这些天，想必也看明白了，百草阁在炼丹和做收山上确实是一把好手，但是在打打杀杀这方面，我们完全没有实力。至于你刚才说的事，我只能当做没有听见过，也请叶道友以后不要再提。此事绝无可能，你不必再提。隔墙有耳，一旦这种大逆不道的话传出去，百草阁立刻就会迎来灭顶之灾。有我帮你，这件事就能达成。就凭他一个人想要挑翻云山城的2大势力，这已经不能用狂妄来形容了。但我有个条件，倘若我帮你将百草阁在云山城真正站住脚，彻底拔除掉那些隐患，之后百草阁的利润我要拿走1半，当然经营权还是在你手里。当初请叶长生成为百草阁的客卿，他是觉得他一手绝妙的炼丹本事能够变废为宝，能够一眼看穿3品丹的底细，他愿意拿百草阁的资源去结交这个人，把他当成百草阁的摇钱树和护身符。但现在他居然大言不惭地说要帮助百草阁达成一个根本不可能的目标，甚至还狮子大开口要拿走整整1半的利润，这简直荒谬到了极点。叶道友，如果你是在开玩笑，我就当你没说过；如果你是认真的，我只能说……顾魔主，你真是炼丹炼傻了。他掌管百草阁这么多年，还从来没有人敢当着他的面这么骂他。都要被人踩到头上拉屎了，你却还在固守一方，还想着退一步海阔天空。他活过怎么自己还没说什么，叶长生反而先声夺得残酷。修仙界从来没有退让求全的道理，只有把刀架在别人脖子上，别人也跟你讲规矩。顾晚舟这种商人思维，在绝对的武力压迫面前根本不堪一击。
顾清堂修为的事情，你以为能瞒多久？云山城人多眼杂，就连你百草阁也不是铁板一块，迟早会被有心人看出来。你拒绝不了城主府，那么他早晚都要嫁入城主府。城主府费尽心机定下那个约定，你以为只是为了娶个媳妇儿？他们要的是名正言顺，要的是插手百草阁的经营权。一旦顾清堂嫁过去，之后几年，城主府必然会仗着她是前阁主独女的身份，慢慢揽过所有的经营权。到时候，你顾晚舟就徒有一个阁主的虚名，实际上狗屁不是。整个百草阁上下几百口人，全都得看城主府的脸色行事。你费尽心血保住的家业，连骨头渣子都会被他们嚼得干干净净。叶长生这番话，算是结结实实说到了他的心坎上，扯下了他一直以来用来遮掩恐惧的遮羞布。他何尝不知道城主府的狼子大信，何尝不知道顾清堂嫁过去会是什么下场？他只是不敢去深想，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对方绝对没有在开玩笑，这个男人敢这么说，就一定有着他无法想象的底牌和手段。一半的利润固然让人肉痛，但如果连百草阁都保不住，利润又有什么意义？被人吞并和分出一半利润，这笔账他还是算得清的。请先生指点。这个狗日的叶长生，老子就说派去劫道的几个兄弟怎么会无缘无故断了音讯？原来是折在这个老王八蛋手里了。二当家何必生这么大的气？这叶长生其实早就查清了那两人的底细，他知道那是你们黑牙帮的兄弟，却偏偏要把脑袋摆到城主府大面立威。严先生，你是个读书人，脑子比我们这些粗人好使，你有何高见？这有何难？他躲在城里，我们把他弄出来不就行了？弄出来？那老狐狸精明得很，怎么可能乖乖出城？过几天我会亲自带着一批珍贵药材登门百草阁，以交流丹道和切磋炼丹术为由，邀请他参加一场城外的私人丹会。只要他出了云山城的城门，到了荒郊野外，剩下的事情就不需要我教二当家了吧？严先生的意思是，我们在半路上直接把这老东西给宰了？不错，你们提前把人手埋伏在出城的必经之路上，记住，人一定要多，千万不要掉以轻心。这叶长生虽然看起来老耐，但修为底线很深，实力绝不简单。如果去的人少了，真容易被他找到破绽逃脱。严先生未免太高看那个老不死的了。我黑牙帮在云山城地界混了这么多年，连筑基境的修士都敢碰一碰。我打听过了，这叶长生满打满算也就是个炼气后期的修为。对付这种半截身子入土的老修，我随便派几个断体境的弟兄过去，就能把他剁成肉酱。二当家，叶这多是有幽香那股邪门妥协的。这老头贼用精得很，一旦被他撕开一条逃回城里，把事情捅到城主府那里，你我都吃不了兜着走。就算他去城主府告状又如何？死人是不会说话的。不过严先生既然这么不放心，我就多调1倍的人手，保证把这件事安排滴水不漏，绝不让他活着看到明天的太阳。这哪里还是那个半截身子入土的糟老头子？这分明是一个正值壮年的修士。返老还童，这绝对是返老还童。一个将死的老修，怎么可能在短短时间内发生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除非他手里捏着某种绝世丹方，或者极其罕见的延寿灵药。工厂那群莽夫懂什么？他们只知道打打杀杀，根本不明白眼前这个老东西身上藏着多大的宝藏。如果叶长生真的掌握了某种能够返老还童的绝世丹方，那这丹方的价值简直无法估量。只要把这丹方弄到手，他严嵩河在整个九州修仙界的地位必将一飞冲天。你是叶长生？
严先生这话问得好生奇怪，只是短短几天不见，严先生难道把我忘了不成？不，叶先生误会了，严某只是太过好惊讶，你这突然变得年轻许多，难道是炼制出了能够返老还童的绝世神丹？这老狗的尾巴都快翘到天上去了。严先生说笑了，这世上哪有什么返老还童的丹药？若真有那种神物，我叶某人早就飞升仙界了，还能窝在这小小的云山城里？不过是我最近换了种养生功法，又多吃了几顿滋补的灵膳，气血稍微充盈了一些，显得样貌有些变化罢了。严先生身为3品炼丹师，总不会连这点眼力见都没有吧？养生功法，滋补灵膳，糊弄滚去吧！真当他是第一天出来混修仙界了？什么功法能让人在几天之内把干瘪的皮肉重新填满？原来如此，叶先生这养生之道确实令人叹为观止。看来严某以后得多向叶先生请教请教了。不管叶长生是真有丹方，还是有什么特殊机缘，今天都必须把这老东西弄出城去。只要到了黑牙帮的包围圈里，有的是手段。到时候既能拿到还老还童的法门，又能借黑牙帮的手除掉这个心腹大患，简直是一石二鸟的绝妙好计。叶先生，其实严某今日登门，是专门为你而来。哦，专门为我？严先生这话倒是让我有些受宠若惊了。是这样的，我跟临近几座城池的几位老丹师，在城外的清风道观举办了一次私人的闭门丹会，能参加的都是咱们丹道圈子里有头有脸的人物。先前在黑市司局上，叶先生看丹断药的本事出众，严某回去之后也是深感佩服，所以这次特意争取了一个名额，想邀请你一起前往清风关。这次丹会规格极高，我们几个老骨头也会拿出各自珍藏多年的绝密丹方，大家相互交流印证，只求叶先生能赏个脸，到时候也给我们的丹方指点一二。综合这番话说的滴水不漏，既捧高了叶长生，又抛出了绝密丹方作为诱饵，换做任何一个对丹道有追求的修士，恐怕都很难拒绝这样的诱惑。只可惜，他今天面对的是叶长生，一个早就把他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的人。严先生确定是邀请我出城？我伪装的极好，他绝对不可能看穿。那是自然，清风观就在城外30里，风景秀丽，最适合我们丹师静心交流。叶先生若是准备好了，我们现在就可以启程。看来我猜的没错，跟黑牙帮勾结的那个内鬼就是这位严大丹师。可惜了，这严嵩河在云山城一带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如果不动这些歪心思，安安分分做他的3品炼丹师，本来还能受人敬重。严嵩河临死前怎么也不明白，叶长生到底是什么时候看穿了他的计划。我从来不知道严嵩和黑牙帮有勾结。你早就知道是他？我从来不知道严嵩河跟黑牙帮有勾结，这老东西平时伪装的太深了，满口的丹道仁义，谁能想到他背地里干着杀人越货的勾当？我之前把那几个黑牙帮余诺的首级割下来，连夜扔到城主府的大门外，是个为了引黑牙帮上弓的饵。我算准了黑牙帮咽不下这口气。大哥，那绝对是百草阁的车，里面坐着那2个身形，跟严嵩河和那个姓叶的老东西一模一样。兄弟们都等不及了，咱们现在就动手吗？冲下去乱刀砍死那老狗！急什么急？二当家出门前怎么交代的？二当家的意思是，让咱们先跟着这辆马车，一直跟到锦山山脚下，到了那种荒无人烟的地方再动手。需要这么麻烦吗？咱们这么多人，冲下去一眨眼的功夫就能把事情办完，何必做贼似的跑那么远？哼，你这脑子懂什么？二当家这是深思熟虑。这里离云山城太近了，如果我们在这里动手，一旦弄出太大的动静被人发现，大乔生必会去烧出咱们杀死了百草阁的客卿，城主府迫于压力派人围剿，还是二会给帮里惹来天大的麻烦。那咱们就进邪山，再把他们剁成肉泥。
按时间算，那帮小崽子现在应该已经杀完人了。一个刚踏入断体境的老废物而已，能有多大能耐？派出去了一大半的兄弟，还有严嵩和那个老狐狸做内应。这要是还拿不下，那黑牙帮以后也不用在云山城地界混了，直接解散回家种地得了。当家的，山道那边传来消息了。怎么样？事情办得利不利索？那老东西的脑袋砍生的人头，在群松河那里敲一笔丰厚的丹药，这买卖简直稳赚不亏。怎么回事？哪里来的爆炸？这动静简直要把山都炸平了！你是谁？这老东西明明应该在去锦山的马车上，怎么会突然出现在黑牙帮的老巢，还伪装成了帮里的弟子？听见刚才那声炸响了吗？你派出去埋伏的那些帮派弟子，大概已经死得差不多了。怎么可能？这老东西不是个半截身子入土的废物吗？怎么会变成这样？外面的爆炸又是怎么回事？这东西一旦触发，产生的爆炸威力丝毫不亚于筑基境修士的全力一击。只要黑牙帮那群蠢货像饿狼一样扑上去掀开帘子，灵气阵法就会瞬间引爆，把他们连人带马炸成漫天碎肉。你怎么知道我们的计划？很难猜吗？你们黑牙帮的人脑子了耍打杀杀，还能装得下什么计划？真以为严嵩和那个老废物能算计到我？被敌人带入草长城，你便欺人太甚！老子就算是死，也要拉你垫背！太慢了。从你的死开始，我会一点一点把你们黑牙帮彻底肃清。对了，你叫什么来着？算了，死人的名字不重要了。听说了吗？昨天夜里锦山山道那边出大事了。怎么没听说？动静那么大，半个城的人都被那声巨响惊醒了。听说是在山谷里面不知道哪里埋了大量的烈性火雷，把山道都炸塌了半边。火雷算什么？关键是死的人呐！我今早去城门那边看热闹，听几个守城士兵在那吹嘘，说是他们城主府的人早就盯上了黑牙帮，昨晚直接设了个局在山谷里，把黑牙帮的精锐给一锅端了。我的天，真的假的？黑牙帮那些人可都是亡命徒啊，全没了！千真万确，足足6、7、10具啊，全都被炸得拼都拼不起来。听说城主府的士兵去收尸的时候，拉了整整10多辆板车，这也太猛了吧！这黑牙帮平时在城外嚣张跋扈，劫了多少商队的道？百草阁的药车都被他们劫过，现在总算是有人出手整治这帮毒瘤了。城主府这次可是立了威了。这下黑牙帮怕是元气大伤，以后在这云山城地界，他们得夹起尾巴做人。真好看。你受伤了？别人的血，我答应了你的父母，今后会照顾你，绝不让你在这云山城里再受半点委屈和拘束。我原本的意思，父母的死因，准备把黑牙帮和城主府连根拔起，彻底扫清百草阁的障碍，让你能安安稳稳的当这个少阁主。答应我父母，照顾我，这算什么？求婚吗？他这是在向我求婚吧？吞下10几颗4品丹药，味如丹药池气血碾碎，灵气奔涌，炼气境9层，几乎没有任何阻碍，那层窗户纸被瞬间被冲破。我要趁着这股药力直接冲开那道困扰了我2辈子的天墙。断体境，只有踏入断体境，他才算真正摆脱了那该死的10年死线，才算在这云山城有了真正掀桌子的底气。给我破！还差一点，灵气够了，气血也够了，但就是差那临门一表的锐气。不行，还差一道外力，单靠自己硬冲，今天恐怕是过不去了。如果强行突破，很可能会伤及根本。他怎么了？就是所有灵气还没懂我风水，疯狂现在！断体境1层成了。
真是造化弄人。他算计了那么久，准备了那么多底牌，最后这临门一脚，居然是这个傻丫头无意间帮他踢开的。你突破了。顾姑娘，你今天真是帮了我天大的忙，我欠你一个极大的人情。真的吗？真的。人情怎么办？好想用这个人情让他吻我一下。不行不行，你疯了吧？人情怎么能这么随便用？可是他昨晚都已经求婚了啊，现在抱也抱了，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难道还要我一个女孩子主动开口吗？叶长生，都这个气氛了，你快亲我啊！这老男人的心思根本就没在风花雪月上，感觉自己就像个自作多情的傻子。最让我激动到差2天长啸的是那一直悬在头顶的死亡倒计时终于被狠狠地拨慢了。寿命，我甚至感觉到自己的寿命增加了起码50年。50年啊！对于那些动辄闭关100年的大能来说，50年或许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于一个前几天还在为了10年死线而发愁，天天在生死边缘疯狂淘气的老修来说，这50年简直就是一笔天降兑款。他终于不用再像个被狗撵的兔子一样为了活命拼命算计了。叶长生，你刚才看着我，有没有什么想法？什么想法？刚才自己突破断体境，气血爆发灵化作气浪，这位少阁主就直接被掀飞了。要不是自己反应快，一把将他拉住，他现在估计已经摔得鼻青脸肿了。肯定是这丫头觉得委屈了，人家好心好意拿手帕给自己擦汗，还无意中帮自己突破了境界，结果自己不仅没道谢，还差点把人家搞毁容，换谁不生气？我发现顾姑娘最近变得漂亮不少。这算什么？这是在回应自己刚才的期待吗？还是说他其实也对我有想法，只是刚才不好意思表现出来？油嘴滑舌。果然，不管是凡俗界还是修仙界，夸女人漂亮永远是万能公式。叶先生，阁主请您过去一趟。顾晚舟找我，八成是跟黑牙帮那件事有关系。昨晚他直接把黑牙帮的工厂给剁了，工厂一死，黑牙帮和城主府那边肯定会有动作。顾婉瑜这时候急着找他，肯定是局势有了新的变化。好，我这就去。这酒香极其醇厚，显然不是什么普通的矾酒，而是用灵果酿造的佳酿。但更让他纳闷的是那乱哄哄的嘈杂声。这里可是顾婉幽的私人住处，平时除了几个贴身侍女，连个飞虫都不敢大声嗡嗡。今天怎么跟菜市场一样热闹5回头啊，666！这可是百草阁，云山城最大的商会之一。大白天的，员工集体在老板院子里聚众拼酒，简直离谱到家。大白天喝酒，谁让喝的酒？差点没认出来。我让的，高兴就得喝酒，来，一起喝酒。这女人受什么刺激了？难道是黑牙帮打过来了，在这喝断头酒？堂堂百草阁阁主，怎会如此放纵自己？在印象里，顾晚舟就是一个没有感情的赚钱机器和权力平衡大师。他走的每一步棋，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像今天这种完全不顾形象、放飞自我的行为，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在他身上。事出反常必有妖。顾阁主，这不是你平时做事风格，怎么今天喝上酒了？我不能喝酒吗？我接管百草阁已经10年了，我也才是个30岁的宝宝啊！想痛快一次不行吗？想当年顾晚舟接手百草阁的时候才20岁，为了能将百草阁维持下去，他简直是咬着牙在拼命。当时老阁主刚走，百草阁群龙无首，所有人都觉得他是个好拿捏的软柿子，变着法的欺负他这个刚刚上任的新阁主。内部掌柜杨凤因为外部势力虎视眈眈，对内可以狠，对外呢？面对城主府的盘剥、黑牙帮的骚扰以及其他商会势力的欺压，顾晚舟根本没有掀桌子的底气。这种终日对百草阁的操劳，简直是在透支生命。明明有了修为，按理说完全能保持20岁的容颜，
可此刻他卸下了平时的端庄如伪装，在酒精的作用下，眼角的疲态和眉宇间的沧桑根本掩盖不住，那憔悴的模样苍老的像是40岁。黑牙帮咽不下这口气，今后会用尽一切办法对付程主府。这通告贴得满大街都是，显然黑牙帮这次是真急眼了。你看，现在他们中了你的圈套，开始狗咬狗，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我们坐着看戏就好了。难怪这女人今天跟疯了一样，原来她大白天喝酒居然是这个原因。压在她心头10年的2座大山，程主府、黑牙帮，终于因为昨晚我的一波极限操作彻底撕破了脸皮。10年了，她终于不用再每天提心吊胆的在两边陪笑脸了。是啊，她从20岁苦苦支撑百草阁，别看平时处老练稳重，但归根见底内心的少女风姿还是有一些。这种大仇得报、拨云见日的痛快感，换谁不迷糊？这女人确实不容易。顾阁主，这枚复颜丹送给你，今晚8点服用即可。一时间也想不起来这丹什么药效，肯定是好东西。其他的别说了。陪我喝酒，把我灌断片儿，让我今天忘记我是谁。这要求简直离谱。本来想拒绝，但看这架势，今天这顿酒是躲不过去了。行吧，就当是陪老板团建了。行，喝。这种修为蹭蹭往上涨的感觉实在是太爽了。顾清堂怎么在我怀里？昨晚不是在顾晚舟的院子里喝酒吗？难道是顾清堂看自己喝醉了，把自己扶回了小院？这小丫头还挺贴心。等等，这身段，这曲线，完了，喝大了！不能慌，趁着他还没醒，只要自己不动声色的抽身离开，神不知鬼不觉，这事儿就算翻篇了。万幸，什么都没发生。这件事你得给我解释了。昨晚大概有心理回事，我相信你没动我。老板就是老板，格局还是有的。阁主明鉴，叶某昨晚确实是喝多了，完全不记得发生了什么。行了，别说了，趁着清堂和外面的丫鬟们还没起，你赶紧走。要是被人看见你从我房里出去，我这百草阁阁主名声还要不要了？多谢阁主理解，叶某告辞，今后绝不再提半字今日之事。顾晚舟啊，顾晚舟，你真是疯了！堂堂百草阁阁主喝得烂醉如泥，还拉着一个男人同床共枕。他已经多久没有跟这么一个男人交心过了？自从接管百草阁以来，他每天面对的都是算计、试探、尔虞我诈。在这个吃人的云山城，他必须把自己伪装得清澈坚不可摧。他想起来自己20岁的时候，那时的他还没有被重担压弯腰，曾经对一个男人有过好感，但也仅仅是好感而已。二人的交情其实也就是见面能互相说上2句话的程度。那时的顾晚舟也是情窦初开，对未来有过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可是后来呢？后来老阁主出事，他临危受命，为了保住百草阁，为了不让自己有任何软肋，他亲手斩断了那点微不足道的情丝，跟那个人彻底断了交情。后来那个男人也变了，成了陈主府的2当家萧印狂。现在他早就对萧印狂没了半点感觉，只剩下防备和敌意。不对，一定是太久没有接触男人，一时间不适应了。他也常生算计起来比谁都狠，我怎么可能对他？错觉，都是错觉。自从成为阁主之后，日夜操劳，他发现自己日渐衰老，眼角的细纹，眉宇间的沧桑，怎么用脂粉都惹盖不住。从那之后，他就已经不怎么照镜子了。他害怕看到那个憔悴的像40岁的自己。复颜丹，难道是他的丹药起了效果？现在跟黑牙帮的关系彻底闹僵，都怪那群没脑子的士兵，为了屁大点功劳，竟然真的去缉拿黑牙帮的人。云山城的水有多深，只有他这个坐在城主位置上的人最清楚。那群底层卫兵懂个屁，光看着眼前的芝麻绿豆点大的功劳，直接把天给捅了个窟窿。爹，大喜事儿，天大的喜事儿啊！你又在外面惹什么祸了？爹，看您这话说的，我能惹什么祸？
我这可是专门跑来给您老人家贺喜的。您是不知道，今天咱们城主府的卫兵那叫一个神勇无敌，他们在街上逮住黑牙帮的那群匪徒，直接就是一顿乱杀，把黑牙帮的人弄死了大半，那场面主打一个热血沸腾，痛快啊！爹，现在外面的百姓对咱们城主府那是清一色的好评，走街串巷的老百姓都在夸您是青天大老爷，说咱们城主府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有这等民心所向。爹，您的地位绝对是更加稳固了。我看以后就算是云淼宗的那些大人物来到咱们云山城，也得对咱们客客快快的。今后就算是云淼宗，也得重视咱们城主府了。自己精明算计了一辈子，怎么就生出了这么一个清澈又愚蠢的没脑子玩意儿？这到底是谁的基因出了问题？大儿子天赋异禀，如今正在云淼宗修行，为人沉稳老练，那才是城主府真正的骄傲，才是能挑起大梁的前途所在。可是大儿子一心想到，这城主的位置100年之后，8成是要传给眼前这个傻子的。这要是让他当了城主，云山城怕是连城墙都得被人给拔了去。爹，您怎么不说话？是不是也被这惊喜给砸晕了？你简直就是个无药可救的家伙！自己得知这天天大的好消息，连口水都没来得及喝，第一时间跑来祝贺爹，怎么反而被劈头盖脸骂了一顿？这剧本走向不对啊！爹，您骂我干嘛？我做错什么了？蠢货！一个可以进云淼宗杂物库的蠢货！你觉得得到百姓可有可无的支持，跟黑牙帮为敌，这两个哪个对我们的坏更大？爹，这黑牙帮平时净给咱们添乱了，灭了些百姓支持的话，咱们以后加税还能多捞一笔钱。跟这个傻儿子交流，简直比对付黑牙帮还要耗费心血。加税，多捞一笔钱？你以为城主府养这么多兵，开销这么大，是靠街上那些卖菜的、打铁的交税养活的？我告诉你，城主府大部分的税款都是从那些商铺、大商户手里得来的。那他们既然有钱，咱们让他们多交点不就行了？哪有那么容易？那些商户一个个比猴都精，谁会心甘情愿把银子往外掏？因此，只要城主府武力够深，刀子够快，那些商户就不敢反抗。只要咱们能镇得住场子，不管加多少税，他们哪怕背地里骂祖宗，明面上也都得乖乖交出来。很有道理。那这跟黑牙帮有什么关系啊？咱们兵强马后的，杀了他们立威，不是正好能震慑商妇吗？哼，立威？拿黑牙帮立威？你真以为黑牙帮就是一群普通的街头混混，一群没背景的泥腿子？难道不是吗？我告诉你，黑牙帮可不一样。咱们城主府能在云山城立足，是因为背后是云淼宗在给咱们撑腰，但是黑牙帮的背后也有无极宗撑腰。无极宗？那个跟云淼宗不对付的大宗门？现在你明白事情有多严重了。本来双方暗地有着默契，我们不把他们逼上绝路，他们也不触碰我们的底线。两边的势力在云山城达到微妙平衡，谁也不想先掀桌子。结果这次那些卫兵出手，为了点蝇头小利，直接让黑牙帮损失了几十个弟兄，这平衡被打破了。这件事一定会惹怒无极宗。那无极宗要是生气了，会怎么样？会怎么样？如果对方派遣高境界修士来云山城找麻烦，哼，你以为咱们城主府这些府兵能挡得住人家一根手指头？到时候局面根本控制不住，我甚至还得向云淼宗求援。这事情一旦闹大，整个云山城就成了2个宗门的战场，咱们城主府第一个就要被碾成烽灰。虽然这小子蠢得令人放矢，但好歹知道害怕了。只要知道害怕，以后就能老实点，不出去惹是生非。太好了，爹！这么说，大哥就能回来了。脑瓜子嗡嗡作响，自己口干舌燥地分析了半天生死存亡的局势。这小子的关注点居然是大哥能回来。要是真到了向云淼宗求援那一步，怕是大儿子回来正好赶上给全家收尸。他终于意识到，刚才那个进云淼宗杂物库的喷货评价，对于这个傻儿子来说，根本就不是骂人的话，甚至可能是一种极高的夸奖。这不是在做梦吗？对，肯定是做梦。位置是大，可不必这么惊讶。今后我或许还有很多丹药要经过你们商盟。百草阁现在已经拥有炼出5品丹药的实力，到时候自然也少不了定期奉献1-2颗。啥玩意儿？百草阁已经拥有炼制5品丹药的实力，这要是真的，那云山城的天可就彻底变了。能炼制5品丹药的势力，别说在云山城，就算放眼整个大荒，那也是有资格成为黑市商盟排名前列的大客户啊！绝对不可能造假，绝对不可能造假！这可是货真价实的5品神物，
定期奉献1、2颗，听听这是人话吗？5品丹药论颗给就算了，还定期，还1、2颗。别说2颗了，就算叶长生只给他半颗，甚至是一层刮下来的丹粉，他魏某人都能半夜笑醒，然后爬起来给自己2个大嘴巴子，确认不是做梦，这哪是客卿啊？活祖宗！他现在都有想直接给叶长生跪下磕3个响头的冲动。怎么，魏只是觉得这笔买卖商盟吃不下？不，叶先生，您这话说的，我们商盟就算把底裤当了，也绝对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只是叶先生，按理说百草阁既然有了这么逆天的底牌，第一个要考虑的合作对象自然是我们商盟。可是云山城谁不知道百草阁少主顾清德跟城主府2公子有婚约在身，这事儿都已经快人尽皆知了。既然2家即将结为姻亲，百草阁怎么会越过城主府第一个选择跟我们商盟深入合作呢？虽然百草阁以前确实通过黑市商盟走了不少丹药，但那说白了也就是这正常的商业往来了，还不得也不欠谁。现在这种级别好处抽成，既然能代表百草阁放出这种话，这里面的水恐怕深得很。这老狐狸确实不好忽悠，不过他早有准备。叶先生，这又是？这叫复颜丹，没别的作用，就是能让人气血重组，洗毛伐髓。简单来说，能让你年轻个20、30岁，恢复鼎盛时期的容貌与精力。复颜丹返老还童，难怪这位爷几天不见，简直像换了个头。原来是吃了这等神丹妙药。对于修士来说，修为固然重要，但谁不想永葆青春？这复颜丹的价值，在某些特定的圈子里，甚至比那枚5品丹药还要恐怖。第一次见到魏执事的时候，我就跟你一见如故，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感觉你跟我已经去世的弟弟有几分相似。他今年少说也有60好几了，满脸褶子，头发花白。而眼前的叶长生，经过这阵子的滋养和修为突破，看起来撑死也就30出头。这叶先生不仅丹道造诣通神，这睁眼说瞎话的本事也是登峰造极呀！为了拉拢我，连死去的弟弟都搬出来了，这是把我当傻子忽悠呢？管他呢！别说当弟弟了，就算叶长生现在指着他说你长得像我太爷爷，他也认了。尊严算个屁，在真金白银和寿命容貌面前，尊严连个屁都算不上。兄长，请受老弟一拜。这是谁家的马车？怎么挑这么个时间出城？云山城的城门不是早就落锁了吗？谁有这么大的特权？今天我去了一趟黑市，花了点代价从一个专门倒卖消息的情报贩子手里买到了一个情报。情报上说，今晚城主府会有一辆马车秘密经过这里。至于具体去什么地方，那个情报贩子也不知道。城主府的马车，大半夜的，城主府偷偷摸摸派人出城干什么？我心里推测，这辆马车应该是前往云淼宗的。云淼宗？黑牙帮和城主府已经彻底撕破脸了，工厂死得不明不白。这2家现在就是架在火上烤的死局。黑牙帮在云山城虽然是地头蛇，但他们背后站着的是修仙宗门。如果黑牙帮的帮主突然发疯，把背后的宗门力量引过来，只怕城主府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人家连根拔起，直接灭掉了。所以，城主府必须抢在黑牙帮摇人之前，尽快向云淼宗求援。那你大半夜带我来这里，吹着冷风看这辆马车，你该不会是收了好处，打算拉着我一起给这辆马车当护卫吧？我可事先声明，我最讨厌城主府那帮道貌岸然的家伙，我绝不跟他们扯上任何关系。你要是想护送他们，你自己去，我这就回百草阁。什么人敢进城主府的车？他不是嗜杀成性的魔头，这些底层的士兵不过是奉命行事，本身并没有什么大错，甚至连知道真相的资格都没有。但在云山城这个即将被引爆的火药桶里，任何一丝妇人之仁都可能让他死无葬身之地。我知道你们是无辜的，但为了达成我的目的，只能杀了你们。倘若有一天我死了，灵魂下了地府，欢迎你们来找我报仇。叶长生，你为什么要杀死他们？城主府要是知道自己派出去求援的马车被劫，肯定会气疯的。你这不是平白无故给自己惹麻烦吗？我要的就是他们发疯。我这么做是为了进一步激化城主府跟黑牙帮的矛盾。
这次城主府派人出去求援，如果真的被顺利到达云淼宗喊来了帮手，那云山城的局势就会瞬间倒向城主府，黑牙帮会被单方面碾压，到时候冲突就起不来了，我们想要的乱局也就成了一个笑话。我明白了，断了他们的后路，逼着他们把底牌都砸在云山城里，互相撕咬。是写给枯荣真的信。老套的球员戏码罢了。按理说，云山城作为云淼宗的边外势力范围，每年产出的资源大头都必须规规矩矩上缴到宗门公库。可这信上却写得清清楚楚，这批足以令人眼红的丰厚资源，正准备通过商盟的隐秘渠道，避开宗门耳目，单独运送给枯荣真。难怪萧应恒一个外放的城主，敢在宜阴城这种地方只手遮天，难怪他敢压着百草阁打，甚至敢跟背后有宗门背景的黑牙帮撕破脸。原来如此，原来萧应环根本不是什么尽忠职守的宗门外派人员，他彻头彻尾就是枯荣真养在外面的一条私犬。这两人暗中勾结，吞下了本该属于云淼宗的巨量资源。他之前还在头疼枯荣真人为堂堂四长老，若是将来回了宗门，自己该拿什么去对抗条老毒蛇。现在刀把子自己送上门了，只要把这封信收好，将来回到云淼宗，这就是指控枯荣真贪墨宗门巨额资源私劫外臣的铁证。这玩意儿对枯荣真来说，绝对是能要了他半条老命的杀手锏。你笑什么？这信里到底写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一封求援信还能让你看出花来？没什么，只是刚好查到了一笔很有意思的烂账。宗门高层那种吃人不吐骨头的轻易，对现在的你和百草阁来说，知道的越少越安全。不过清堂，我现在有十足的把握能把城主府彻底弄垮。我保证，今后这云山城里，城主府再也不是你们百草阁的威胁。萧应恒的好日子到头了。你认真的？你真的能弄死城主府？你都不知道，我姑姑接手百草阁这些年吃了萧应恒多少暗亏。那条老狗表面上道貌岸然，背地里却纵容手下三番五次的劫我们百草阁的货，还逼着我们提高上交的供奉俸。我对城主府的讨厌，甚至比对黑牙帮还要深。黑牙帮至少是明着抢，萧应恒那帮人全都是趴在我们身上吸血的伪君子。放心，吸进去的血，我会让他连本带利的吐出来。那这里怎么办？要不要我用化尸粉把这些尸体处理掉？若是被城主府顺藤摸抓查出什么蛛丝马迹，我们会有大麻烦。不用，处理干净了，萧应恒怎么知道人死了？留着这些尸体比一殿黄手管用得多。那是黑牙帮的令牌，你连这个都提前准备好了？做戏做全套嘛，只留半枚就够了。剩下的剧情，萧应环自己会在脑子里补齐的。走吧，天快亮了，明天城主府的戏一定会很精彩。你再说一遍！城主息怒，属下带人赶到洛崖谷的时候，那里已经成了一片废墟。我们派出去的人马全被杀死了，一个活口都没留下。全死了！我挑的都是府里最顶尖的死士，他们连云山城的地界都没出去，就全死绝了。马车呢？装信的暗格查了没有？信送出去了没有？那封信里可是有着他跟枯荣真多年来贪墨账目的明细，要是那玩意儿丢了，或者落到了东信人手里，他萧应河哪怕有10个脑袋都不够砍的。没了，什么都没了，马车被极其恐怖的力量砸得粉碎。
连拉车的马都被一分为二。心没了，球员被截断了，账目也被人拿走了。到底是谁？到底是谁干的？谁敢在云山城地界上劫我城主府的球员车队？城主，我们在领头死士尸体旁边的血泊里发现了这个东西。现场打斗的痕迹太干净了，对方实力极强，只留下了这一样线索。黑牙帮。萧应恒这么多年搜刮的那些见不得光的灵石和资源，绝对不敢明目张胆地用车队运往云淼宗。一旦被宗门执法堂查出端倪，库容真和萧应恒都得吃不了兜着走。这种赃物只能走地下黑市的渠道来洗白，而云山城最大的黑市渠道自然就是商盟。叶大人，叶老您来了，快里面请。哎呦，什么风把叶大人给吹来了？叶大人这次来商号有何事吩咐？您放心，手下人一定办得漂漂亮亮。也没什么大事，就是想问问，最近有没有从城主府那边发出来的货？有，当然有。城主府可是咱们商盟数得着的大客户，每个月都有固定的一批重货要走咱们的渠道。在哪儿？带我去看看。叶大人，这恐怕有点不合规矩。城主府的货都是密封好的，萧城主那脾气你也知道，要是让他知道咱们撕碎茶宴，怎么？我看看都不行？要不我现在派人去把魏老弟叫出来，让他亲自陪我一起看。别！叶大人，您这说的哪里话？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您是魏大人的贵客，想看什么自然就看什么。您这边请，小人亲自给您带路。就是这下人了。这些货金贵的很，都是明天一早就要发出的。手下人平时都是当祖宗一样供着，生怕磕了碰了惹麻烦。行了，让你周围这些护卫和伙计都退下去。叶大人，这仓库重地不留人看着，我不喜欢我看货的时候旁边有人大喘气。出了任何事我担着，直接记在魏执事的账上。都聋了吗？没听见叶大人的吩咐？全都退出去，把门关上，谁也不许靠近。这萧应恒果然老谋深算，他不敢直接把贪墨的巨额赃款寄给云淼宗的枯荣真，否则一旦这批货在半路被其他长老或者执法堂截获，拔出萝卜带出泥，他们俩的脑袋都得搬家。先把货寄到风云阁，通过那里的黑市洗白一遍，再神不知鬼不觉地转入枯荣真血私库，这才是天衣无缝的销赃链。叶大人，您看完了，没什么问题吧？货不错，不过这批货的运送地址得改改。改地址？这可是城主府定死的路线。把发往风云阁的地址抹掉，直接改成发往云淼宗，接收人写枯荣真。使不得啊，叶大人，您这是要我的命啊！私自篡改城主府的货单，还要直接发给云淼宗的长老，这要是让萧城主知道了，非得把我扒皮抽筋不可，咱们商盟的信誉也全毁了。你怕萧应廷扒你的皮，就不怕我现在就拧了你的脑袋？这事是我让你干的。萧应恒要是敢来找商盟的麻烦，让他直接来找我。魏执事那边，我自然会去替你担着。你是个聪明人，应该知道在云山城的黑地里，到底是城主府的手长，还是魏长氏的刀快。小人明白了，小人这就去安排。字迹写清楚点儿，可别耽误了咱们城主大人孝敬宗门长老的这片心意。萧城主，你这破地方的茶喝着有点拉嗓子。杯子脆了，换一个便是。但若是桌子掀了，大家可就都没得喝了。涂大当家，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哼，少跟我在这儿咬文嚼字，老子是个粗人，听不懂你们关城上那套弯弯绕绕。
我只知道，咱们两家平时在云山城里，你管你的白道，我收我的黑钱，底下人抢几条街，死伤3、5个兄弟，那叫势均力敌的小打小闹。我涂鸦从没找你要过说法，但这半个月，我黑牙帮在城南和城东的几个堂口接连被端，死了几10个精锐，而且伤口全是城主府制式连弩造成的贯穿伤。萧应恒，你今天要是给不出一个让我满意的交代，老子外面兄弟手里的刀可就不长眼了。城主府根本没有大规模清剿黑昂的计划，那些弩箭袭击绝不是他下的令，这背后明显是有人在暗中做局，故意用城主府的兵器去杀黑牙帮的人，好把这趟水彻底搅浑。涂鸦兄弟，今天邀请你过来，就是想聊一聊前几天发生的事情。我手下的卫兵没有管教好，伤了你的人，我先在这里给你赔罪。啊，赔罪？萧应恒，你是不是觉得我涂鸦脑子里装的都是豆腐渣？几10条人命，你一句轻飘飘的道歉就想打发了？你当是在菜市场买白菜呢？既然城主大人真觉得错了，想拿诚意出来，那好办，让你外面那些兵现在就扒我脖子，死10个卫兵，换我1个兄弟的命。只要你点个头，让地上溅点血，今天这赔罪我涂鸦就认了，这事儿就算翻篇儿。屠兄，火气别这么大，人死不能复生，打打杀杀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只会让躲在暗处看戏的人捡了便宜。难道屠兄就没想过，为什么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你我双方的手下会突然爆发这么大的冲突？你就这么确定那些拿着连弩杀人的，就一定是我萧某派去的？少拿这套挑拨离间的话来忽悠我。在云山城，除了你城主府，谁还能弄到那么多精铁连弩？我不管是谁在背后搞鬼，我只看结果。结果就是你们城主府的刀砍到了我黑牙帮的脖子上，这笔账我只能找你算。他油盐不进，知道今天如果不割一块足够大的肉出来，这条贪婪的恶狗是绝对不会松口的。涂鸦兄是否还记得当初百草阁那件事？百草阁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了。当初是你说杀了百草阁那对夫妻，百草阁就能归我们掌控，结果还让顾婉芬那个小丫头扛起来了。你们城主府跟百草阁有婚约，早晚都能掌控百草阁，我黑牙帮可没有。到头来脏活累活都是我们干，结果好处却是你们城主府独占。当年的事情确实是他失算了，本以为万无一失，谁能想到那个黄毛丫头竟然硬生生撑住了局面，而且死活不肯履行那纸婚约。屠兄此言差矣，当初事出意外，并非我萧某人刻意隐瞒好处。顾婉舟那丫头确实有些手段，但她撑不了多久了。百草阁最近不仅断了药材供应，还惹上了一些不该惹的麻烦。只要我们再次联手，彻底封死他的退路，顾婉舟除了低头别无选择。联手？萧应恒，你当我是要饭的吗？等你把顾婉中娶进门，百草阁成了你儿子的产业，我黑牙帮连口汤都喝不上。这种给人做嫁衣的蠢事儿，老子绝不会干第2次。我既然今天坐在这里跟你谈，自然的不会让兄弟白忙活。过往的恩怨，咱们暂且搁置。今后只要彻底掌控了百草阁一半的掌控权，还有未来所有的利润，我萧某人愿意拿出一半，让给。出来了！这涂鸦把城主府的人堵在里面1个时辰，居然没见血，真就这么谈妥了？还没谈妥不知道，但咱们这些做买卖的，恐怕是要脱层皮了。城主府令，即日起云山城内所有商铺、坊市、交易行商税一律提升2成，违令者封铺拿人。2成？这萧应恒是疯了吗？这还要不要人活了？羊毛出在猪身上，
城主府在那间客栈里割给黑牙帮的肉，现在全得从咱们这些商户身上刮回来。萧公子，您这是瞎了狗眼！本公子亲自来下聘，还不赶紧开门迎接？萧公子息怒，只是阁主此刻正在内院休息，不如容小人先进去通报一声。通报个屁！本公子来接自己未过门的媳妇，进自家后院还要通报？你们百草阁好大的谱！都给我抬进去！谁敢拦，直接打断腿！顾阁主，事情我都听说了。现在顾清潭已经有了修为，根据当年的婚约，清潭要许配给我，对吧？这是顾晚舟。上次他跟着父亲来百草阁施压的时候，顾晚舟虽然风韵犹存，但眼角的细纹和眉宇间的疲态根本掩饰不住，分明就是一个为了家业操碎了心的中年妇人。跟那个病恹恹刚恢复修为的顾清潭比起来，眼前这位顾阁主好像更有味道。萧公子今日摆出这么大的阵仗，倒是让百草阁受宠若惊了。顾阁主这叫什么话？清晓既然已经能够修炼，咱们两家这门亲事自然该提上日程了。不过几日不见，顾阁主这气色真是越来越动人。若不是知道您是阁主，我还以为是哪里来的仙子下凡呢。萧公子说笑了，清堂的婚事毕竟是终身大事，不能草率。今日这些聘礼，还请萧公子先带回去。此事我会妥善安排。过些日子，百草阁必会给城主府一个明确的答复。答复？顾阁主，你该不会是在拿本公子寻开心吧？当年白纸黑字定下的婚约，全城皆知。如今你们百草阁的危机解了，人也活蹦乱跳了，你跟我说还要过些日子再给答复？哼，既然婚事早就已经定下，为什么还要拖延10日？不如今天就让我把顾清堂带回城主府，早些洞房为好，也省得夜长梦多。萧百香，你未免欺人太甚！欺你又如何？在这云山城，我城主府要的人还没有带不走的。来人，去把清堂小姐请出来！放肆！你个混账混东西！你敢偷袭我！给我杀了他，把他给我剁碎了喂狗！我爹是城主，你信不信我今天就让人平了这百草阁，把你们全都……百草阁的事情是你能多嘴的，等你什么时候成了城主，才有资格跟顾阁主讨价还价。顾阁主说过些日子再给你答复，还不滚回去！少爷，少爷，你没事吧？走，快走！把这些东西原封不动的抬回去，告诉萧应恒，百草阁的婚事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顾阁主，没被刚才那条疯狗吓到吧？我没事，幸好你今天来得及时，不然非得被萧反胜这个狗皮膏药粘住，百草阁的脸面怕是也要被他折腾尽了。你干嘛？没什么，就是觉得我这丹药效果真是好。顾阁主吃下后，现在也如少女一般动人。执掌百草阁这么多年，见惯了各种场面话，可什么时候被人这么当面且直白的调戏过？别开玩笑了，我哪有这么漂亮？顾阁主，我今天来其实是有些私事想跟你密谈。那叶可卿，请进屋吧。叶可卿，请用茶。你刚才说有私事要密谈，不知是指什么？若是需要百草阁配合的，你尽管开口。顾阁主，我想跟百草阁合作，玩一把大的。
玩一把大的。叶客卿，你现在已经是我们百草阁的首席客卿了，你手里的那些高品丹药也都由我们独家代晒，我们双方本就是最紧密的合作身份。难道叶客卿对现在的分成比例或者权限有什么不满意？客卿终究只是客卿，拿的不过是死分成。我要的不仅仅是客卿这个头衔。那叶长生，你想要什么？我要让百草阁成为我叶长生的资产之一。你把百草阁变成他的资产，这等于是在要百草阁的半条命。顾阁主先别急着拒绝，作为交换，我可以带领百草阁将你们现在的势力版图扩大到今天的1000倍、100倍。1000倍？叶可卿，你可知自己在说什么？重活这一世，他太清楚修仙界的底层逻辑了。就算3年后他修为恢复，单枪匹马回到云淼宗，顶多也就当个大点的炮灰。想要真正翻盘，把那些高高在上的仇人踩在脚下，手里没钱没势怎么行？这3年，他必须把云山城打造成自己铁打的基本盘，而百草阁就是最好的起跳盘。叶长生，我们交个底吧。你刚才说要让百草阁成为你的资产之一，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字面意思。我要百草阁一半的掌控权，从今往后，百草阁的重大决策我说了算。主打一个狮子大口是吧？你确实帮了我们很多，也是首席客卿，可开口就要走一半家底，你觉得可能吗？顾阁主清明人，精明竟然不做亏本买卖。既然是谈生意，我自然会拿出让你无法拒绝的筹码。好啊，我洗耳恭听，看看叶客卿手里到底藏着什么惊天动地的底牌。第一，我现在手里握有黑市商盟分会的绝对决成权。你开什么玩笑？商盟分会的决成权在魏执事手里，你一个外人。巧了，魏执事现在跟我关系匪浅，只要我点头，商盟在云山城的所有贸易渠道、灵药倾斜，甚至拍卖会的入场资格，百草阁都可以独占鳌头。商盟的独家倾斜，这等于是把百草阁直接抬到了云山城第一商号的位置。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手里握有4品，甚至是5品丹药的炼制术，而且随时能量产。你说什么？5品丹药？叶长生，你知不知道5品炼丹师在咱们这地界意味着什么？就算是云淼宗的丹院长老，也不敢说自己能稳定炼制5品丹药。怎么，顾阁主不信？你之前吃下去的复颜丹效果如何？不用我多说了吧？那不过是随手弄出来的小玩意儿。商盟的决成权加上5品丹药的垄断，这哪里是筹码？这根本就是2座金山！叶长生，我承认你出的筹码让我根本找不到拒绝的理由。现在百草阁被城主府和城里各种大大小小的势力盯着，就像一块肥肉。如果真能彻底交到你手里，背靠商盟和你这位神秘的高品炼丹师，确实能免去无数麻烦。听顾阁主这意思，是还有但是？但是我不能答应你，准确的说，是我一个人做不了这个主。我虽是百草阁的阁主，但这也只是代管。这里是我哥哥嫂嫂生前拼死留下的心血，更是清堂那丫头未来安身立命的根本。我是她的姑姑，我得为她负责。就算你开出的条件再诱人，我也不能无视清堂的意思，随随便便就把百草阁的一半拱手送人。所以这件事我需要去问过清堂的意见，才能给你最终的答复。顾晚舟这份守底线的稳健，正是他看中对方的原因。如果他是个见利忘义，随便就把侄女家底卖了的人，他反而不敢深合作了。这才是值得深交的人。情理之中，我完全理解顾阁主的难处。问问清堂也好，毕竟以后大家都是在同一条船上。不过，作为未来的合伙人，我得多嘴提醒一句。你说。今天萧百兄带着聘礼强闯百草阁，逼婚要人，你真以为这只是他萧大少爷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精虫上脑了？难道不是吗？他觊觎清堂也不是1天2天了。顾阁主，你把城主府想得太简单了。今天这出逼婚根本就是一场试探和阳谋，借着早年定下的那纸可票婚约作为由头，名义上是娶媳妇，实际上就是冲着明抢百草阁来的。一旦青丘嫁过去，百草阁的基业自然而然就成了城主府的囊中之物。
我已经说透了，城主府的刀已经架在了脖子上，是坐以待毙，还是拉我入局掀翻这盘棋？你们姑侄俩好好商量，我等你们的好消息。姑姑，这么晚了还没歇息？清堂，别忙了，姑姑有件很重要的事要跟你商量。是白天城主府来闹事的情况吗？我听下人说了，萧复生带人抬着聘礼堵门，后来是被叶长生给打跑的。是啊，多亏了叶长生今天正好在场，他手段狠辣，直接压得萧百中跪地求饶，聘礼都没敢带走就跑了。但打跑了一个萧衍，城主府不会善罢甘休的。叶长生今天跟我透了底，城主府那边恐怕已经知道你恢复修为的事了。他们果然还是盯上百草阁了，借着婚约发难，名正言顺的吞并我们，倒是好算计。所以叶长生今天向我提出了一个条件。条件？他想要什么？他展现了5品炼丹术，要求商盟抉择权，以及百草阁一半的掌控权。他太了解自己这个侄女了，外冷内热，骨子里倔强的要命。这百草阁是他父母留下的唯一念想，现在突然冒出个人开口就要走一半的家底，还要凌驾于阁主之上。我要百草阁一半的掌控权，重大决策我说了算。清堂，姑姑知道这很难抉择，这毕竟是你爹娘的心血，所以姑姑没敢直接答应他，特意来问问你的意思。如果你不愿意，姑姑就算拼了这条命。叶长生想要百草吗？给他吧，姑姑。本准备了一肚子安慰和劝说的话，甚至连侄女发脾气掀桌子的预案都做好了，结果这丫头连半秒钟的迟疑都没有，就差把百草阁的房契直接拍人家脸上了。丫头，你没发烧吧？姑姑，我清醒的很。清醒？清醒你能一句话把百草阁一半的家底送出去？这可是你爹娘拿命拼下来的心血。你以前防那些管事跟防贼一样，今天怎么对叶长生这么大方？难道你这丫头竟然这么信任他？不是大方，是别无选择。姑姑，别看我现在答应的痛快，其实我心里明镜似的。就算我们死死攥着不给叶长生，百草阁这块肥肉，城主府那帮人也会找机会吞并。萧百香今天敢带着聘礼来堵门，明天城主府就敢随便安个罪名查封我们的库房。真到了那一步，爹娘的心血才是彻底毁于一半。可是没什么可是的，被城主府拿走那是肉包子打狗，但将百草阁给叶长生，我完全可以放心。所以听说他有意掌控百草阁的时候，我其实稍稍安心了些。突然觉得他看事情比自己这个当阁主的还要透彻。客卿说白了就是临时合作，哪天他不高兴了，或者有更好的去处了，拍拍屁股走人。他连个挽留的借口都没有，他总不能以私人身份跑去找他吧？那算怎么回事？但如果百草阁成了叶长生的东西，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百草阁在他在，名正言顺，保持联系。清堂，你该不会是看上那家伙了吧？姑姑，你别胡说，我只是为了百草阁的未来考虑，纯粹的利益交换而已。既然你现在是半个主事人了，百草阁所有的情况我都得跟你说清楚。洗耳恭听。目前我们百草阁每年从周边几个灵药产地进购的药草数量大约在30万斤左右，大部分是低阶和中阶，高阶灵药极其稀缺。成丹的情况呢？这正是我们之前的软肋，阁里养着几位2、3品的炼丹师，每年炼出丹药的数量加起来不到10万枚，而且大多是些基础的回气丹、疗伤丹。靠这些东西可撑不起百草阁现在的摊子。销路方面呢？这就是我们的底盘。每年各大宗门，包括云淼宗在外围的一些外门据点，都会向我们发来稳定的订单。虽然赚头不大，但胜在量大，能维持百草阁的运转。基础设施完善，
渠道有，但缺核心竞争力。注入高品丹药，联动商盟资源，体量翻倍。情况我大概了解了，接下来的大方向，我会出一批4、5品的丹药作为核心商品，彻底打通商盟的高端渠道。不过这些都是生意上的事，现在我想问点别的。问什么？顾晚舟，你今后有什么打算？打算？我能有什么打算？我今后大概会一直待在百草阁，帮你打理这些生意，顺便把清堂培养出来。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难道我说错什么了？顾阁主，我接下来要走的路会很长，也很危险。我要的不只是一个百草阁，这只是我的第一块踏脚石。在这个过程中，我需要一个能替我守住基本盘的人。我能不能完全信任你，将你视作自己心腹一般的信任？他不仅是在试探他的忠诚，更是在给他一个选择的机会，是做一个普通的合伙人，还是彻底绑上他的战车。把我自己交给你的话，是否能表明我的诚意？他刚才那番话主打一个敲打和试探，他就是想看看这位平时精明稳健的美女阁主到底有没有一丝不易彻底跟他绑定在一根绳上的觉悟。可谁成想，顾晚舟平时看着端庄大气，遇到事不轻易下注，一旦决定下注，主打一个离谱，这叫表明诚意，这叫直接掀桌子梭哈。其实也不用到这种程度。不早说！你解带子的速度太快，我都来不及阻止。叶可卿现在满意了，我的底牌可是全亮给你看了。你以后要是敢坑我，我做鬼都不放过你。既然话说开了，那我们就谈谈正事。今后百草阁阁主的位置，你要交出来。交出来？交给谁？给清堂来做。好，我明白了。他以为自己刚才那般毫无保留的表态能让叶长生将他视为最亲近的依靠，可到头来，在他心里终究还是清堂更重要一些吗？清堂那么年轻，气质又好，天赋也不错，谁会不喜欢呢？长辈，年纪摆在那里。叶可卿打算什么时候让清堂来接替我的阁主位置？目前还不行，清堂还需要历练，百草阁现在的摊子还得你先撑着。那具体要等到什么时候？等我将城主府彻底搞垮之后，顾清谈就来接替你的阁主位置。搞垮城主府，这可不是小事，一旦出了岔子，整个百草阁都会万劫不复。这就不用你操心了，我心里有数。好，我记下了。等城主府倒了，我就退位让贤，以后在阁里给清堂打了下手，帮他算算账。打什么下手？你去当云山城城主？谁？云山城主？我吗？除了你，还能是谁？不行不行，这怎么行？城主之位干系重大，那是要统领整个云山城各方势力的。清堂不行，以顾清堂的心性，撑死也就是管理一个百草阁。他太年轻，做事容易感情用事，压不住城里那些牛鬼蛇神。真要把云山城交给他，不用3天就得被人架空。在这个城里，我能完全信任的，而且还有能力管理整个云山城的，你是唯一人选。原来他不是嫌弃我，原来他不是觉得清堂比我重要，他是要把清堂留在百草阁这个安稳的后方，而把整个云山城的权力巅峰敲到我的手里。这不仅仅是权力的细语，更是毫无保留的信任和托付。我给你的茶叶拿好了，晚上回家泡上一壶，保准你跟你丈夫一晚上不睡觉。多谢了，姐姐。最近我家那口子天天喊累，正需要这个补补呢。放心吧，
都在这里了。不对呀，怎么看着颜色不对？难道我拿错了？完了，我把特制茶放哪儿了？你之前去给阁主跑茶的时候，是不是忘在茶室了？有可能，但现在叶青和阁主都还在里面，天色也不早了，等明天我再拿回来吧。不对劲，这股邪火来得太快太猛，根本压不住。难道是因为刚才喝的那杯茶？难道是顾晚舟这女人故意的，想借此机会彻底把我绑在百草阁的船上？这茶有问题。叶长生，我好热。好你个灵种，丹药灵气说吸收就吸收，结果这药效就不管是吧？这找谁说理去？我已突破断体境3层，这怎么可能？原来如此，才发现是刚才灵种吸收出了阴阳之气，加速了自己的修行速度。难怪刚才药效发作时，这玩意儿装死不动的。感情他不是不管药效，而是在等药效催发后直接坐享其成，吸收这更精纯的阴阳交汇之气。顾晚舟啊，顾晚舟，你真是个便宜女人，怎么到了他面前就变成这副样子了？这么稀里糊涂失了分寸，堂堂百草阁的阁主，好歹也得要点实质性的好处啊。现在倒好，平白吃了亏，人还跑得没影了。算了，明明是自己主动缠着他的，顺其自然吧。我的天，入寂境3层，这怎么可能？竟然连破3层境界！叶长生，城主府那边来人了。大清早的，火烧眉毛了？比火烧眉毛还严重！萧百清那个混蛋带着他二叔找事来了。萧百商，昨天尿着裤子滚出去的那个废物，就是他。他今天跟疯狗一样，天刚亮就带着大批人马把我们百草阁的大门给堵了，而且这次他还带了靠山。怎么打了小的，老的来找场子了？叶长生，你别轻敌啊！他们这次带了上百号精锐卫队，摆明了是来兴师问罪的。兴师问罪？他们想要什么交代？萧百长的那个无赖在楼下大放厥词，说你昨天打伤了他，还侮辱了城主府的脸面。他二叔直接放话了，今天若是不把我和他的婚事定下，当场把我带走，就要强行封了我们百草阁。强行封了百草阁，还要拿你去抵债？不慌，既然客人来了，咱们好好接待就是。他好像又年轻了，而且更有魅力。怎么会有人一夜之间气质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走吧，顾姑娘，别让城主府的贵客等急了。他身上怎么有姑姑的味道？今天有数成妖，我倒要看看这百草阁还敢不敢像昨天那般目中无人。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看了？顾阁主，你们百草阁的规矩，本公子今天算是彻底领教了。我倒想当面问问你，为什么你们百草阁做起事来要如此出尔反尔？萧公子这话，我怎么听不明白？本公子前些日子好心好意带着丰厚的彩礼登门来洽谈我和清堂的婚事，结果呢，你们不仅不领我城主府的情，还纵容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野客卿当众羞辱于我，甚至直接把我从大门里给赶了出去。难道这就是你们百草阁引以为傲的待客之道吗？萧公子，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讲。你那天带着一帮恶奴强行闯入内门，连最基本的拜帖都没有递。那种嚣张的做派，可不算是来洽谈婚事的。
既然你选择直接带着东西硬闯，我们百草阁自然也不能把你当成客人来看待。至于你跟清堂的婚事，这件事本就是前任阁主在世的时候与你们私自定下的。毕竟前任阁主已经去世那么多年了，加上清堂那时候年幼不懂事，根本不明白联姻的利害关影，总不能因为长辈的一时糊涂，就被一纸空头的婚约给束缚了终身吧。因此这个婚约就得改了。如果真的让他们改了婚约，现在程主府岂不是失去了一个能名正言顺掌控百草阁的绝佳机会？更何况现在大哥那边跟黑鸦帮的关系已经彻底交恶，如果没有百草阁这块肥肉作为资源补充和筹码，黑鸦帮是真的会对程主府下狠手的。顾魔主，你这话未免太不把云山城的规矩放在眼里了吧？就算是顾清堂年幼时候定下的婚约，但那也是云山城两大势力共同认定下来的铁案。你现在轻飘飘一句话说改就改，这种私自更改两家联姻大事的做法，恐有不妥吧？这就是那个废了百长的神秘客卿，看起来不过30出头，气血怎会如此旺盛？只是改了婚娶的条件，如果贵公子有本事，依旧是能迎娶顾清堂的。改婚娶条件是什么意思？顾魔主，你最好给我程主府一个合理的解释。解释？二爷想要解释，那叶某就好好给你解释解释。今天日落之前，百草阁就会向整个云山城发布正式的婚帖，不管是谁，只要能迎娶百草阁少阁主顾清堂，就能直接拿到百草阁一半的掌控权。一半的掌控权？你说的可是真的？当然是真的。不过，想要迎娶顾清堂，也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来的。既然是百草阁的夫婿，那就必须在我们百草阁即将举办的炼丹大赛上夺得头筹。如果程主府连会炼丹的人都找不到的话，那就请萧先生和萧公子乖乖等着炼丹大岁后前来喝我们百草阁的喜许吧。到时叶某一定给两位安排个上好的席位。你不过是百草阁的一个客卿，凭什么在这耀武扬威啊？我程主府谈事，你一个屁都不是的散修也敢插话？萧二爷，我已经将自身持有百草阁一半的经营权交给了叶长生，他现在是我们百草阁真正的半个主人，他就算放个屁，百草阁的人也得过来闻闻。姑姑什么时候这么信任叶长生了？连一半的经营权都直接交出去了。好一个百草阁，好一个叶长生。既然顾阁主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我程主府也就按你们的规矩来。只要是夺得炼丹大会头筹就可以，就算那人不是我程主府的人也可以。还请顾阁主别忘了，没用的东西还不走！姑姑，我怎么没听说我的婚约被改了？要是炼丹大会赢的人就能娶我，岂不是我连自己的相公都无法提前知道？清堂，你先别急，这是为了应对程主府的权宜之计，也是叶先生的谋划。如果不这么做，今天萧应狂肯定会强行把你带走。而且我现在不想也不想嫁给别人。如果不是你个废物能早点拿下百草阁那丫头，怎么会拖到这么麻烦？大哥，你先消消火，这届不怪板材，关键还是在百草阁的那个克言，他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手里拿到了百草阁一半的掌控权。顾婉柔那个女人也不知道发了什么疯，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承认了这件事。现在百草阁几乎是他一人说了算。哼，不过是一个臭炼丹的，他真以为握着点股份就能在云山城翻天了？炼丹招亲，这摆明了是针对咱们城主府不通丹道。无论如何，必须想办法拿到招亲的头筹，
迎娶的人可以不是萧百帅，但必须是城主府的人。大哥，咱们府里的人杀人放火刑，炼丹那是真没那个天分啊！要不要从黑市找来一个丹师？不用，黑市那帮人全都是见钱开眼的墙头草，更何况魏执事跟那个姓叶的走得很近，不可信。可是，之前派去云淼宗的人马被黑牙帮的人劫杀，咱们现在跟宗门那边的联系已经断了，怎么还能联系到云淼宗？为了紧急时刻能联系到云淼宗四长老，我做了2手准备，一个是人力马车，另一个则是灵力函，以灵气起风后能紧急联系上四长老，但价格昂贵，简单一个传音贴就需要60万灵石，这可是咱们府上1年的大半规矩。60万灵石就为了发个短消息？只要能吞下百草阁，这点投资算得了什么？现在四长老已经派来一个弟子来帮助我们，剩下的就不用担心了。禀告城主，门外有个自称是云淼宗的修士前来拜访。快请二弟，你看帮手来了。顾魔主，今天这场面可真是空前绝后啊！全赖诸位同仁赏脸。本次考核根据丹药的资质来打分，10分最高，得分最高者获得头筹。这家伙在搞什么鬼？这种时候居然还不露面？难道他真的想让我随便嫁给一个陌生人？感觉来者不善。诸位同仁，静一静。第1轮比试规矩很简单，不限单方，不限手法，最终只看丹药的成品品级高低。现在计时开始。大哥，这波稳如泰山，殊不知这位爷可是从上面请下来的。让那种一流宗门培养出来的丹道高手跟这群钻老林子的野路子比试，简直就是降维打击。这头盔要是落到别人手里，我萧字倒着写。哼，这些野丹师一辈子连5品药草的长相都未必见过，拿什么比？不过大哥，我还是有点犯嘀咕，万一那个百草阁的客卿中途参赛该怎么办？他既然能坐稳百草阁首席客卿的位置，炼丹实力恐怕不容缺小。硬狂，你就是被那个姓叶的吓破胆了。别说那个叶长生现在根本没有参赛，就算他现在真的跳出来，又能如何？在云淼宗真传弟子的面前，他一个只会卖弄小聪明的闲云野教，难道还能是对手？萤火之光也敢与皓月争辉？也是，那姓叶的到现在连个影都没有，估计早就跑路了。时间到。3品火候不均，齐全。5品丹药，竟然是5品！咱们云山城多少年没出过了？城主府果然底蕴深厚，藏得真深，丹纹饱满，灵气不散，确为5品佳作，10分！这种成色，老夫生平仅见，10分！顾阁主，众目睽睽之下，这丹药的成色确实没得挑，给9分怕是说不过去。此丹火气太重，炼制者心术不正，即便品级高，我也只能给9分。 5品丹药一出，这还比什么？我看这百草门的姑爷是非城主府莫属了。叶长生，你到底在哪里？明明说好了只是去一趟黑牙帮，尽快在丹会开始之前赶过来，为什么现在还不见人？他不会真的在黑牙帮出了什么意外吧？要是叶长生死了，我也不想活了。顾阁主，这是要做什么？冷静。 事情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反正还差1轮，马上就结束了。等丹会结束，我立马就去黑牙帮所在。城主出大事了！慌什么？天塌下来有老子顶着！说，就在刚刚，黑牙帮被人全灭了。你说什么？全灭了！城南那个黑牙帮的堂口，连带着他们老大，一个活口都没留下。这定是4长老派来的那位高徒暗中动的手。
果然是名门大派的行事作风，雷厉风行，做事滴水不漏。大哥，这黑鸦帮可是咱们在云山城里最难啃的骨头，就这么悄无声息的没了，还能是谁干的？除了云淼宗弟子，这小小的云山城里还有谁能有这般手段？黑鸦帮这群上不了台面的家伙，平日里仗着点势力，没少跟咱们城主府要好处。现在好了，连脏咱们手的力气都省了。那咱们接下来后顾之忧已除，等今日比试一结束，这百草阁的控制权便稳稳落入咱们萧家之手。至于那个姓叶的，只要找个由头把他宰了，整个云山城便再也没有不能绊脚的石头。大哥，那商盟的魏比士那边，咱们要不要也敲打敲打？那家伙最近跟百草阁走得很近啊。你脑子进水了吗？商盟是什么体量？整个九州的商盟加起来，规模抵得上几十个云淼宗那种级别的庞山大物，是我们能碰的。姓魏的不过是个分部执事，只要他还能在云山城里做生意赚钱，就不会插手这种地盘之争。商盟从来只讲规矩，不谈私怨。只要我们不主动招惹，他们绝对不会成为绊脚石。还是大哥深谋远虑。这云山城的天，从今往后只能姓萧。第二轮比试结果一出，那位连制出4品上阶丹药橙色绝佳药香凝炼，再次获得满分。好，这下那顾家的小丫头就是咱们城主府的人了。恭喜这位大师夺得的是今日炼丹会的头筹。按照规矩，今后您就是百草阁少阁主的夫婿了。叶长生，你这个骗子，说是没有办法解决，结果到现在连个人影都看不见。放肆！你给我放手，别碰我！真的要放开吗？这不是百草阁那个客卿吗？他怎么穿着城主府选手的衣服？怎么会是叶长生？大哥，你不是说那是4长老派来的真传弟子吗？他怎么混上去的？不可能，这绝不可能！刚才不是让我放开吗？别废话，你都是我夫婿了，再把我抱紧点。大哥，这怎么回事啊？这姓叶的怎么会穿着那位大人的衣服，还站在这儿炼丹？老子怎么知道真正的真传弟子去哪儿了？难道被这小子给暗算了？这是哪里跑出来的？哎呦，怎么光天化日之下披着一块破裤乱跑？叶长生，你卑鄙无耻，竟然敢在暗巷里打晕我，还扒了我的衣服来这里招摇撞骗！我是云淼宗4长老座下的真传弟子，你今天干的这些事，信不信我回去原原本本汇报给4长老，我让你在云山城死无葬身之地！绝对不可能！不，我可是10大师断体境3层境界，你一个灵根被废的家伙，怎么可能一下就挑断我的手筋脚筋？吃下去，你的手脚还能接上，但你记住了，如果你的嘴巴继续乱叫，下一次我会直接切断你的4肢，到时候没有任何丹药能够救治你。好。之前在暗巷被敲门亏，我还以为他纯靠下三滥的偷袭才能得手，可他却能在抬手间伤到全胜状态的我，这说明叶长生现在的境界至少已经在断体境3层之上。这就是苍灵根的霸道之处吗？哪怕不在灵气浓郁的宗门福地，光靠在这穷乡僻壤混日子，境界提升也能如此之快。上士大人，你这是做什么？你是堂堂云淼宗的真传弟子，怎么能惧怕他一个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山间野修？你放屁！谁告诉你他是山间野修了？他跟老子一样，也是云淼宗的弟子，只不过是上面安排来云山城历练的。
叶长加入百草阁这么大的事情，你们城主府竟然敢不上报，等收拾吧你！真是1秒钟都不想在这个鬼地方多待，必须尽快赶回去，将这件事汇报给4长老。尤其是叶长生已经彻底掌控百草阁，这条极其重要的情报，绝对不能耽搁。上士大人，你现在不准走，留在这里，跟我一起把叶长生击杀掉。你再回去向4长老汇报也不迟。你是不是疯了？你竟然想在众目睽睽之下击杀云淼宗弟子！哼，怕什么？以我断体境7层的绝顶实力，杀他易如反掌。我能保证最后只给他留下一口气，由你亲手带回宗门交抄。如果我能把奄奄一息的叶长生带回去，那就相当于亲自给4长老献上了苍灵根，这绝对是头功一件。到时候就算是宗门上面怪罪下来，完全可以说是叶长生在云山城遇到了无法抵抗的危险，是我拼死把人救回去的。叶长生，你死到临头了，受死吧！叶长生，你确实有点小聪明，把我也给骗了。不过我这人做事向来喜欢做2层准备。如果这场单会比拼输给你，我和这些培养多年的高手就会直接将你击杀。如果单会赢了你，我也会在日后找个没人的机会将你悄悄抹除。现在看来，只能当众将你击杀了。萧一恒，你们这帮丧尽天良的家伙，今天谁敢动叶长生一下，我百草阁哪怕拼到最后一个人，今天也要跟你拼命！魏都师，你们黑石上盟立足于玉城100年，一直都处于绝对的中立地位。这是我们城主府和百草阁的私人恩怨，为何你要打破规矩，站在叶长生那边？萧城主，你耳朵要是塞了驴毛，老夫不建议再大点声。叶长生是我大哥，你说我要不要站在他这边？难道这小子早就成了商盟的核心人物，连商盟总部都在暗中给他撑腰？如果真是这样，我今天动了他，商盟那帮护短的疯狗绝对会把城主府啃得连骨头渣都不剩。你什么时候跟着魏执事成了结拜兄弟？我这百草阁的阁主居然一点不知情。前阵子喝了顿酒，聊得透烫，就顺便拜了个把子。怎么，顾阁主连我交朋友的事也要管？我哪敢管你？你现在可是把云山城的天都给捅破了。大哥，现在怎么办？那老东西把上盟搬出来，咱们还打不打？要是真把上盟得罪死了，咱们以后的资源渠道可就全断了。事到如今，退路早就被堵死了。城主府倾巢而出，连黑牙帮都拿来做了祭品。如果今天不把百草阁吞下去，明天城主府的威信就会在云山城彻底扫地。更何况那个惹麻烦的宗门弟子还在场，这局若是认输，回头库容真那关就过不去。大不了把这小子剁了，回头我亲自去商盟分部负荆请罪，砸上1半的家底，我就不信商盟会为了一个死人跟我死磕。动手！不要管别人，废掉叶长生！小子，给我死！完了完了，城主府这是要鱼死网破了！叶长生今天算是栽了。萧城主，你这脾气还是这么急，可惜你挑错了发火的对象。乖乖，这位大哥背后的靠山，脾气可真够爆的。萧城主，从今天起，云山城虽然还属于我云淼宗的势力，但今后你们萧家就要绝门了。你到底是个什么怪物？刚才那股力量，绝对不是你的手笔。脑子转的还算不慢。怎么，你能花60万灵石从云淼宗喊来帮手，我就不能了？仙人呐，这是活脱脱的仙人降世啊！完了，是苏千禾，那个杀人不眨眼的疯女人，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这女人长得这般好看，实力又如此恐怖，叶长生到底是怎么结识这种大人物的？小丫头，别用那种护食的眼神看着我。多谢前辈出手相救，我夫君欠您的恩情，
百草阁自然会加倍偿还。你夫君行啊，叶长生，在这穷乡僻壤混了几天，连媳妇儿都骗到手了，手段不错嘛。苏师姐，叙旧的话咱们晚点再说，这边还有点收尾的活没干完呢。这种脏活累活，非得拉着我干。回头只能告诉四长老，他的弟子参与了黑牙帮与城主府的厮杀，不幸被人击杀呢。我从头到尾都只是对方盘子里的一块肉，现在肉该下锅了。什么城主之位，什么吞并百草阁的大业，在绝对的实力面前全是个笑话。彻底完了，萧家100年基业全毁在我手里了。还有何话可说？我萧应恒在云山城经营了这么多年，自认没有露出什么破绽，就连黑牙帮那个烂摊子都被我用来当了挡箭牌。我实在想不通，你一个刚来没多久的三修是怎么把这局棋下成这样的？死到临头就别操心下棋的事了。再无话说，请速速动手。大哥有什么吩咐？萧应环虽然死了，但城主府里应该还有不少余墨，打蛇不死反受其害的道理，魏老兄应该比我懂。大哥说的太对了，这种抄家的脏活咱们商盟干得最利索，要是不把萧家连根拔起，以后少不了要在背地里给咱们使绊子。那就麻烦商盟的兄弟跑一趟了。都听见我大哥的话了吗？去城主府，凡是喘气儿的全宰了，连条狗都别放过。是。大哥，大戏已经结尾，我带商盟弟子回去了，城主府财宝全部封存，纹丝未动。没少点什么。大哥把这差事交给我，我怎么可能中饱私囊？老家那萧家100年积攒的底蕴，连灵石带法宝装了整整10几间大库房，我都让人贴了封钱，连个铜板都没往外拿。辛苦魏老哥了，改日去商魔畅饮一杯。那老弟，我可就在商魔备好上等灵酒，随时恭候大哥大驾了。顾魔主，现在城主府的阻碍全都清理干净，你现在去接管城主府，时机正好。他真的做到了，他把整个云山城捧到了我面前，这可是城主之位，他竟然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就给了我。你不和我一起去吗？名不正言不顺，我去干什么？百草阁的阁主去接管城主府，才是名正言顺。百草阁弟子听令，随我前往城主府，接管全城防务。我故意当着所有人的面把令牌给顾晚舟的，就是要间接告诉各方势力，从今往后这座城池说了算的就是顾晚舟，而谁敢动顾晚舟，就要先问问我叶长生答不答应。行啊，叶长生，只是来了云山城一段时间，就把云山城给接管，宗门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根基，你就这么轻易给捣垮了？师姐说笑了，城主府底蕴都还在，只是换了个管理者。之前的管理者偏向四长老，换了新的管理者之后，云山城当然偏属于苏长老麾下。四长老那个老东西，平日里在宗门就喜欢和师尊作对，现在把他的狗腿子宰了，换上自己人，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算你机灵，昨天刚见你的时候就觉得你容貌恢复的有点夸张了。我记得当初在杂役峰第一次见你的时候，还是个满脸褶子发花白的老头，可现在反而变成了一个30出头的硬朗男人。真是你自己的脸，你这到底是吃了什么天才地宝？不要动我夫君！喝茶就免了，本姑娘来回赶路，现在只想听些有意思的，说说吧。你一个半只脚踏进棺材的杂役老头，怎么摇身一变成了这云山城的幕后主子了？我师自费了那么大劲，用8瓶往生丹救你，可不是让你来凡俗界称王称霸的。师姐这话可就冤枉我了，我从外门出来的时候，全身上下就那么点破烂底子，
不找个靠山，不弄点零食，我都活不过这个月。来云山城纯属意外，但我发现这里有一条很有趣的利益链。城主府的萧家每年都在暗中截留大批资源。截留资源，云山城这点微末主餐也值得你费心思。如果是普通资源，当然不值得。但如果是走私风云阁的物流，而且接头人是宗门四长老，你把四长老的财路给断了。何止是断了，我不仅断了他的财路，还借着黑市商盟的手把萧家整个端了。四长老那个老东西，平日里在宗门就喜欢克扣各种丹药配给，他培养的那些外围势力简直就像吸血虫一样。你把他这根血管拔了，他要是查出真相，绝对会扒了你的皮。所以这口大黑锅只能让别人来背了。现在云山城的城主令牌就在百草阁阁主手里，不管以后四长老派谁来查，账面上都只会是一笔烂账。你是不是从进入云山城开始，就已经谋划布局，夺取整个云山城势力了？我可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苏长老考虑。要知道，四长老总是爱搞一些小偷小摸的事情。苏长老为人正直，不在宗门之外培养势力，未来很可能受制于人。就算他自己不考虑这些，苏长老对我有救命之恩，我自然也属于苏长老门下，自然要帮助苏长老谋划。没想到你竟然是真的在为师傅他考虑。行啊，叶长生，本以为你这老东西能活下来就不错了，现在境界已经到了断体境不说，心思也更加老练。还是说你在宗门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心思了，故意装怂？苏师姐想多了，我那时候光是活着就不容易了，哪还敢有多余的想法？对了，师姐，这次回宗门还请不要将我进入断体境的事情告诉宗门那些人，我怕。放心吧，你说的我都懂。你师姐我不是那种没长脑子的，一个本该老死的人突然返老还童，还破了境。这消息要是传回宗门，那帮老怪物怕是要把你当成活体灵药一寸寸研究。师尊既然保了你，我自然不会去多嘴惹麻烦。叶长生，我帮你屠光了那帮强盗，但顺手还杀了几个无极宗的弟子。虽然不知道无极宗会不会查到我头上，但他们的弟子死在了云山城，第一个要查的自然是云山城。你要想好怎么应对。师姐慢走。叶长生，你给我说清楚，取消婚约是什么意思？现在跟我去一趟百妖谷吧。去百妖谷干什么？事情如何了？师傅，你没看见那个场面？魏执事在云山城，那也是横着走的人物，见了叶长生跟耗子见了猫似的，当场就叫了大哥。我这人最讲道理，既然要抢亲，那就凭真本事。凡俗势力的勾心斗角，也值得你特意回来念叨。要只是抢个亲，我至于这么激动吗？重点是他把云山城的城主给换了。你说什么？萧家跟城主府勾结，那就一块儿端了。叶长生把黑牙帮的残余也算计了进去，对外只说是黑市火拼，城主府内斗，现在坐在城主府里的是他自己人。他想的倒是周全，不过为了一个百草阁，只当费这么大勾折。师傅，重点不在这儿。叶长生说了，他说师傅您只知道苦销，不懂得经营势力。云山城就是他替您建的第一个宗外据点。修仙之人还于本真就好，我不需要那些。哦，还有一件事，叶长生他到断体境了。他寿元枯竭，经脉早已朽坏，哪来的灵气让他破境？叶长生，老娘今天要把你办了！你受什么刺激了？有事好好说。
体境5层，就睡了一觉，破了4层境界。这灵种到底是什么东西？师傅，你先看看这个。给我看这种画像做什么？师傅，这画上的人是叶长生，他返老还童了。这老东西还藏着这一手呢。苍灵根，果然夺天地造化。灵亮神宗开始派出弟子下山历练了，说是切磋，实则来立威的。哼，切磋说得好听，我们这些普通弟子拿什么跟他们打？若是接了，怕是抬不起头。多谢仙长，我们怨念已消，可以轮回转世了。爸妈，我的好姑娘，这些年真是辛苦你了。年轻人，清堂就拜托你了。你之前来百妖谷的时候，就能看到我父母。我之前答应了他们会照顾好你，所以不管有没有婚约，我都会照顾你。你刚才说之前答应了他们，你什么时候见过我父母？你父母当年押运药材遇险，不是意外，是城主府黑牙帮联手干的。黑牙帮引兽，城主府断后，他们把你父母留在了那个山谷里。你既然知道真相，想为什么一直瞒着我？就你这个傻妮的性子，知道真相还不得提着剑去城主府拼命？百草哥经得起那种折腾？我也没有那么冲动嘛。我怎么感觉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你能没劲吗？你现在已经是炼气8重了。炼气8重，我连功法都没练啊！我魏某人若敢违背大哥叶长生分毫，天诛地灭，魂魄永消，不入轮回。我就是拿身份压一压他，试探一下忠心，怎么几句话的功夫，直接把心魔大师给搬出来了。好兄弟，云妙宗弟子令牌，大哥你……我这次下山，大概还有2年才回去。2年之内，我扶你坐上总长的位置，前提是你手里资源仅为我所用。从今往后，小弟这条命就拴在大哥身上。之前商盟送了一批货去一个叫风云阁的地方，你清楚底细吗？大哥要对风云阁动手，那可绝对不是什么善茬。那体量少说能顶得上一个中型宗门，垄断了附近好几个大洲的高阶灵异。御兽，他们从各大御兽宗门低价收幼崽，转手高价调卖，自己还有隐秘培育基地，一只变异幼崽随随便便几百万灵石往上走。这老东西原来是借着灵兽买卖的幌子，把宗门外头的黑产全洗白了。大当家、二当家，你们死得好惨啊！云妙宗枯荣镇那个老混账，竟然赶尽杀绝！你是什么人？为何来给黑牙帮收尸？各位仙长饶命啊！我叫叶崇，自小在黑牙帮长大。大当家嫌我没有修行资质，就让我混进城主府萧家当杂役。我一直是大当家安插在城主府里的卧底啊！既然是卧底，那你倒是说说，黑牙帮到底怎么覆灭的？全是萧应恒那个老家伙的毒计。他接待了一批风云阁的神秘客，我端茶倒水时亲耳听见他们谋划萧家要吞并云山城产业，黑牙帮碍了眼，风云阁的人趁黑牙帮放松警惕的时候一锅端了。朱师兄，区区萧家根本伤不了孙师弟他们，动手的一定是风云阁，这仇不能不报。风云阁体量跟我们无极宗差不多，为了几个外门学子，你想让2派生死火战吗？不白死，不白死！百草阁趁着城主府空虚，把萧家给灭了，也算是给帮里兄弟们报了仇了。风云阁、百草阁，雪儿咬钩了。叶冲，今后无极宗可以给你资源重建黑牙帮，
命你短期之内重建帮派，能做到吗？承蒙各位无极宗仙长相信，小人定不辱使命。无极宗的冤大头果然上当。你这几个时辰跑哪儿去了？商盟的人说你天黑前就走了，我去黑市找了一圈都没看见你人。去城外办了点事儿。怎么，少阁主是怕我跑了？谁怕你跑？我就是怕你死在外面没人收尸。放心，暂时还死不了。风云阁的事，我有了点眉目。风云阁，你要动那个御兽的巨无霸？云山城太小了，小到不够一个人翻身。我答应了别人，2年之内要扶他坐上总长的位置，总得先搬几块绊脚牢石。四长老，你解释一下，这批贴着商盟封雕的货物，为何收换人写的是你的名字？四长老，你好大的胆子！查清楚了吗？到底是怎么回事？风云阁那帮蠢狗是吃错药了！回师尊，这批货不是风云阁发的，云山城萧家被屠，百草阁用城主府名义从商盟名牌发过来的，为的就是恶心您，把这层关系捅到掌门面前。一定是叶长生干的！百草阁就算有天大的胆子，也想不出这种绝户计。这一招高明啊！不光脱离了我的掌控，还借着这批脏货用掌门的手压住了我，让我有了不能对他们出手的理由。师尊，您是说那个死而复生的废物，他怎么可能有这等手段？他背后站的是苏梦瑶，在我不知不觉中，我手中的势力就已经被整合到他手下了。这哪里是废人的手段？这分明是苏梦瑶借他的手在铲除我的羽翼。亏你还是我的亲传弟子，连一个100岁老糊涂的心机都不如，你这些年的修行都白做了。师尊教训的是，要不要嫡子亲自出手，去云山城杀了叶长生？不用，掌门刚刚当着所有人的面敲打了我，你这个时候跑去云山城杀人，是怕掌门找不到借口废了我吗？那我们难道什么都不做？让他再快活一段时间吧。现在招惹苏梦瑶不是时候。这么早从外面回来，你去哪儿了？500万灵石，无极宗到底在打什么算盘？那位领头的师兄看我老实朴实，把这笔钱当启动资金，让我重建黑牙帮做棋子。无极宗还没放过云山城的打算，干嘛要对抗？有人主动掏钱给我们养人，从百草阁和城主府挑些人，白天当护卫，晚上换身衣服，就是黑牙帮精锐。年底随便拨点资源给无极宗就算交代。把大宗门当提款机和免费打手，这城府我连他1/10都不如。姑姑，还是我夫君厉害吧？能把无极宗耍得团团转。青海已经喜欢上他，可我也太荒唐了。哼，炼丹招亲就是个幌子，我可没同意这婚约。姑姑，你怎么这样？接下来1个月我要闭关，除非要紧事，不然任何事都要等我出关再说。大哥花费400万灵石，从各处商盟运来废丹，这是嫌自己钱太多了。唉，想不通，索性不想了。1个月后自然就能见分晓。李哥，这都后半夜了，稍微眯一会儿行不行？你不想活了，就自己把腿打断，别拉着我垫背。今天傍晚，大小姐亲自来巡杀，下了死命令，谁敢打扰她夫君闭关，直接废掉双腿，驱逐出云山城。我的亲娘呀，这谁还敢打瞌睡啊？青堂，你别再转了。这1个月来，你每天在这守3个时辰，连阁内账本都不看了。可是姑姑，他已经进去整整1个月了，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那可是400万灵石的废丹啊！万一吃出什么好歹……叶长生行事向来稳妥，他既然要了那些废丹，自然有他的道理。
君，你现在境界如何了？之前取消婚约的话，他是油盐不进啊。就算把云山城所有灵兽牵过来，也不可能在1个月内啃得干干净净。这男人到底是个什么怪物？断体境9层，还差1步就能步入筑基。夫君真厉害！我让百草阁给你调极品丹药，多吃点，争取明天就能筑基。还没过门就这么败家，只有成熟理智的我才配得上叶长生。城主府还有不少资源，需要的话我也可以让人都送来。姑姑，叶长生是我夫君，也是你侄子，你可不要打自己侄子的主意。这婚事就你自己认了，我们可一个不认。他现在是百草阁半个主人，我理所应当就是他的人。你城主府的资源还是自己留着吧，我怕有的人借着送资源的由头，天天往我夫君屋里跑。好了，都消停会儿。我现在境界卡在9层，需要找到一样东西才能突破瓶颈，不然吃再多丹药也是无用。需要什么东西？这个暂时不能告诉你们，我要去其他地方一趟。大哥，大哥，您出关了，断体境9层，拿去补补身子。五品丹药，大哥，这太贵重了，老魏何德何能？给你就拿着，既然是我叶长生的自家兄弟，总不能让你顶着这副干巴骨头去跑腿办事。我境界卡在断体9层上不去，想要迈入筑基总差火候。你们商盟陆子野情报王广，帮我查一样东西。大哥要找什么？苍灵种。大哥说的可是苍灵种？这东西1000年之前天地灵气大面积衰弱之后就极少出现了，最新一次被发现还是200年前一位叫菩提老人的大能在上古秘境里寻得一颗，采摘下来后灵气很快就飘散了。大哥，古籍上明明白白写着，苍灵种只有配合传说中的极品灵根苍灵根才能真正发挥效果，您找他做什么？老魏，有些事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苍灵种若懂得运用之法，拿来炼丹，我有绝对把握能炼制出6品甚至7品。6品7品，在云山城这种边陲地带，一颗5品丹药都能让各方势力争破头皮，要是能拿出一颗6品去拍卖，那利润足以让老子整个商盟高层面前横着走。大哥放心，我现在就去发密信联系商盟各地同僚，不管付出多大代价，就算把整个修行界翻个底朝天，也得把苍灵种的线索给您抠出来。找东西尽快去办，我今天过来，另外还有一件事要交代。大尽管吩咐。将你推到商盟总长位置的计划，我已经制定好了。大哥，总长的位子靠的是真金白银的流水账，哪怕咱们把云山城地皮刮干净，那点流水跟总长手里几10座城相比，也就是9牛1毛啊！谁告诉你我要让你靠刮云山城地皮去争业绩了？那这业绩去哪儿凭空变出来？目前的百草阁确实不够看，那如果百草阁今后的体量是现在的数10倍乃至100倍呢？百草阁现在云山城确实风头无所，可要扩大数10倍100倍，您准备如何扩充？这可不是几句大话就能填进去的真金白银啊！具体事宜你暂时不要管，我只问你一件事：之前让你搜罗的那种废丹，现在商盟的路子里还能搜罗多少？大哥放心，要多少有多少。再给我整来500万灵石废丹，不过我现在手里没钱，得你先垫付。大哥，你这就把外人当外人了！大哥连5品丹药都眼都不划的赏给小弟，还替我谋划总长位子，难道我出不起区区500万灵石？莫说500万，就算是倾家荡产，只要大哥用得上，那也是老魏几世修来的造化。行了，知道你仗义，半个月之内我要看到废丹运到。大哥放心，半个月内要是差了1颗废丹，您直接拿我试问，
见鬼了！老魏花100万灵石买废丹，收那么多药渣子回去干嘛？掌柜的，老魏莫不是发财了，拿咱们寻开心？真要是当肥料，那长出来的灵草怕是能直接成精了。哼，既然他老魏自己把脖子伸过来挨宰，咱们也没有不落刀的道理。去一趟灵丹宗采购废丹，把库房那几辆破灵舟拉出来，点齐人手。这怎么可能？那些明明都是废丹啊！把废丹重新炼化成正常丹药，别说见了，以前连听都没听过。长生辛苦了，夫君真棒！这些丹药全卖出去，得值多少钱呀？我大概算了一下，500万本钱炼出的这批丹药，能卖20亿灵石。20亿？长生，你确定没算错？只少不多，要是拿到商盟高端拍卖会上，翻倍都有可能。灵种怎么长得这么快？难道是因为吞噬了大量废丹杂质的缘故？喂，能听见我说话吗？这位姑娘，素昧逢绳，招呼都不打一声就直接住进我的丹土里，是不是有点不太合规矩？哑巴了？还是说听不懂人话？你要是真不说话，我可就当你是死物件了啊！这女人绝对是个惹不起的活祖宗，随便露出来的剑意都能把我切成生鱼片。还好她没有主动攻击的意思，只要我不吃撑了去打扰她，她就像个摆件一样安静。我都元气大损成这样了，还有这么大劲儿？这不是刚才差点要了我命的剑意吗？一模一样。难道那女人用我的灵气提炼剑意，因为灵种相连，有一部分顺着经脉反哺到了我身上，所以我不知不觉间竟然把她的剑意拿出来用了。去！我叶长生这辈子刨过地，吃过草，吞过废丹，算计过人，这双手连一把正经玄剑都没怎么摸过，顶多切过2回烤肉。结果现在我竟然成了一个掌握极品剑意的高手。大哥，您刚才报的这个底度，真是百草阁接下来要通过咱们商盟出货的量？有疑问？不是疑问，是我这老骨头的心脏有点受不了。1000万颗2品丹药啊，光是想想那场面，我都不敢去想会有多吓人。账面上的事不用你发愁，你只要告诉我，这些丹药全部铺开售卖出去，再把属于百草阁的资金回笼交割到手上，大概需要多久？数面太庞大，云山城周边几个州域撑死也吃不下，得分批调度，运往更远的商盟分头。运输要时间，打通沿途关节要时间，把杂七杂八的损耗都算上，大概需要1个月左右。1个月？上次我交代你查的事呢？关于苍灵种出现的地方，有打听到吗？消息确实是打听到了，据商盟上面的一位周昭说，就算是元婴境的老怪物进去，也不敢保证自己能全虚全伪的退出来呀。既然知道到苍灵种的消息，那就得去一趟。正好售卖丹药这1个月也没事干，就去看看。大哥，您真要去送，真要去冒险？管好百草阁的账，我不在的这1个月，生意上别出岔子。你非去不可吗？非去不可，这东西对我你有东西想清楚，连元婴期的大能都有去无回，你现在才什么修为？就算你非要去，我也得跟着你一起去。不行，这一趟来回至少1个月。百草根现在什么局面你心里清楚，1000万级订单马上就要全面铺开。我走了，除了你，还有谁能把这块招牌撑起来？你这人总是能找到让人根本没法拒绝的理由。1个月内，我肯定把事情办完回来，你把家里看好就行。老人家，我们同路，给你些银两，能否载我一程？既然是同路，就别提钱了，直接上来吧。
真是好牛。这牛比你年纪还大嘞。这老者怕是看着我年轻，不知道我实际年龄啊。真要算起骨头上的年轮，这头牛要是比我还大，那这牛早就该褪去凡胎成精了。啊！这牛车晃荡了少说也有大半个时辰了，怎么连只飞鸟都没瞧见？正好闲来无事，我懂一些占卜之术，要不要给你算一卦？你这命很怪呢，前半生跌宕坎坷，后半生嘛，像是布着一层迷雾。这说辞，云山城桥头算命的瞎子一天能拉着人说800回，真让先生说对了。我前半生可比一般人都坎坷。他要走左边这条，你要走的是右边这条路，只能就此别过了。一去九死一生，给一个忠告：外务须内破。敢问老先生名号？出生本无为，天凉好个秋。真是奇怪。师傅，您可算是回来了。巧云啊，怎么为师一段时间不见，脸上多了些愁容？师傅，你下山前让我不争不抢，弟子发信问你要不要参加圣灵大会，结果你没回信，弟子就没参加。不然的话，那圣女的身份哪里轮得到她周一墨来当？她一生的根骨修为，那可是剥了别人的仙髓才换来的。欢迎无畏长老回宫。叶哥哥，咱们现在要去哪儿呀？哥哥带你去个地方，躲避一些坏人。坏人长什么样？长得很凶，不讲道理。这群阴魂不散的东西，追了5天5夜还没完。这丫头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爷爷奶奶已经身首异处，连家都没了，带她进谷，那就等于带着一块活肉去喂凶兽，必须得找个地方把她安顿下来。丫头，我问你点事儿，你们家平时有没有招惹到什么仇人？爷爷奶奶都很好，过年很多人都给我送好吃的。这大馋丫头脑子里除了吃还能有点别的吗？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找个人多嘴杂的地方打听打听，看看这小丫头在附近还有没有其他远亲。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先上菜，切2排酱牛肉，再上几个热炒。这丫头是不是在商盟吃不饱啊？送我这儿来了。是不是吃饱了？你猜？再切20斤熟牛肉，加些热乎炒菜。明白，这就去后厨催。店家留步，我这里有些丹药想出售，该去什么地方？若是去风雪城的商盟，这条路好走吗？客官，您2位是从外地来的吧？不错，我本是带着这丫头来风雪城找个亲戚投坑。哎呦喂，客官您可真是命大呀！幸亏您是这时候才从外地过来，要是早去几天，您这亲戚怕是连骨头渣子都找不到了。店家这话怎么说？客官您是有所不知，就在几天前，风雪城那边出了一桩惊天的大事，当地最大的商后，也就是您刚才打听的那个商盟分舵，被人给彻底挑了。据说那天夜里，商盟上下血流成河，全家老小一个活口都没留下来，就连跟商盟沾亲带故的寻常百姓也全都被杀了，那叫一个惨呐！这商盟分舵倒得罪了什么手眼通天的人物，下手如此狠绝。这么说来，那风雪城现在是个是非之地，已经去不得了。那是万万去不得了，现在那边全乱了套，谁进去谁倒霉。我劝客官您呐，
最好是在咱们这小店多住上几夜，等风雪那边的风头彻底过去了，您再过去寻亲也不迟。您要是实在急着走，那就趁早绕开前方的函授谷，赶紧带着这小丫头去其他地界投奔别的亲戚吧。风雪城可以不近，但函授谷是突破筑基的必经之路，若是绕开了，我上哪儿去找苍灵种？店家，如果不去风雪城，我倒是想去前面的函授谷里碰碰运气，采点草药。如果我想穿过函授谷的话，有没有什么相对稳妥的办法？不行，客官您别开玩笑了，那函授谷是什么地方？就算是成群结队的修士进去，也不敢说能活着出来。你还带着个娃娃，那不是白给里面的凶兽送口粮吗？没办法，真没办法。客官，不是我存心瞒您，实在是那条路太凶险了。不过您既然问到了这份上，办法倒也不是完全没有。仔细说说。在这函授谷的入口处有个镇子，那些常年在刀口舔血的过往修士，还有本地有些真本事的猎户，平日里都会聚集在那个镇子里头。大商家或者丹师需要函授谷里特产的材料，经常会在那镇子里发布悬赏任务。客官，您如果手头宽裕，钱足够多的话，可以去那镇子里多雇佣几个修为高深的保镖护员，让他们结伴随着您一起进入函授谷。但是客官，您可千万切记一件事儿，您就算花再多的钱雇人，也只能让他们带您走函授谷边缘的那条隐秘小路，绝对不能走那条横穿核心地带的大路。走小路的话，也就是从函授谷的边缘地带擦个边，虽然路难走点，但运气好的话，马上也就过去了。店家，如果我偏要走大路的话，会如何？客官，您快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了。走大路会如何？之前咱们这一带可是来过一位极其厉害的修士，仗着自己神通广大，偏要大摇大摆的走大路穿过函授谷。结果呢，进去了之后连个赏都没听见，直到今天为止，连一块完整的尸骨都没人见过。那位修士究竟是什么境界？小人听那些散修大爷们说，那位进山没出来的老神仙，可是传说中的元婴境。千兽崖的位置极为隐蔽，如果核心区域连元婴老怪都能吞噬，那我这断体境的修为进去，简直连塞牙缝都不配。看来只能先去那个小镇，找几个熟悉边缘地形的本地向导了。叶哥哥，我吃饱啦。店家，结账，剩下的不用找了。多谢客官，客官您慢走，路上千万留神呐。这位客官，外面风雪大，快里边请。您是想打尖还是住店？想吃点什么热乎的？小店后厨都能给您现做。我不吃饭，向你打听个人。看仔细了，你在这客栈里有没有见过这个老头？叶哥哥，你是不是要把莹莹一个人丢在这里？胡思乱想什么？就算要进深山办事儿，也不可能带着你这个小拖油瓶。走之前，肯定先帮你找好稳妥的亲戚。莹莹没有亲戚的，爷爷说我是他从城外雪地破草堆里捡回来的野孩子。这世上除了爷爷和奶奶，再也没有人喜欢莹莹了。那天晚上，坏人提着刀闯进来，爷爷跟奶奶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以后再也抱不到莹莹了。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为什么一路上还笑嘻嘻的，连多问一句都不曾有过？因为爷爷说外面的世界都是吃人的妖怪，带着只会哭的小孩会给大哥添麻烦。爷爷说要是莹莹不懂事惹你烦了，你就会在半路上把我也丢掉。爷爷还说莹莹要一直笑，一直乖乖听话，只有这样别人才会愿意喜欢莹莹一点点。姐姐，恁这是弄啥嘞？非得玩死我才甘心吗？有话好说，咱先把这满天飞行器收一收，行不行？
轻点，这地板滑坏了没师傅修啊！这可是我的玉府根基。照顾好那个孩子。就算你不说，我也能照顾好他。你这自磕的不多余吗？还毁了我玉府几块地板，咱们这算合租吧？你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管的倒是挺宽。多谢前辈赐法，晚辈铭记于心。外边那丫头的事，我自会当成自己的事来办。别哭了，以后就跟着我，只要我不死，就有你一口吃的。一口好像吃不饱，还敢嫌少？我平时吃什么，你跟着吃什么。就算我啃树池，你也得给我嚼碎了咽下去。叶哥哥才不会啃树皮呢。爷爷说过，大哥哥是能拿出好多好多仙丹的有钱人，跟着有钱人肯定顿顿都能吃肉包子。哟，客官，第一回来咱们风雪镇吧？您这是想点几个热菜歇歇脚，还是想开间上房住几天？还是说想打听打听函授谷里的买卖消息？吃饭住店一会儿再说。你们这儿关于函授谷的消息，什么价目？寻常消息不值钱，外头街上赏2个铜板，闲汉能给您说一箩筐。挑值钱的说。咱们客栈正中央的铁木柱上挂牌子发布互标任务，不管成交多少，东家抽1成红利。包个民间5把式，500两雪花银起步。不过对付低阶凶手，就是去送考粮。若是顾修士呢？散修按境界算账，雪隐宗弟子起步就是5块灵石，还不带还价。不过那都是穿行大陆的价。客官要是想往函授谷深处走，采高年份灵草，那价码起码翻50倍往上，还得看有没有不要命的疯子肯接。说我要去的地方是千寿崖。客官，您莫不是拿小人虚开心？那地方连元婴老遁走错一步都得丧命，你这是去找死啊！先开一间清静上房。好嘞，天子3号房一间，客官楼上请。邪了门了，这年头不要命的主怎么越来越多？500灵石，老子没眼花吧？哪个大金主跑来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撒钱？你先看清楚要求，需要对函授谷极度熟悉，能深入谷内避开凶手，关键时刻还得有实力硬刚凶手。最重要的一点，能照顾小孩儿。这雇主脑子被阴风吹坏了吧？去那鬼地方要带个小孩，500灵石买1条命，顺带当保姆，这买卖谁接谁是傻子？带这丫头确实麻烦，但放在客栈里更不安全，只能找个靠谱向导分担压力。慢点吃，没人跟你抢。叶哥哥，这家的鸡腿真好吃。有事？悬赏我接了，什么时候出发？这次任务可是要深入函授谷，你确定没问题？我刚从函授谷出来，里面的情况我很熟悉。这是50枚灵石定金，事成之后再加100枚。明早晨时，客栈门口见。你妈没告诉你，出门在外财不外露，按规矩先拿50灵石保护费。做什么？我看您带个孩子也不容易，这帮也惹不起，您还是破财消灾吧。听见没？识相的敢把剩下的灵石交出来，大爷心情好，还能留你和这小家伙一条全尸。这么说，在你们客栈里死人都不管了？管不了，管不了。知道杀人不用追究责任就行。弹指间杀人，连兵器都没拔，这人修为到底多高啊？2天后出发，做好深入函授谷最深处的准备。什么意思？不要定金，还倒贴？我带你进函授谷，不光不要钱，还出200枚灵石，只求你能顺便帮我做一件事。哦，什么事？这里人多眼杂，能不能找个私密房间？走吧，跟我上楼。叶哥哥，我可以在里面吃吗？去吧，乖乖待着，别出声。
我在这家客栈等了半个月，你是第一个愿意深入函授谷的，那就说明你有本事对付那些凶兽，所以我的请求只有你能完成。别给我戴高帽，我这人只看利益。你的请求是什么？我叫陈峰，7天后风云阁会有一批商队来到函授谷，我希望你能帮我伏击那支商队。风云阁势力可不小，让我去惹这种硬喇子，先说出你跟风云阁的纠纷，我再决定要不要接。风云阁抢走了我的女儿，她是我的命，这支商队就是抢走我女儿的那支，求您帮我伏击他们，等我救出女儿后全身而退就行。从这女人骨相和气血来看，分明连道理都没有过，哪里来的女儿？这女人在撒谎。不过，目标既然是风云阁，那就够了。救人可以，伏击商队也可以，但代价是让你背负杀死风云阁一整条商队的罪名。这件事后果极其严重，你将面临风云阁无穷无尽的追杀。我能。罪烈申请离开烧子，满心杀意跑去云山城，却发现百草阁如今有商盟庇护，四周全是高手巡逻。叶长生，你杀我全家，此仇不报，誓不为人。我一个筑基3层，根本没有拔剑的机会。费尽功夫买消息，才问出你叶长生离开云山城，前往风雪城的消息。我便在这必经之路的风雪后守株待兔。不用找了。叶长生，只要你敢出现在风雪镇，就是你的死期。这人疯了吗？敢在镇子里乱放杀气，不怕惹来镇守护卫？快躲远点，这小子要杀人！叶长生，去死吧！小心背后！叶哥哥，刚才是不是有人在喊你的名字呀？你听错了，只是风声而已。刚才被你杀死的那个，是你仇人吗？不知道，也许是迷路了。这人才30岁容貌，却有100岁深沉，杀伐果断到了极点，简直比函授谷里的凶兽还要可怕1万倍。就选这里设伏，乖乖坐着，不管听到什么声音，都不许探出头来。莹莹知道了，莹莹绝不添乱。他们来了，是他们，那就是风云阁的车队。莹莹，过来，抱紧我，闭上眼睛。好。什么人？好大的狗胆！活腻了是不是？路过而已。路过，别从几10丈高的崖顶上人弄鬼，瞎了你的狗眼，看山撞清楚，这是谁家的商队？我们可是风云阁的人，赶紧滚开，不然把你们砍成肉泥去喂凶兽。风云阁，我知道，找的就是你们风云阁。看来是专门来找茬的了，报上名来，我手下不斩无名之鬼。你们风云阁平日里没少吃空饷吧？仗着有些背景，甚至连我宗门长老的利益都敢贪图，这胆子可真够大的。我风云阁暗中帮大宗门长老转运不法赃物，是极其隐秘的勾当。眼前这人怎么会知道的这么清楚？这位兄弟，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讲。我们风云阁做生意向来本分，你口口声声说我们贪了长老利益，不知道你指的是哪位长老？本分？你们风云阁要是本分，太阳打西边出来。至于我是谁派来的，你们还不配知道。你连宗门都不肯说，我怎么知道你不是虚张声势？既然敢来拦路，总得报个腕儿吧？阁下到底是哪个宗门的？就这点实力也敢在函授谷外围运送重物？不用打听了，死人是不需要知道那么多的。你耍我，给我上！记住，杀死你们的人叫叶长生。
前辈饶命！一切饶命啊！小人有眼不识泰山，求求您当小人是个屁放了吧！现在肯好好说话了？肯了。前辈，您问什么小人都说，绝对不敢有半句隐瞒。你们这支商队准备去什么地方？我看你们走的方向，这可不是通往风云阁的路线吧？回前辈的话，我们确实不是回风云阁，这批货是要送到寒寿谷外面的，是去交差的。这批灵兽幼种是准备送给雪隐宗的。送给雪隐宗？你们阁主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大方了？在哪里？晨晨，娘来了！原来他说要拼死救回的女儿竟是灵兽幼崽。风云阁向来做的是干脆利落的灵兽买卖，自己豢养捕捉无数灵兽，为何偏偏要大动干戈，抢夺别人手里一只幼兽？是你！你这个叛徒为什么会在这里？那个人竟然没杀掉你！你们认识？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前辈，小人全说，他不仅是我们的人，而且还是个叛徒。他监守自盗，偷偷带走了阁里极其重要的一只灵兽幼种。阁主大发雷霆，直接对他下达了最高级别追杀令。我们这次运货途经风雪城附近也是运气，碰巧撞见了他躲在那种穷乡僻壤，立刻动手把兽种抢了回来。抢回后，队里派了个高手去斩草除根，想彻底灭口。我怎么也没想到，那个人居然失手了。他非但没死，还找来了您这样的大能。难怪这女人愿意倒贴300灵石也要拉自己来伏击风云阁商队，原来根本不是什么强盗抢人戏码，而是风云阁清理门户的恩怨局。她隐瞒了风云阁出身身份，也隐瞒了这只灵兽的真正来历。他的事待会儿再说。回答我刚才的问题，你们风云阁费这么大劲弄来这么多珍贵灵兽幼种，为什么要送给雪隐宗？回前辈的话，这不是我们阁主突然大方，而是不得不送啊！雪隐宗最近出了件震动各方的大事，他们宗门里前不久刚出了一个100年难得一遇的绝顶天才，听说是上面亲自验证过的，空前一剑的仙灵根弟子周一南，那个曾经让我倾尽所有，却在最后关和亲手挖走我仙髓的女人。她靠着夺取我的仙髓，才成就万中无一的仙灵根，最终被高高在上的灵神宗看中，破格收入，一跃成为高不可攀的仙门天骄，而自己却被像扔垃圾一样抛弃在荒山野岭，寿命终尽而死。仙灵根，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天生的仙灵根？多半又是哪个倒霉鬼被抽干了底蕴，成就了别人的通天大道。前辈，小人知道的都已经全交代了，这批贺礼就是为了巴结那位仙灵根天才，求您行行好，饶小人一条狗命吧。说完了就上路吧。不，你答应我。对不起，我确实是对你撒了谎，我隐瞒了我是风云阁叛徒的身份，也隐瞒了晨晨的身份。我实在走投无路，把你卷进这个局里，骗你出手帮我伏击商队，千错万错都是我一个人的错。你要杀要剐，陈峰绝无怨言。但我求你放过晨晨，他只是一只什么都不懂的幼兽。起来吧。你不杀我？你不用摆出这副视死如归的架势。我不在乎你以前是干什么的，也不在乎你惹了多大麻烦。我们一开始就说好了，这是一场公平交易。我不管你叫陈峰还是别的什么，接下来我还需要你带路，带我进寒寿谷。你放心，寒寿谷的地形，这世上没有几个人比我更熟。从现在起，我的命就是你的，我一定会做好向导的职责。叶哥哥，这些小动物要怎么处理呀？你疯了！这可是整整数车的灵兽幼种啊，每一只都极其稀有。这要是全部弄去黑市发贸，起码能卖出几十万灵石的天价。你就这么全放了？随便找个地方卖掉，也能换一大笔修炼资源啊！想要你抓几只去卖？快跑吧，快跑呀！
前辈，前面就是函授谷入口了，我们要现在进去吗？暂缓几天也不迟，先回风雪镇，回客栈休整。客官，您这是要打尖还是住店？准备2间上房。天字号2000，快烧热水。叶前辈，其实不用这么破费，我和您挤一间柴房，或者我在门外打个地铺守着就行。那间房不是给你开的，是给他养伤用的。我杀了风云阁几10条人命，费了这么大功夫才帮你把这只灵兽救回来。你要是让他在柴房里冻死了，我岂不是白忙活一场？前辈大恩大德，臣奉万死难报。用最坚硬的寒铁加急打造一个极其坚固的铁笼。客官放心，这笼子别说普通凶兽，就算是4品以下的妖兽，咬断了牙齿也绝对破坏不了一丝一毫。走吧，进函授谷。地道使战剑府县峡谷子夜头相生。叶长生，好一个叶长生！云淼宗好像也有一个叫叶长生的人。风云阁这些年一直帮着城主府和宗门4长老库荣真处理那些见不得光的账目，难道是库荣真那个老狐狸嫌弃最近风云阁吃拿卡要的太多了，故意派了这么个隐藏高手来敲打我？叶长生，不管你是谁，敢动我风云阁的火，这条命我裴九长要定了。叶前辈，左边那条是边缘大路，相对安全，平时都是采药客走；右边这条就是直通函授谷深处的死路了。走右边。叶前辈，您看，这里凶名在外，连风云阁那种大商队护卫都不敢轻易涉足深处，竟还有别人敢走这条路。这很正常。虽然深入函授谷听着像送死，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很多人为了生活还是硬着头皮进来碰运气。只要不走太深，一直在中外围徘徊，运气好就能采集到只有这里才会生长的特殊草药。只要招子放亮，不惊扰到里面真正可怕的凶兽，赚一笔横财，安全撤离的希望还是有的。继续走吧。前辈，你们不冷吗？不冷呀，叶哥哥身边好暖和的，就像有小火炉一样。这有什么好冷的？把周围袭来的寒气用剑气砍碎就行了。用剑气砍碎寒气，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儿？剑气本来就是主杀父的极度狂暴之力，谁家好人拿剑气当御寒护盾用啊？这得需要多么恐怖的神识控制力，要把剑气细化到肉眼不见的程度，精准劈开每一丝侵袭身体的寒气，还不能伤到旁边齐硬硬番毫。操控剑气到这种精细入微的程度，这人的境界怕是得金丹甚至元婴老怪才行吧？叶前辈，冒昧问一句，您现在到底是什么境界啊？断体境9层大圆满。断体境还9层大圆满，这糊弄鬼呢！你家断体境能一剑秒杀筑基5层，你家断体境能用剑气劈开函授谷的极寒之气，你就是说明天要飞升我都信，你跟我扯断体境。前辈说笑了，前辈真是深藏不露。你如果觉得冷，可以牵着我的手，只要挨着我，剑气也能流转到你周围，帮你抵御寒风。不用了，我在这地方走习惯了，皮糙肉厚的不怕冷，就不劳烦前辈了。既然不怕冷，那就加快点速度，天黑之前必须赶到内围区域。叶哥哥怎么没声音了？这帮雪狼还挺聪明的，肯定是察觉到前辈您的气息，知道在您手里绝对活不下来，就赶紧夹着尾巴走了。从禁锢开始就一直用剑气御寒，
刚才狼群围上来时，明明一点都没害怕我身上的剑气，怎么自己刚准备动手，他们就突然变了态度，吓得抱头鼠窜？应该是他们察觉到了我动了真格座的杀意，所以才溜了。走吧，别耽误时间。那个方向是去千寿峰的必经之地。是，而且没有其他路能绕开。原本计划很简单，带着齐莹莹和右手，这一趟进寒兽谷必须求稳，能不惊扰凶兽就不惊扰，悄悄摸进千兽崖，找到苍灵冢就走。结果现在连内围都没彻底进去，前面大怪已经暴走了，光听着地动山摇动静，那头正在发光的凶兽至少达到了5品级，那可是相当于人类金丹境的恐怖存在。自己现在虽然靠着浩瀚剑意能随手秒杀筑基5层，但这不代表能直接硬刚金丹。大境界差距就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我靠，只偷个小兽崽而已，那老至于这么发狂吗？别废话了，赶紧跑！等他追上来，我们都得变口粮。赶紧滚开，别在这挡路！我们是血影宗弟子，敢拦路，老子现在就收拾你们！那里鼓鼓囊囊，明显藏着什么活物，还在不安蠕动。原来是这样，两个不知死活的蠢货，5品凶兽兽崽，这才导致那头5品大妖彻底发狂，堵住了去千兽崖的必经之路。让开！找死是吧？老子让你滚远点，听不懂人话吗？再不让开，老子连你们一块劈了！少跟他们废话，直接杀了！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连眉心那道极其细微的银色绒毛都一模一样。你的也是从这寒兽谷里偷出来的？前辈误会了，我哪有那个本事进寒兽谷深处偷东西？这兽崽是风云阁那帮人费了9牛2虎之力弄回去的。我以前在风云阁就是专门负责照料这些幼兽的，但在照顾晨晨的时候，这小家伙太通人性了，我实在不忍心看他以后被抽干受血，或者练成杀人傀儡，这才大着胆子带他偷偷跑路了。5品凶兽幼崽，虽驯服后灵性不如天生同品灵兽，但如果从小好好培养，绝对是一大战力。光拿到黑市上卖，至少也能飙到500万灵石以上。难怪风云阁要下死命令追杀陈峰，也难怪眼前这几个血影宗弟子要铤而走险。自己回家找你爹妈去。前辈，晨晨平时从来不会这样急躁，寒兽谷深处可能真的有情况发生。走，过去看看，都跟紧点，隐蔽气息。金丹境，而且看波动平稳程度，已是实打实的金丹境3层。孽畜，还敢挣扎！这次不光要夺走你的孩子，本少爷还要将你拘缚在宗门后院，每日从你身上取走兽血助我修行。20多个筑基不算什么，有浩瀚剑在手，杀筑基就跟切菜一样。但那个金丹3层的家伙是巨大变数。自己真实修虽然战力跨度极其夸张，但跨过大境界硬刚一个金丹，到底有几分胜算？如果现在起冲突，万一不能迅速解决战斗，被金丹修士缠住，不仅自己有麻烦，身后的齐莹莹和陈峰也活不了。你们都给我住手！不许你们伤害这只大狗！哪来的不长眼的东西？连我血影宗的战法也敢闯！20多筑基加一个金丹，自己都能全身而退，但身后一大一小，外甥2只兽崽，估计得被轰成渣，必须得稳一手。你们可知道杀害我血影宗弟子的后果？什么血影宗弟子？不知道，眼眉头都不曾杀过。还在装傻？
那只幼兽是我亲口下令让2名弟子潜入内围夺走的，现在他安然无恙跟在你们身边，只能说明我那2名不成器的师弟已经遭了你的毒手。2只，好啊！不仅杀我宗门弟子，还敢偷藏如此极品灵兽，给我死！完了，金丹大能出手，这下全完了。这道剑气不对劲！啊！我没看错吧？穆师兄可是金丹3层的高手，对面那小子身上一点镇元波动都没有，顶多是个断体境。一个断体境，竟然一招击退了金丹3层的穆师兄。刚才一击看似平分秋色，但浩瀚剑意虽强，自己本身修为底子太薄，真要跟这个金丹3层死磕，还得防备旁边20多个筑基放冷箭，吃力不讨好。敌人的敌人，就是破局的关键。不好，快躲开！该死！别管那小子，所有人立刻顶上缺口，把阵法稳住。要是让这畜生跑出来，我们全得死在这儿。当着我的面修补阵法，真把我当看客？你到底是什么怪物？一个断体境，怎么可能会有这么霸道的剑气？没命小人，有种堂堂正正打一场！堂堂正正，我这不就是在跟你打吗？你扛不住可以闪开啊！我又没拿绳子绑着你，你太不要脸了！竟然拿我们当要挟，逼穆师兄应接你的攻击，卑鄙无耻！你们20几个筑基加一个金丹围勾我一个断七境，居然还有脸说我卑鄙？要点脸行不行？有本事你们也分只手出来往我这扔2个法术啊！叶哥哥好像在跳舞呀。穆师兄，不能再耗下去了。凶手要是死了，今天这烂摊子可没人收拾，必须尽快把他放出来，让他自己去解决这帮雪影宗的人。结束了。前辈，你没事吧？去死吧！都给老子闪开！这种级别临死反拍哪是你们能挡的？上去就是送人头！动啊！给老子动起来呀！让我来。一扰扰，这可是嗑了药一样发疯的金丹期修士，这就没了？女侠，你原来这么能忙吗？我拼死拼活才卸了这货一条胳膊，大姐你一出手直接大卸8块，穆师兄被劈死了！那小子已经油尽灯枯了，他连站都站不起来。刚才那一招绝对是回光返照，杀了他给穆师兄报仇，把那2只极品幽兽抢过来，我们一样能立大功。大姐，仙女姐姐，女侠，能不能再来一发呀？这帮孙子又像灌了铅，没有任何见义亡名。完了，大姐这是打完卡就下班了。大哥哥好棒！大哥哥加油，打坏人！我操，这货是成精了吧？都伤成这副狗样了，居然还有心思搁这耍帅回头杀！你们等着雪影宗的报复吧！里头是还原丹，给他喂下去。前辈，这是3品还原丹，这么珍贵的救命神药，你难道不自己留着吗？留着干嘛？当糖豆嚼吗？
那界里光是从商盟废丹提纯出来的4品极品丹药就有好几百颗，2、3品按吨算，拿出一颗3品还原丹对我来说就跟拔根腿毛一样。哪来那么多废话？赶紧喂！退回来！别靠那么近，这是凶兽，不是灵兽。凶兽兽性十足，智力偏低，骨子里就是个认血不认人的杀戮机器。想驯服这玩意儿，可能性基本为零。在这危机四伏的修仙界，随便发缓性可是要命的。大哥哥真乖。前辈，晨晨的意思好像是想让我们坐到这只凶兽的后背上去。坐他身上，这还只是函授外围。如果要继续朝深处走去千兽峡找苍灵种，路上指不定还会遇到多少高阶凶兽。以我现在油尽灯枯的状态，再跳出来一只4、5品大家，可以直接宣布大结局了。但如果有这头5品凶兽当坐骑呢？这可是县城顶级保镖，5品大妖的威压摆在那儿，谁敢不长眼跑来找麻烦？好，上去。牌面绝了，有这坐骑，坐骑是千兽行，还不是想去就去。小家伙，能不能告诉你老爸，让他带着我们前往千兽囿？咋了？这小东西激动啥？前辈，这只幼兽是在告诉您，这是他老妈。大哥哥到了吗？诱饵，看来这只5品大妖就是被雪隐宗那帮人用这种散发高浓度灵气的诱饵从老巢里一步步调出去的，困在阵法里抽血。等等，抽血？那疯子临死前好精来着，要喝高阶凶兽血帮助自己。寻常生经贸邪说，就算用灵火提炼10遍8遍，修士喝下去也跟喝百草龟没区别，分分钟爆体而亡。除非……前辈，您发现什么了？我在想雪隐宗那帮孙子，这帮家伙8成是修炼了某种极其邪门的功法，一种能直接靠吸收凶兽血液来增进修为的功法。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风云阁那帮家伙要千方百计到处搜罗高阶灵兽幼长，然后源源不断的送给雪隐宗。你是说他们拿这些幼兽当修炼的养料？不然呢？当宠物养着玩啊？这买卖还真是黑到家了。走吧，进去说。陈峰，你对这函授谷熟，咱们现在离千兽岭还有多远？回前辈的话，这地方已经是函授谷中段了，要到千兽岭至少还要翻过前面那座最高山头。不过前辈，越往千兽崖那边走，地势越险策，遇到的凶兽等级肯定也不在这只5品凶兽之下，危险程度不可同日而语。还得翻一座山啊。空荡荡的，刚才强行借用白衣女侠那道剑气，对身体负荷实在太大。现在体内大半灵气还没缓过来，真要遇到不长眼高阶大妖，跑都跑不赢。不急这一时，外面风雪太大，就在这洞里先歇一阵，等我灵气恢复的差不多了再走。叶哥哥好香！吃吧，管够。多谢。这洞有点深啊，我进去溜达溜达，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好东西。前辈您别进去了，他说里面很危险，最好不要进去。小家伙，你是不是在逗我？既然里面危险，为什么你们还住在这个山洞里？他说啥？他说住在其他洞穴的存在，他妈妈打不过。好家伙，感情你们一家子是因为在外面抢地盘没抢过别人，被人打得没辙了，这才躲到这个有危险的洞口来当保安啊！这5品凶手在外面威风凛凛的，合着在这片地窖还是个受气包，哼，真有你们的！既然这母老虎宁愿带着孩子堵在危险门口，也不敢去抢别的地盘，那这洞穴深处藏着的东西究竟是个什么来头？这股气息的恐怖程度，比拔
旁边那只五品凶兽身上的味道还要浓郁100倍。死气沉沉，连一丝一毫的生机都没有。好家伙，整个人估计还没这老何的一块指甲盖大。破案了，之前闻到的那股恐怖兽气，纯粹是这具残骸上残留下来的一点余味。这水见鬼了！完了完了，今天真要在这破水坑里翻船了。老子堂堂断体9宗大圆满，结果要在这黑灯瞎眼水下对下被活活淹死，这死法也太憋屈了吧！好家伙，你还有这功能！前辈手下留情啊！咱这玉符可是好不容易修缮好的，您下手轻点儿。这划拉坏了，我上哪儿找哪水匠去？您看看之前那行字，现在都还在那儿戳着呢，怪扎眼的。这要多划几道，我这脑子飞成马蜂窝不可。吃水？啊？吃水？啥意思啊？前辈您口渴了啊？您说的吃水，该不会是外面那口水潭里的潭水吧？我的亲前辈，那玩意儿也能吃？那水沉的跟玄铁似的，里面全是变异的古老兽气，而且对灵气霸道的很，进去就被吸干，简直就是一潭死水。我要是把它喝下去，估计当场就得被沉死在里头。不过你放心，其实不用我喝，我左手里那颗不安分的灵种现在正在外面跟牛饮水似的，疯狂吞那些黑虫水呢，估计要不了多久就能把那潭水全给吸干了。不过我挺纳闷的，这水毒的要命，灵种喝了到底有什么用处？能让我实力暴涨，还是能帮您恢复残魂？前辈，您这是几个意思？您该不会是想让我喝这玩意儿吧？不是，这也太不合适了吧！这被灵种吸收过的汁水虽然香是香了点，但这味道一闻就知道劲儿大得很。而且您这用手指头喂我，怎么看都觉得哪里古怪啊！咱能找个勺子不？得，您是老大，您说了算，吃就吃，反正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着也不算吃亏。这劲儿也太猛了！前辈，你看我！原来是这样，这黑种水里的兽气等级太高，强行吸收脑子当场就得废掉。但是经过灵种提寸，再通过你用手指当戒指，用精炼剑意帮我压制调理，我才能安全将这股力量化为己有。前辈，我误会您了，再来点我还能吃。那个前辈，咱俩现在这个姿势是不是有那么一点不太对气儿啊？多谢前辈投喂。这灵种胃口可真是越来越大了，这威力相云切自带见血封口剧毒啊！这么狂暴的兽气，换做寻常筑基修士，一旦被侵占入体，估计连半刻钟都撑不过，当场就得全身经脉爆裂而死。可偏偏我借着神秘残魂调理和灵种过滤，硬生生把这要命毒气变成了自己一部分。哼，真是富贵险中求啊！9品大妖骸骨啊，这可是货真价实的顶级天才地宝，要流传外界，恐怕引得无数宗门抢破头。这种顶级材料，找个高明锻造师，怎么着也能鼓捣出一件神级灵器吧？留在这里实在暴殄天有误。虽然这只凶兽不知道死了几百年还是上千年，兽核里原本澎湃的兽气早就流失干净了，但兽死的骆驼比马大，毕竟是9品凶兽级别的物件，先留着，没准以后能有用呢。叶哥哥，你终于出来了！莹莹刚才听到里面好大动静，还以为你出事了呢。傻丫头，我能出什么事？叶前辈，你刚才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了？没什么，就是里面积水太多，我顺手把那潭水给弄干了。里面没有藏着什么超级大妖吗？大妖确实有一个，不过已经死了不知道多少年了，就剩一堆骨头架子。
我已经顺手把里面给处理干净了。处理干净了，那可是一只上古大妖，哪怕是死了，也不是一般修士能轻易靠近的。光是受气就能让人心智发狂，他却能轻易抵抗这股受气，真不知道实力究竟深不可测到了什么地步。喂，小子，你确定没看错？大师哥，千真万确，我就是有100个胆子，也绝对不敢在您面前说谎。你刚才说，疯子门的师弟们全都被那一个人给击杀了。对，全部。师兄他们甚至连那人的一招都没接下，就直接被轰成了渣子。要不是我跑得快，恐怕现在也已经是一具死尸了。大师兄，一个人全灭疯子门，那人的修为在什么境界？可是金丹期？不是金丹，看灵力波动似乎也是筑基期，但是那人的功法极其诡异，根本不像是咱们熟知的套路，而且他出手极其毒辣，手里绝对是攥着某种见不得光的阴招。哼，阴招旁门左道罢了，在绝对实力面前，任何阴谋诡计都不过是过眼云烟。带路，我倒要看看到底是哪个不知死活的家伙，敢在寒兽谷里动我们疯子们的人。前辈，您这剑气怎么？没，就是觉得您越来越深不可测了。前面就是千兽崖了，这地方看着就晦气。前辈有所不知，这千兽崖就算是外围，平时也少有修士敢来。若是遇到兽潮泛滥期，别说筑青金丹，就算是传闻中移山倒海的元婴修士，一旦陷进去，也是自身难保。来都来了，总不能空手回去。前辈冒险深入千兽峡，到底是要找什么？怎么，苍灵种？苍灵种？您是要找那神物？很烫手。何止烫手，那东西生在千兽崖最深处，而且一直有一只七品灵兽寸步不离地看守着。就一只7品，那倒也不是完全没法商量。若是平时或许还有机会，可现在不行。前阵子雪隐宗那帮人偷偷潜入深处，把那只兽王的孩子偷走了。那兽王丢了孩子，整个千兽崖的灵兽都跟着发了疯。他现在正在气头上，谁敢靠近苍灵种，绝对会被撕成碎片。又是这帮孙子！前辈，要不先撤吧？哼，撤什么撤？来都来了，总得进去看看，万一那只灵兽挺好说话的。莹莹，很冷吗？叶哥哥，我不冷，你身上有很好闻的味道。可能之前潜水沾了什么受气吧。既然你觉得好闻，就贴着吧，反正这里也危险。化神镜。叶前辈，怎么了？不想死就别问，逃！没事吧？化形，真的是化神境老怪，这下麻烦大了。你身上有我讨厌的味道。别杀我！陈峰，快逃！叶前辈，叶哥哥。既然你着急送死，那就先杀了你。不要！住手！莹莹，快跑！公主大人，您怎么在这里？公主大人，这化神境的7品老怪，在叫谁公主？那可是千兽崖的霸主，杀人不眨眼的7品兽王，此刻竟跪在一个6岁小丫头的面前。完了，这小祖宗是嫌死的不够快吗？居然敢连扇化神老怪的脸！快去救我的叶哥哥！你打伤了他，快把他治好，不然我以后再也不理你了。
是，公主大人息怒，小的这就救。张嘴。刚才哥哥流了好多血。没事了，哥哥命硬，阎王也不收我。公主大人，您别哭啊，小的已经把他治好了。您看，他胳膊都完好无损，长出来了。是不是小的刚才力气太大，弄出什么声音吓到您了？都是小的不对，您千万别生气。虽然自己捡回了一条命，但眼前局面实在太过诡异。一个6岁的普通孤儿，一个被风雪城商盟分舵主临死前托付给自己的累赘，怎么会让千兽崖深处无敌的霸主跪地求饶？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要叫她公主？人类蝼蚁，你居然还有脸藏兽王毒药，居告给公主大人，大人灌了什么迷魂汤？是不是你偷偷洗去了她的记忆，洗脑洗的她竟然连我都不认识了，反而如此亲近你这个卑劣的人类？我听不懂你在发什么疯。少在这里装蒜！你们人类修士无耻到了极点，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干的好事。当初要不是趁着我虚弱的关头，你们怎么敢潜入千兽崖最深处？你们群杂碎不残忍地抢杀了我的孩子，甚至还趁乱把公主大人给掳走了。要不是怕伤到公主，就冲你是个人类这一点，我刚才第一脚就该把你踩成肉泥。抢走公主，之前陈峰说过，血影宗的人趁着七品兽王虚弱偷走了他的幼崽，这才引发整个千兽崖灵兽暴动。如果眼前这白衣男人就是那只丢失孩子的七品兽王，那他嘴里说的在同一时间被人类趁乱抢走的公主，婷莹不是人类，她跟这些凶兽大妖有着极其深厚的渊源。这小丫头最开始表现出来的饭量大出奇，每顿饭吃的肉类几乎是一个成年壮汉的好几倍。当时自己只当她是饿怕了，再仔细想想，一般人类小孩吃下那么多食物，肠胃早就被灵气撑破了，她怎么可能像个没事人一样，甚至连肉都不长一块？还有之前在风雪镇逃亡时，自己丹田玉府里那位神秘白衣女魂，明明一直对外界毫不关心，却在看到齐莹莹后产生了极大的情绪变动，甚至主动出手帮自己解决追兵。女魂留下的那行字让我照顾好这个孩子，当时只以为只是女魂动了恻隐之心，现在看来，这小丫头的来头恐怕大得通天。商盟那个分舵手宁可全家死端，也要私保这个孩子。你胡说！你是个坏人！你刚刚打我哥哥，还想杀我们，我根本就不认识你！公主大人真的不认识我了？哪怕我治好了这个人类蝼蚁，公主大人还是觉得我是坏人？难道那帮该死的人类真的彻底抹除了公主的记忆？不对，我好像搞错了一件事。我之前一直是用灵兽本体形态在深处看苍灵青种和守卫公主的，这幅化成人身的样子是我晋级化神境不久后才凝聚出来的姿态。公主大人以前压根就没见过我变成人类的样子，难怪她觉得我面生。怪我，都怪我脑子不灵光。公主大人您别怕，小的刚才气糊涂了，忘了这茬了。这副皮囊您没见过是正常的，您再仔细看看小的。公主大人，您再仔细看看，现在想起小的了吗？哦，好像有点印象了。这可是翻手能灭了我们的七品老怪。喂，既然接下来要同路，总得知道怎么称呼你吧？你还没有询问我名字的资格，臭然类！你又凶我叶哥哥，更让人讨厌了。公主大人，您千万别生气，我是兽皇的第一从属，名叫尼古拉科什，先皇赐我单字为谷。公主老们，您叫我小谷子就行。行，小谷子呀，咱们还有多久到达千兽崖最深处？再敢说出这个字，就砍了你的舌头。在这家伙眼里，公主是天，自己连地上的泥都不如。你干嘛呀？真是一物降一物。
虽然一直听说千兽崖生长着苍灵种，没想到这里竟然真的生长着苍灵花。不对啊，光有花，那种呢？你以为那是路边大白菜，风一吹就能结籽？哼，这叫苍灵花。想要它结出苍灵种，必须有一个极其苛刻的前提条件——兽黄血脉。只有用纯正的兽黄血脉进行灌输，这朵花才会真正结出苍灵种。难怪外界对苍灵种的记载少得很细，要靠兽黄血脉灌溉。这世上有几个人能活捉一头兽黄，还能放他的血去浇花？能拿到苍灵种的人，古往今来估计一只手都数得出来。公主大人，您今天受惊了，外边风雪大，小的带您去旁边山洞休息。叶哥哥，我困了。这应该就是古平时栖息的地方。想想也对，这些高阶灵兽平时不是补就是睡觉，对人类那种几室一厅的格局确实没什么需求。公主大人，您先在这里将就一下，小的这就去外面给您找点新鲜物回来。不用了。你也别折腾了，拿着吃，别客气。你这是个什么意思？你以为我们高贵的灵兽会吃你们类这种粗制滥造东西？别用你们人类的垃圾来侮辱我的味蕾！我就是饿死，从这千兽下跳下去，也绝不会吃你们人类弄出来的一口食物。行了，别端着了，我看你也就是闻着没吃过，要不然你尝一口试试。尝一口就尝一口，我就让你知道你们人类的东西有多难吃。怎么样？吃我们人类的食物是什么感觉？真香！现在吃饱喝足了，也该说点正事了吧？莹莹的身份到底是什么情况？当初她是被谁抢走的？还有，你的孩子到底是被谁杀死的？你一个人类打听这些干什么？因为这孩子以后归我管，既然我要护着他，那他的过去我总该知道得清清楚楚才行吧。你想知道公主的身世，那要从当年人族和兽族那场惨烈的战争说起。大战之后，兽族溃败，为了保存最后的血脉，7大兽皇带领各自仅存的分支躲藏到了9州各地。我们这一支就是一直藏在这寒兽谷深处的冰皇一脉。所以莹莹是冰皇的后代，她是这一代的兽皇，兽皇一脉向来单传。数千年前，为了不暴露行踪，前任兽皇遣散了手底下所有的兽族，整个千兽崖只有我一个人得到了留下来陪伴兽皇左右的叔叔。既然只有你一个贴身护卫，那你们尊贵的兽皇是怎么流落到外面，差点被人宰了的？前任兽皇离世时，耗尽了自己所有的生命力，才留下了公主大人。本来一切都很顺利，我也一直守着她，直到寒兽谷外来了一帮杂碎。什么杂碎？一个叫雪隐宗的门派，他们联合了另外一帮势力，趁着我刚破境虚弱的时候，突然袭击了千兽崖。他们夺走了公主大人。雪隐宗，又是雪隐宗。当年挖走自己先祖的宿敌周一木就在这个门派，他们竟然连寒兽谷都伸手进来了，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所有的仇全撞到一起了。我当时不顾一切跟他们血拼，可我双拳难敌4手，被打成重伤，不仅没能留住公主大人，连我自己的孩子也被他们打成重伤，强行抓走了。既然知道是谁干的，你堂堂化神期凶兽，这几年为什么不杀出去找？这株花是前任兽皇用精血和魂力一点点培养出来的，它就是公主大人未来的本命寄托。我必须留下来看管它，必须用我的灵力不断滋养，哪怕一天都不能离开千兽崖。想出去找公主，我也想找我的孩子，可我出不出去，我只能憋屈的待在这该死的寒兽谷里，连个打听消息的办法都没有。所以我必须谢谢你，谢谢你把公主带回来，你救了冰皇一脉最后的血脉，你也是我的恩人。雪隐宗要杀，周一木要死，现在白送上门一个跟雪隐宗有血海深仇的化神期打手，这种买卖不谈，真是瞎了眼。谢就不必了，我们做个交易吧。什么交易？我帮你灭掉雪隐宗，还有那个参与袭击的势力。
顺便看看能不能帮你把你的孩子找回来。作为交换，你想办法把苍灵种培养出来交给我。我拒绝，条件不够。你懂个屁！我现在的实力因为当年重伤，还不到全盛时期的一半。血影宗的底蕴根本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你以为那是几只小猫小狗吗？你去向血影宗复仇，只会去招来不可收拾的巨祸。现在公主大人已经回来了，这就够了，就是最好的结果。我绝对不能容忍有任何一点点可能会牵连到公主大人的风险。只要我死守在寒兽谷，他们就别想再动公主一根毫毛。就为了躲着？那你的孩子呢？你不找了，也不管了？至于孩子，只能顺随天意了。自己的孩子都可以抛弃，废物东西，废物东西！你找死！有没有不影响到公主大人的复仇方法？有100个。行，协议达成，我帮你想办法报仇，尽量帮你找回你的孩子。作为交换，你协助我达成我1毫的目的，前提是这一切都不能让莹莹有一丝一毫的风险。好，你貌似跑到千兽崖来，到底是为了什么？别告诉我是为了看风景。为了苍灵种，我要拿到它，只有靠它，我的境界才能突破到筑基境。你说什么？突破筑基需要苍灵种？难道你的灵根是苍灵根？是。自己持有苍灵根这件事，在云山城和云淼宗早就不是秘密，但外界根本不知道，更不知道他就是那个传闻中持有苍灵根的云淼宗弃徒。难道真的是天意？什么天意？你疯了！你之前不是说只有兽皇血脉才能培养这东西吗？半步九品，那可是堪比人类修仙界大成期甚至渡劫期的老怪物，这种级别的存在，怎么混得这么惨？既然你当初那么强，为什么区一个血影宗就能让你无可奈何，还能当着你的面把莹莹和你的孩子抢走？厉害的根本不是血影宗那些杂碎，而是他们找来的其他势力帮手。什么帮手？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他们带头的人放出来一座黑色的塔，那座塔太诡异了，直接压制了我的境界，加上整个血影宗高手齐上，我被打成重伤。从那以后，那股诡异力量就一直残留在我经脉里，伤势直到今天都没有恢复过来。原来骨卡在化神境的修为根本不是上限，而是被体内重伤死死拖住了。只要伤好了，这家伙随时能重回巅峰，一个半步九品的超级打手，这买卖划算的不能再划算。你干什么？别动！这家伙的伤势比我想象中还要巨大100倍。怎么了，小子？被我这一身伤吓到了？不用费劲了，习惯了。巧了，你这些伤，我能帮你愈合。你说什么？我不但能帮你治愈，还能让你恢复到巅峰的实力。恢复巅峰？这怎么可能？不过治你的伤需要药草，而且必须是极其珍贵的草药。我现在手里可没有那么多存货。慢点，慢点，你急什么？起风！你看，爹，拜坟真的有机会让我被仙人选中吗？我都死了几十年了，也没见到过仙人。修仙不过是黄粱一梦罢了。这是仙人！苍灵根，顶级根骨没错，这是天意。要不要复活这个人？我这恰好有一枚8品往生丹，足以重塑肉身，召回残魂。苍灵根的修行速度，足以在100年之内冲击元婴，甚至更高。赌一把。
30年，如今竟得此机缘，死而复生。你死了30年，我用往生丹复活了你，但你的肉身最多能撑10年。10年之内，如果你能踏入炼气境，你灵愿寿可延大幅；但如果10年之内无法踏入炼气境，肉身就会自行崩溃，届时神仙难救。当然，我可以还有取出你体内的苍灵根骨，再给你10颗长生丹。没有了根骨，你就是一个普通凡人，但长生丹足够你以凡人之躯再活50年，儿孙绕同，安享晚年。仙子，我都死过一回了，还怕再死一回？我选择修仙。好家伙，青霜冰叶、龙血酒液、紫阳地心梅，全都是6品以上的极品灵草。这玩意儿放在外面，起拍价就是几10万下品灵石，遇到急需的亡命徒，炒到上百万也轻轻松松。至少6品以上灵兽的骨头，这要是拿出去炼气，小谷子，再叫那个称喝，我现在就把你扔出去！顾先生，你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要把这些价值连城的宝贝像扔垃圾一样堆在这里？那些是别人送上门来给我加餐的高阶灵兽，肉我吃了，骨头太硬，塞牙就随口吐那边。至于那些草，肉吃多了会腻，我就出去随便拔了点这种发光的回来拌着吃。用你们人类的话说，好像是叫沙拉。你可真是太懂养生了。哼，要不是被困在这里出不去，谁愿意吃这些破草？人类，你在干什么？给你治伤啊！治伤要用我的碗啊？这是你的碗？我吃饭用的碗有什么问题？没问题，大碗吃饭吃得香。活血接骨、疏通经脉的全都丢进去。这人类的治疗方式怎么比兽族还狂野？行了，衣服脱了，进去。你让我进去？你这是熬药还是在炖汤？药浴，你这一身陈年老伤加经脉淤阻，必须靠高阶灵药和兽骨的狂暴药力，硬生生冲开重塑。别磨叽，水温正好，下去泡着。辣椒粉来一点，花椒碎提个味儿，灵盐加进去，激发药性。混蛋！你是不是在找借口想把我直接煮来吃肉？怎么会呢？我这是独门血月黄，让药力吸收更快。老实待着，想恢复巅峰就给我死死忍住。叶哥哥，你是在煮肉吃吗？好香啊！你也要吃？公主大人，属下在疗伤。那为什么里面还有骨头和草叶呀？这叫药膳疗法。闭嘴！我迟早有一天要把你炖了喂雪狼。那些陈年旧伤竟然开始愈合了。废话，上百万灵值的气药下去不好才怪。给你半个月，能恢复到几成？能不能平推掉雪影宗？巅峰时期，反手就能将那宗门碾为齑粉。我叔叔好凶，让公主受惊了。行了，这半个月你就好好在这锅里泡着吧。我带莹莹出去转转，顺道收点过路费。毕竟小谷子你欠我的可不止这一锅肉汤。你再敢叫一次！兽皇大人，您说的对，人族里确实有不一样的存在。徐昭那老小子的菜谱里说，吞下它就能突破筑基。虽然总觉得那老头薅的话不太靠谱，但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这劲儿也太大了！真是个不省心的麻烦精。本想与你互不相欠，若不出手，你怕挺不过这一关。双魂同体，福祸相依罢了。感觉被人拆了又拼回去。筑基5层，这苍灵种效果这么好的吗？反面教材，你放第一页干什么？如果不是老子命硬，
今天就交代在这儿了，这笔账迟早得跟你算。是什么情况？我家被强拆重装了！闭嘴，别乱叫。前辈，没想到您的真实容貌竟然如此。如此什么？如此让人想犯罪。红颜祸水这4个字，简直是为他量身定做的。眉眼再好看有什么用？一张嘴就能把人冻成冰雕。贫嘴！你可是想问玉符为何变成这般模样？你体内那3股气息为何会微微一体？全对，前辈神机妙算。刚才你吞服苍灵种，爆体在近，为了救你，我只能引流你体内的狂暴气息。如今我与你的灵魂已经彻底绑定。灵魂绑定，这下可真上了同一条贼船了。不过好歹捡回一条命，修为还暴涨一大截，这波不亏。多谢前辈救命之恩。既然咱们现在绑在一起了，今后我叶长生一定想尽办法为您寻找重塑肉身之物。复活之事就不必想了，不可能的。为什么？连我这死透的凡人都能借尸还魂？你能复活，是因灵种护住心脉，肉身不腐，而我的肉身在千万年前便已灰飞烟灭，没有肉体承载，再逆天的丹药也救不了我。没事儿，如果前辈想男人了，可以操控我的身体去泡妞嘛，我就当给您借用皮囊了。不过咱们可得提前说好，前提是不能让他进来。找死！哎呀！前辈息怒，开个玩笑活跃一下气氛。既然以后咱们是邻居了，好歹得知道个称呼吧。敢问前辈尊姓大名？哼，时间太久，名号早已记不清了。你若非要叫，以后便喊我青吧。好嘞，青姐。叶哥哥，莹莹担心死你了，可是古叔叔说不能进去打扰你，莹莹都不敢靠近门。没事了，可福大命大。你是变态吗？你身上为什么会有兽皇的兽气？以后可千万别学哥乱吃东西。我这次就是乱吃东西，差点在修炼的时候爆体而亡。你把那颗苍灵种给吃了？对啊，一口吞。你疯了吗？那是凝聚了兽皇兽气的天地奇物，是用来辅助修炼的，你居然当丹药吞了！而且你怎么可能还活着？徐昭你大爷的！原来废地凡那个当香薰用的，原来真是香薰用的！要不是你死了，我非得在你脸上来一拳！真是命大！既然你吞下苍灵种没死，那你体内相当于已经有了半只兽皇血脉。啥意思？我变半兽人了？带公主殿下再去外面走走。好家伙，这也行！叶哥哥，为什么这些小动物都这么怕咱们呀？因为啊，你哥我从现在开始是这千兽崖的老大。伤势恢复了9成，怎么样？打10个以前的你，没问题吧？9成，但心脉深处那1成旧伤，是当年被数名强者围攻留下的致命伤。若想彻底恢复，还需要什么材料？只要这世上有，我都能去取来。你想得倒挺美，那1成伤早就和你残破的根基长在一起了，你以为是萝卜呢？说拔就拔。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有啊，重塑肉身，不过那材料把你整个千兽发卖了都凑不齐。既然伤势无碍，复仇何时开始，我已准备好，随时撕碎那帮杂碎。择日不如撞日，苍灵种的事了结，也该办正事了。回云山城之前，顺手帮你灭了雪隐宗。顺手？你现在是什么境界？化神境大圆满，那不就结了？雪隐宗那帮孙子，宗门底蕴甚至不到云淼宗一半，撑死也就2、3个老掉牙的化神中期。只要趁着护宗大阵没开，潜入进去瞬间偷袭，凭你的实力，再加上我的手段，灭掉不难。雪隐宗守卫森严，我只要靠近，身上的化神阶兽气就会立刻引发警报，根本不可能悄无声息的进去。陈峰，接下来的行程太危险，你留在寒兽谷照顾莹莹，等我们灭了雪隐宗，再回来接你们。莹莹不干，莹莹不要离开叶哥哥。莹莹乖，哥哥去办正事，
很快就回来。不要！之前在风雪城，爷爷说去办正事，然后莹莹就再也没见过他了。莹莹哪儿都不去，就要跟着叶哥哥。公主大人，此行确实凶险，那群人类阴险狡诈，您还是留在宫殿里安全。属下保证，一定把那群杂碎的脑袋提回来，给您当囚体。憋屈，太憋屈了。但这是公主大人，能怎么办？只能受着。叶前辈，陈峰也不想留下。雪影宗与风云阁沆瀣一气，若要对雪影宗动手，陈峰也想出一份力，所以我也要去。我的呢？你不用那玩意儿，这里才是你待的地方。你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咱们现在假扮的是风云阁的人，风云阁去拜访雪影宗，总得带点见面礼吧？让你显出真身，坐在笼子里，装过风云阁给雪影宗的献礼，这样我们才有大摇大摆进去的理由啊！行。出发！站住！你们就是杀死我宗门弟子的凶手！我还以为是什么过江龙，原来只是个筑基境5层的废物。就凭你也敢在我们雪影宗的地盘上撒野？师兄，这几个凡人估计是迷路了。那个笼子里的黑蛇倒是挺大，扒了皮能做几双好靴子。要不要我出手？一息的功夫就能解决。还是我自己来。突破之后还没正经打过架，正好试试手。随你，别被几个金丹早已打死就行，我还得费劲救你。哦，你说那几个杂碎啊，确实是我杀的。谁让他们走路不长眼，非要挡我的道，我就勉为其难送他们去投胎了。怎么，你们也想下去陪他们？狂妄！这些筑基垃圾也敢杀我雪影宗的人！众师弟听令，给我上！没能筑基后想杀这么多筑基后期，这绝不是普通剑气。越级挑战还能碾压，简直离谱！威力够了，但控制力还差点。本来想全秒的，竟然还漏了2个。装神弄鬼，一定是用了偷治寿命的秘法。老子可是金丹境，就不信杀不了你！你灵气是吧？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底蕴。你不能杀我！我是雪影宗内门弟子，我师父不会放过你的。死到临头还敢威胁我？你们雪影宗的人是不是脑子都有坑？你给我吃了什么？一颗独家秘制的毒丹，3天之内，你的5脏6腑就会化作一滩血水，慢慢享受吧。为什么不直接杀了他？留着他有用。咱们单方面说自己是风云阁的人，雪影宗未必信。但如果有他一个内门弟子带路作证，那就不同。我们可以说是半路救了他，也可以说是他冲撞了我们，被教训了一顿，顺路把他送回来。只要大门一开，咱们大摇大摆走进去，到时候再想开启护宗大阵，可就来不及了。别光顾着喊疼，说说吧，你们雪影宗到底什么底细？前辈，我们雪影宗一共分为6字门，每门都有一位门主坐镇，修为都在元婴境一。我雪影宗划分寒天、风吹雨雪6字门，6门都各守一域，人人修为元婴起，元婴以上，也有化神境喽。就这底蕴，也敢在寒兽谷外围称王称霸？前辈有所不知，我们靠捕捉寒兽谷外围的兽种和采摘灵草贩卖为生。至于寒兽谷深处太过凶险，除非有金丹长辈带队，否则没人敢深入。乖乖配合，带我们大摇大摆走进去，只要中途不出岔子，我自然会考虑给你解药。要是敢耍花样，我带，前辈息怒，我一定乖乖听话。师兄，您巡山回来了？回来了。这次下山运气不错，刚好碰到风云阁的几位道友。这几位道友特地来拜访咱们宗门，还带了丰厚的献礼。原来是风云阁的贵客，
快请进。我的天，师兄，这是龙形灵兽，这鳞片，这体型，品阶起码得在5品朝上吧？风云阁出手真是阔绰，竟然拿这种极品灵兽当献礼。老实点儿，这家伙野性难驯，脾气大得很，让几位见笑了。哪里，越是高阶灵兽，脾气越大。贵客，快里面请。师兄回来了，师兄回来了！这次去寒寿谷收获如何？有没有抓到什么好货色？别提了，跟着我去寒寿谷的师弟们全都没了。什么？全没了？这怎么可能？我们在外围遇到了袭击，是风雪城的那股神秘势力，手段极其残忍，师弟们全都惨遭毒手。要不是刚好遇到风云阁的这几位道友拔刀相助，我今天也交代在那儿了。太嚣张了，竟然敢杀我们雪影宗的人！师兄，你赶紧去向长老和掌门汇报，绝不能放过那群杂碎。你们赶紧给风云阁的几位道友安排上好的住处，好生伺候着，绝不能怠慢了救命恩人。我现在就去宗门大殿汇报。叶前辈，就这么让他去大殿汇报，真的没问题吗？这里可是雪影宗腹地，万一那家伙反水出卖我们，护宗大阵一开，咱们插翅难飞啊！放心吧，那孙子现在修为全废，肚子里还住我们毒丹，他比谁都怕死，也不敢在这个时候卖了我。掌门，各位长老，弟子有罪啊！带出去巡山的师弟们全都殒命了。你说什么？是袭击风雪城的那股神秘势力，谁干的？他们杀了师弟们，还放言说扫平风雪城之后，下一步就要来接管咱们雪影宗。无耻，欺人太甚！这风云阁真是厚颜无耻，明明是他们自己动的手，竟还敢贼喊捉贼，得了兽皇余孽，占了天大的便宜。现在还敢打咱们雪影宗的主意？掌门刚才说什么？袭击风雪城的神秘势力就是风云阁。如果袭击风雪城的是风云阁，那风云阁为什么要杀雪影宗的弟子？既然是风云阁袭击了你，那群人向来心狠手辣，不留活口，你怎么可能独自逃生？我哑巴了？老夫问你话。风云阁行事向来不留活口，你凭什么能从他们手里逃脱？说实话，毒丹发作怎么办？继续撒谎已经圆不回去了。请掌门长老救我一命，弟子也是被逼的。跟我回来的那几个人根本不是什么风格道友，他们就是杀了宗门弟子的凶手。到底怎么回事？给我说清楚！现在可以确定，杀死你爷爷奶奶的人就是风云阁或者雪影宗，而且我们杀死雪影宗弟子的事已经被知道了。什么？叶前辈，您怎么知道的？那家伙才去大殿多久？难道已经把我们卖了？这还用猜？我故意让他把杀死雪影宗弟子的事朝袭击风雪城的势力那边推，就是为了看雪影宗的反应。看反应？没错，如果雪影宗跟袭击风雪城的事没关系，他们听到这个消息肯定愤怒，然后立刻派人来找我们询问细节。但你看，那名弟子去了这么久没回来，外面也没有任何高层来找我们盘问，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识破了谎言。对，说明雪影宗跟幕后势力绝对到底是谁，他们可一眼就袭击放了我让那名弟子撒的谎。既然识破了，那他们迟迟不出现，唯一的去处是他们在调集神识，准备对付你。叶长生一开始就布下了一个局，用一个破绽百出的谎言直接试探出了雪影宗的底细。那我们现在怎么办？这里可是腹地，护宗大阵一旦开启，我们根本出不去。今天就帮你报仇。动作挺快，提前把人撤了，怕伤及无辜啊。行了，别装了，暴露了，出来干活。哼，早跟你说直接杀进去，非要搞这些弯弯绕绕。风云阁是怎么办事的？一个兽皇孽种竟然还能放跑，不过幸好你们来了我雪影宗，反倒方便许多。掌门长老，求你们杀了他，从他身上搜出解药，救弟子性命啊！废物！好得很！你个猪鸡精的小畜生，混进我雪影宗还敢当众行凶！你是真觉得身边站着个不知来路的妖人，老夫就不敢杀你？别急啊，一个一个来，排队送，别插队。莹莹别怕，叶哥哥，我不怕的。
你们5个上去拿下他，若敢反抗，废掉4肢，留一口气就行。弟子遵命。不过话说回来，为什么长老跟掌门不直接出手杀了这2人呢？都闭嘴！你们是瞎了没看掌门一直盯着那个白衣男子吗？那人的气息很不对劲。不对劲？什么意思？掌门可是化神境，可他都没有立刻出手，这就说明那白衣男子的境界很可能也是化神境，连掌门也没十足把握。你就是叶长生是吧？不管你用了什么歪门邪道杀了师弟，在我们5人面前，你最好别抱侥幸心理。就派5个？你们雪隐宗好歹这么大个宗门，派人出来都这么抠抠搜搜的吗？要不你们再凑凑人数。你这是找死！叶前辈小心！你护好莹莹。这是怎么回事？我的灵力怎么突然散了？他到底做了什么手脚？你们打完了，那就该我了。快散开！下辈子别站这么牵强。他这修为真的是筑基期吗？你问我干嘛？我哪知道问谁去？你个孽障！怎么，你们这是想坏了规矩？都别被他吓住！就算速度再快，也只是个筑基修士。大家一起上！兵甲护体！你个孽畜！给我死吧！这股气息是你！数千年以前，我们在寒兽谷袭击的那只极品灵兽。有我在这儿，元婴境以上伤不到你分毫。等你玩完，我就准备屠光这整个宗门。行了，那今天就彻底放开手干。全宗听令，所有人同时出手，先杀那个筑基期小子！只要能拿下叶长生或者齐莹莹当筹码，今天雪隐宗或许还能有一线生机。不能，绝对不可能！当初明明借了风云阁的真龙锁，大幅削弱你的实力，才勉强将你击败。那真龙锁留下的伤势根本没人能解得开，它只能让你的境界永远被困在元婴境。难道有人治好了你体内的暗伤，连真龙锁的封印也一起解除了？原来是风云阁的真龙锁留下的封印，怪不得怎么修复都差最后一点意思。想帮古彻底解除封印，重回8品甚至9品巅峰，靠吃药显然不行了。解灵还需系灵人，这东西既然是风云阁借出来的，那就得找风云阁拿办法。这事儿倒是巧得很，反正下一个要清算的目标就是风云阁，新仇旧恨正好顺路一起结了。挡住！快挡住！化神境大圆圆满。别杀我！别杀我！求求你别杀我！我愿意献出雪隐宗所有的资源，灵石、功法、法宝，什么都给你。我问你，当初你们从千兽崖抢走的那只幼兽，现在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你想清楚再回答，我没有那么多耐心。风云阁把他带去哪儿了？我真的不知道，我们只拿了报酬。风云阁到底是把那只幼兽转卖了，还是用来做其他用法？他们根本没告诉我们。顾先生，
只要你的孩子还活着，我就一定给你找回来。万一是最坏的情况，我也会让所有伤害过你孩子的人全都给他陪葬。这个人类的手段和心机我已经鉴赏过了，只要他答应的事，就一定做得到。起来，带路，去看看你们雪隐宗这些年搜罗下来的所有资源。雪隐宗底蕴一般，虽用不上，但也不能留下。这些功法和灵宝带回去交给百草阁，弟子修炼起来对我有助益。至于杂物，便通过商盟换成钱。就这些。就这些了，所有的资源都在这里。你们这么大个宗门，不可能将所有的资源都放在一个窝里，肯定还有别的藏处。带我们过去。是，还有一处。多少？整个宗门的灵石全都在这里了，一共50亿灵石。这才对，一个二流宗门要是连这点底蕴都没有，那怎么好意思？叶前辈，剩下这些不带走吗？留3亿，这些灵石我有别的用处。这3亿灵石正好交给魏执事，商盟分部被风云阁灭了，重建是个烂摊子。这笔钱砸进去，就能重新把场子拉下来。你要的资源都在这儿了，雪隐宗上下的底蕴全空了。求您大人有大量，放我一条生路，我以后绝不敢再有半分反抗的心思。大人，那边什么都没有，宗门里的灵宝跟阴司真的全部归您了。那墙后面是实心的，那是山体。顾先生，交给你了。杀！我要杀光你们！我要灭了雪隐宗！叶哥哥，他是谁？为什么被绑在这里？说，这人是谁？给我说清楚他的来历。大人，他叫梁兰，是我的亲传弟子。亲传弟子？用铁链锁在这里的亲传弟子？他真的是我弟子，只是他跟别的修士不一样，他是我们用宗门秘术培养出来的，靠着兽血长年累月的浸泡，用兽血强行拔薄他的修为和体质。老畜生，你杀了我父母，把我关在这个暗无天日的整整5年，每天拿这些兽血来折磨我，我根本不是你的弟子！我要杀了你！我要灭了你这个恶心的宗门！不，别过来！大人救命！多谢替我斩断锁链，让我能手刃这个老匹夫。这怎么可能？被关在这种不见天日的地方，用兽血喂养了整整5年，按理说秦早就该彻底崩溃了，看到活物就会疯狂撕咬才对，他居然还能清醒的跪在这里道谢。这女人的气机池彻底乱了，那帮杂碎强行往她体内灌入各种高阶兽血，硬生生拔高了她的体质和修为，成就了所谓的灵根。这种粗暴手段根本不是人类肉身能承受的，她能活到现在，完全是凭着心里那股要杀人的怨气硬挺着。现在那个掌门死了，仇报了，他心里的那口气也就跟着散了。气一散，自然就到了死期。走吧，我们这次来本就是为了灭掉雪隐宗。这女人把掌门杀了也算是狗咬狗，死在这里跟我们毫无关系，没必要管她死活。这女人终究是个被囚了5年的可怜人，雪隐宗真正的受害者，顺手捞一把也费不了什么事。这女人在兽血里泡了这么多年，骨子里早就跟人形凶手没区别了。就算你耗费5品丹药救下这半条命，她醒了也不一定会念着你的好。万一凶性大发反咬你一口，你图什么？无所谓，他也就是个可怜人罢了。就当是我今天心情好，丢了一颗丹药。今后他是死是活，要去干什么，都跟咱们再无半点关系。叶前辈，这吊身还有些边角料没搜刮占，这是打算把整个玄影宗封起来？宝库里面肯定一府间场地这么大，直接用护宗大阵封锁起来，免得我们走了之后，有外面的散修或者别的势力趁机溜进去捡便宜。让魏执事尽快带人赶来风雪镇会合。雪隐宗覆灭，风雪城这边的烂摊子和资源盘口，
得交给他来全盘接收处理。走吧，事情办完了，回风雪镇。先不急着回镇上，你跟我再回一趟千手崖。回千手崖干什么？你的伤不是已经大好了吗？我有一件东西必须要当面交给你。行，那走一趟。顾先生，这位是坐在王座上的，就是前任兽皇，也是公主大人的亲生父亲。好漂亮！也正常，这孩子打小就是被山盟老人捡回去养大的，从来没见过亲生父母，让他对着一句哭骨喊爹，多少有点强人所难。这颗兽核是兽皇代代传承的核心，吃下这颗兽核的生灵，就要接替兽皇的职责，统领兽族。我一直等着公主大人回来，就是想让他接替这个职责，把他父亲留下的担子重新扛起来。我不要待在这里，我要一直跟着叶哥哥。放心，我现在已经改变主意了，兽族如何，兽族都无妨，只要公主大人能开心快乐的生活就好。真没想到，这个一见面就差点拍死我们的七品兽王能说出这种话。因此，我希望你能代替公主大人保管这颗兽核，等他实力提升到能够适应这颗兽核的时候，再交给公主。不要把兽核当成责任，就当成父亲的遗物。行，我替莹莹保管。兽核呢？交出来！顾先生，你冷静一下，你亲眼看到的，这玩意儿自己跑了，不是我藏起来的。我只知道我把兽核递给你，然后兽核就没了，你打算怎么跟我交代？我也搞不懂为什么兽核会消失啊？这玩意儿能从集市上买一个不？你是说，你的身体自动将兽核吸收了？应该是这样，兽核一碰到我的手就直接被吸进去了，我根本来不及反应。你吃了苍灵种，体内已经有了兽皇血脉，兽核感应到了同源气息，对你的身体认主了。那这事儿就不能怪我吧？古先生，你亲手递过来的，也没提前跟我说这东西还会自己往人身体里钻。你要是早说一声，我戴副手套再接也来得及啊。要不然这样，我对着他叫一声爹，就当是我爹的遗物了。好家伙，送礼送自己骨头，这诚意确实没大说。我要离开一段时间。去哪儿？有些事情必须我亲自去处理，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如果公主跟你遇到危险，把灵气注入兽骨，我是只能凡世的灵性，我随时能感知到。不管你在何处，我都会赶回来。莹莹交给我，你放心，我会把她当亲妹妹一样保护，不会让她少一根头发。那当然了，你现在拿走了兽皇的兽核，就算不当公主的爹，起码也得是公主哥哥的身份。你这帽子扣的也太大了。你要是敢抛弃公主，我早晚会杀了你。你看看，你看看，这不好好的吗？少一根头发，我脑袋摘下来给你当蹴鞠。你要出远门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叶哥哥，他怎么了？没什么，就当他死了。那他死了的话，谁来带我们下山啊？放心，这种死法不耽误干活。走吧，回风雪镇。客官，你们居然回来了！寒兽谷那地方进去的人10个有9个回不来，你们竟然真的……怎么了？客官，你先别进去。你们走之后没多久，客栈里来了一群人。什么人？说是要悬赏找一个人，还贴了画像。那画像上的特征跟客官你一模一样。我没给他们说客官你的行踪，一个字都没透露。但那帮人现在就在里面坐着，一直没走。客官你赶紧走吧，别进去了。房照开，
多出来的当打赏。就是他，跟那人形容的一模一样，就是他杀了齐二爷。连话都不让人说完就急着动手，上盟的人是不是都这么忙？我再说一遍，谁要继续动手，下次就不是打断骨头这么简单了。行了，别站着了，坐。让你们做就做，我又不是喊你们排队受死。说吧，谁悬赏的我？为什么悬赏？你们是哪个分舵的？这位前辈，风雪城的商盟分舵整个被灭门了，分舵主齐二爷惨遭杀害，几十口人一夜之间全没了。我们打听到，商盟被的那天晚上，有人挟持了一个小女孩从商盟地盘安然离开，那个人的特征跟前辈你一模一样。现在前辈你又对我们商盟的人出手，证据确凿，你还有何话可说？风雪城分舵的事是那帮追杀齐莹莹的人干的，跟自己有什么关系？不过从他们的角度看，当晚确实只有自己带着莹莹跑出来，信息不对称，误会倒也正常。你们是哪个分舵的？江阳城红帮主的分舵。没听过，不是未知市的人，那就是商盟其他城的分支。听到风雪城出了事，自发过来调查的。既然是商盟查自己的案子，动机说得通。而且这些人的修为也那样，筑基初期，连正经对手都像不上，没必要把事情弄大。风雪城商盟的人不是我杀的，你们要是不信，自己去查。但我把话撂在这儿，再有人动手，生死自负。真是不怕死。你们先出手的，那就别怪我了。不关我们的事，是他自己贸然出手的，我们没打算动手，我们真的没打算动手。前辈饶命，我们就是跟着来打听消息的，谁也没想动手啊。晚了。大哥，刀下留人，刀下留人！我灵信才发出去不到半天，你就到了。大哥，这些人杀不得。哦，他们都是商盟各分舵派来的干事，要是全给宰了，那就不是跟一个过不去的事儿了，是违反盟约，整个商盟都得追杀咱们。我给你发灵信，本以为你会晚几天才过来，怎么当天就来了？在大哥发现之前，我就朝这边赶来了。你提前来的？风雪城商盟分舵被灭门的消息，总舵那边已经知道了，立马派人来调查。我知道大哥这时候也在风雪城附近，害怕大哥跟这件事扯上关系，就快马加鞭赶来了。魏执事这个人确实越来越好用了，辛苦了。果然，大哥走到哪儿都消停不了，但他也清楚叶长生的脾性，大哥轻易不动手，真动了手，那一定是对方先找的死。魏舵主，我们都是按照规矩办事，奉命调查风雪城分舵灭门一案。此人与凶案特征完全符合，我们依据盟规提出质询，他非但不配合，反而当场杀人伤人，请舵主出手，依盟约惩处此人。魏舵主，你为何打我？你说证据确凿，看看你们干的事儿，敷衍了事，随便找个人就给人定罪，连真凶是谁都没搞清楚，还好意思在我面前嚷嚷？看看我大哥，人家真凶都调查出来了，你们呢？魏舵主，是属下办事不力，属下知错了。大哥，你怎么确定是风云阁的干的？我亲眼见的。说实话，风云阁的体量虽然不如商盟，但也不是什么小角色，各地都有据点，生意也杂，从零售到丹药到矿脉什么都沾，好些州府的地下买卖都有他们的影子。那我想不通，风云阁为什么要对商盟出手？双方业务没什么冲突啊，井水不犯河水的，犯不着做这种拉仇恨的事儿。风雪城的分舵主手里有个珍宝，风云阁盯上了那东西，光凭自己又不好动手，就拉上了当地的地头蛇雪影宗，两家联合做的局，杀人灭口，一夜清场。合着是为了抢东西？风云阁的行事作风我多少清楚，为了弄到想要的东西，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联合雪影宗的话那就更说得通了，雪影宗本来就是这一带的地头蛇，有他们配合，消息封锁善后处理确实能做到滴水不漏。都听见了，风雪城分道被灭门的真相是风云阁联合雪影宗干的，把这个消息原本带回总部，一个字都不许添，一个字都不许漏，然后赶紧滚。
总算是没闹出更大的动静。走吧，回客房。你也过来，有些事要跟你说。我问你个事儿，大哥，您问。风雪城分舵被灭职的消息送到总部之后，总部那边会怎么处理？按规矩，总部会先核实情况，然后派遣新的分舵主过来，重建分舵，安抚地方，把风雪城的生意重新接起来。总部那边会找风云阁算这笔账吗？大概率不会。大哥，我跟你说句实在话，风雪城分舵在整个商盟版图里，充其量就是个中下游的小舵，一个分舵的价值还不足以让总部跟风云阁正式翻脸。两家真要开战，牵扯的利益太大了，不划算。不划算。而且说到底，现在也没有什么拿得上台面的实质性证据。我们知道是风云阁干的，但这话传到总部那边，没有人证物证，总长那帮人不会轻易下决定。商盟嘛，说白了就是做买卖的，买卖人最怕的就是打仗，能用钱解决的事儿，没人愿意动刀子。商盟的本质是利益共同体，而不是江湖门派。一个分舵被灭，在总部眼里，顶多算是损失了一块地盘的利润，不会为了一块拼图跟另一个庞然大物拼命。这就是现实。我跟风云阁有仇怨，接下来我要去风云阁一趟。跟大哥相处这么久，学到一个重要经验：大哥说要做的事，从来不是征求你的意见，而是通知你。大哥，那我呢？你留在风雪城。风雪城分舵现在是空的，总部迟早要派人来重建。与其让总部那边塞一个不认识的人进来，不如你先下手，用你信得过的人来接手分舵主的位子，把这个舵抓到自己手里。占坑，趁着总部还没反应过来，先把风雪城这块地盘吃下来，有调查结果在手，有重建分舵的名义在手，手底下又不缺人，只要动作快，等总部的文书批下来的时候，新舵主已经上任了。这一手简直是把刚才说的那套商盟规矩原样搬回来，反过来用。大哥放心，这事儿交给我。行。前面的路你熟吗？熟，早些年走过很多次。他曾在风云阁待过，带上他能省下不少查探的功夫。走吧。从离开云山城到现在，差不多也有1个月时间了。云山城局势虽稳，但离开太久，无极宗终究是个隐患。但这次事了，不能直接回去，必须去风云阁。风云阁底蕴深厚，想一口气吃下去显然不现实，但足够的耐心。风云阁是云淼宗4长老最大的合作势力，4长老在宗门里的底气，大半都来源于这条外部的利益输送线。如果能将这个势力给拔出，等回到云淼宗的时候，4长老以后在宗门就是一个人微言殿的空架子，对自己根本构不成任何威胁。不仅如此，这次如果能将风云阁掌控在自己手中，那更是一大助益。风云阁的情报网和地下渠道，正是目前急需的东西。长生哥哥，怎么了？我有点饿了。前面应该有个歇脚了的地方。3位客官，打尖还是住店？上吃的，可劲儿上，银子管够。好嘞，客官，您3位稍作歇息。后厨的师傅麻溜的开始做饭。客官，您还要吃吗？菜不够，我们这里的食材要见底了。这吃的也不多呀。你们开客栈的，难道都备食材吗？客官，你刚来此地有所不知，此处叫做隐龙城，城主有限令，只有单数日子才能采购肉食，而且采购数量还有限制。看你们这地方也不算贫瘠，为何百姓吃食城主还要限定？是因为最近隐龙城后山出现了一只饕餮，这东西专吃生肉，城主每个月都要去后山贡献大量生肉，因为生肉都要给饕餮吃，所以百姓能吃到的生肉就限量了。我们这客栈也是紧巴巴的算计着日子进货。隐龙城城主饕餮生肉，这几件事串在一起，处处透着古怪。吃饱没？没。啊，隐龙城后山的路怎么走？
站住！你是什么人？为何擅闯神州岛？让开！外来者，这里是神州岛，不准你在这里放肆！赶紧报上名来，不然别怪我们动手。我没工夫跟你们耗，你们也不配知道我是谁。你找死！我要见你们这座岛上一个叫做乌拉尔的人。竟然敢直呼圣者大名！杀了他！杀了他！敢对圣者不敬，动手！不知死活！听清楚了，如果不能让你们嘴里的圣者来见我，我会从你开始杀到他主动来见我。脾气还是这么大，好久不见啊，古，你来吧。数量竟然这么多，粗略一扫，比当年兽皇在函授谷率领的灵兽数量还要多出好几倍。这些灵兽要是放到九州大陆，怕是一夜之间就能踏平一个小国家。这女人收拢这么多高阶灵兽，绝对不是为了摆设。她到底在岛上搞什么名堂？你终于找来了。你躲在这荒岛上倒是清闲。好久不见。没想到离开兽皇大人之后，跑来这个荒岛还混成了什么圣者？一群凡人跪你，几头6、7品的灵兽围着你转，倒是挺会给自己找乐子。都收起来吧。这货竟现在是化神大圆满，以你们的实力，不敌他一招。还是退下吧，况且他并非是歹人，是我的老友。说吧，你大老远跑来我这个荒岛，总不是为了吃我几个果子？公主回来了，失踪多年的公主，前些日子已经回到了函授谷，同时，兽皇的兽核也已经认主了。你说什么？兽核认主了？难道公主已经打算接受，成为新一代兽皇？不是，我不打算让公主成为兽皇，而且，兽核并非是被公主吃下，是她自己选择了其他人。如果公主不打算成为兽皇，那你应该将兽核交给我，我现在才是成为兽皇的最佳人选。当年公主失踪之后，我为什么不敢离开函授谷？原因之一就是，如果我不在函授谷守着，以你的性子，早晚有一天会摸进去偷走兽核。兽核这次选择了一个人类，而且已经适应了那个人类的身体。谷，当年我们一起跟随兽皇的时候，你就一直防着我。我以为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多少会有些改变。结果呢？你宁可把兽皇的兽核交给一个人类，也不愿意给我。你搞错了，并非是我选择把兽核交给人类，是公主选择了那个人类。我只是认同了兽核的选择。公选的，一个还没长大的小丫头片子，她懂什么？她是兽皇血脉，她选的人就是兽族认定的人，这个道理你不可能不懂。我这次来找你是有正事的，我希望重新整合兽皇的旧部，积蓄力量，追随那个人类。我相信他能够带领兽族重新崛起。坏了，这女人笑得越好看，出手越狠，这是我当年用无数次挨打换来的经验。臭泼们，还是跟以前一样，说不过就动手是吧？刚才那一脚的力道我感受得很清楚，那不是化神境的力量，远超出了化神大圆满。炼虚境，这疯婆娘什么时候突破的炼虚境？如果是炼虚境的话，那刚才能被一脚踹飞，就完全说得通了。化神大圆满跟炼虚境之间差的不是一星半点，这女人藏得够深。追随一个人类，断不可能。但如果能哄骗那个人类把兽核骗到手呢？如果拿到了兽核，我的境界将会再次突破，进入金仙境。到时候，我的实力将问鼎整个九州。叶前辈，如果后山真的存在什么怪物，
咱们没有任何情报就直接去见那只饕餮，是不是有点冒险？不要紧。什么叫不要紧？那可是饕餮。自从我体内有了兽皇血脉之后，散发的兽气足以让7品以下的灵兽沉沦。哪怕那只饕餮是7品之上，我也有安然逃走的办法。叶哥哥，饕餮是什么呀？好吃吗？你的关注点永远跟别人不一样。叶哥哥，我从里面闻到了肉的味道。先别想着吃，跟我走。这位大哥，你们这是去哪儿？你们谁？外面来的？路过，好奇问问。赶紧离开后山，别耽误我们去做事。这地方不是你们能来的，要是不小心被饕餮吃了，我们可不负责。我看你这人面善，一看就是老实人。那你们就跟在队伍后面，小心跟着。要是有什么意外情况，就赶紧转身逃走，明白吗？明白，多谢大哥。就这么简单？人嘛，10两银子解决不了的事，20两就能解决。都镇定，老规矩，放下东西就走。叶哥哥，山里面有大狗。都停下，快点，把所有的肉食都放在洞口前面，动作轻点，别弄出大动静。行了，放完就赶紧走，别磨蹭。这位大哥，你还不走，等死啊！我有点好奇，想跟你打听个事。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打听事儿？山里面这只饕餮到底做了什么事情，能让你们这么害怕？难道他杀了很多人吗？你外地来的不知道，这怪物邪门的很。哦，1年前这只饕餮突然出现在这山里，那时候山里的活物可多了，野猪、狍子什么都有，随便挖个陷阱都能抓到野兔。结果你猜怎么着？不出1个月的时间，整座山的动物就被这只饕餮捕食干净了，全都吃光了，一只活的都没剩下。后来一些猎户上山打猎的时候，找了几天几夜，连根兽毛都找不着，只能看到山里面无数的动物尸骸，别的什么都看不到。1个月吃空一座山的野兽，这胃口确实不小，难怪叫饕餮。这还没完呢，又过了1个月，这只饕餮没吃的东西了，它就整日在山中嚎叫，那声音大得让整个隐冲城的人都不得安宁，天天晚上震得窗户直响，小孩子大半夜被吓哭。然后官府就出面了。对啊，城主大人受不了了。官府后来派遣人来讨伐，带了几百号人进山，拿着刀枪棍棒，气势汹汹的。结果呢，前来讨伐的人连这只拍他的影子都没见到，刚走到这附近就被一声吼声震出山里了，好几个当差的当场吐了血，连滚带爬跑下山。后来实在没办法，城主大人只能花钱买肉，定期投喂肉食，用这法子才能平息这只饕餮的吼叫。仅靠吼声就能震退几百人，吼声里必然带有极强的灵力波动，能做到这一点的灵兽，实力绝对不低。行了行了，不能再多说了。等这些人将肉全都放下之后，我就得带人离开。你们3个疯了，赶紧离开，不然一会儿饕餮出来进食，闻到活人的味儿，非得将你们3个一起吃下去不可。叶前辈，我们要不要退后一点？你先走吧，不用管我们。我不管你们，你们死在里面，官府还得找我麻烦。我们来这里就是想看看这只饕餮到底长什么样子，看完就走。看他，为了看他都不要命了。快走吧，这东西吃人不吐骨头，你们年纪轻轻的，别在这儿犯傻。唉，行好言难劝，该死的鬼，你们自己找死，别怪我没提醒。叶前辈，我们真要在这里等？来都来了，不见见正主怎么行？叶哥哥，大狗什么时候出来啊？快了，先躲起来。小哥哥，莹莹，小心！
吓到了没？叶哥哥，他不乖。没事，我教训他。这到底是个什么灵兽？怎么跟个小土狗一样？尹重城的人管他叫饕餮，还每天给他上供肉食。我在风云阁待的时间也不算短，平时负责喂养灵兽，什么稀奇古怪的灵兽也都见过一些，可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灵兽。这东西长得一点也不凶，而且最奇怪的是，你看它的样子，身上一点品阶的变动都看不出来，感受不到一丁点灵压，真是奇怪。没有品阶变动，不代表他没有实力。刚才那几道爪痕，速度和力道都不弱，要是真挠在脸上，肯定得破相。叶哥哥，我能摸摸它吗？它看起来很好摸。你找死！这东西的皮怎么这么厚？叶前辈，你的剑气竟然伤不到他。好强的灵气波动，这东西果然不简单，难怪能把引龙城的人吓成那样。退后，退远点。这是饕餮，这怎么看都像是一只贪吃的狗啊！大哥，狗狗开心了。叶前辈，这东西到底是个什么来路？我在风云阁的时候，专门负责喂养各种灵兽，闲暇时也看过不少关于灵兽的图谱，几乎把所有灵兽的样貌都记在脑子里。可我把记忆里的图谱全过了一遍，里面都没有关于这只灵兽样貌的记载，连一点相似的影子都找不到，一点记录都没有。确实没有，这种外貌和体型太反常了。叶前辈，我推测这只灵兽很可能是一只天地自然孕育的灵兽。天地自然孕育？不然根本解释不通。你看它只有这么大一点，刚才怎么能放出那么富有威力的吼声？那声音里的灵气变动绝对不是普通灵兽能发出来的。如果是先天自然孕育的灵兽，那就合理了。这种天地孕育的灵兽，起步就比普通灵兽高出一大截。依我看，它的品阶至少在5品之上。引龙城的人管它叫饕餮，说不定它身上真有一丝上古凶兽的血脉。5品，少了。少了？这货才这么大点儿。刚才我并指发出的剑气，就算是元婴期修士也不敢硬接，打在他身上却连一道白印都没留下。他的身体皮肤就如同玄铁一般坚硬，5品灵兽绝对没有这种防御力。依我看，他的品阶至少是7品。7品？如果真是7品，那他刚才要是一直发狂，我们恐怕还真不好对付。难怪尹城城几百号人都能被他震退。叶哥哥，他好像是问你要东西吃呢。这灵兽胃口还真是刁钻，放着外面那么多新鲜肉食不吃，知道丹药好吃，故意卖乖来求丹药。叶哥哥，他好听话，你就给他吃点吧，他刚才肯定没吃饱。吃吧。出来了，这小东西刚才那一番举是在刻意控制力道，害怕自己的尖牙戳伤了手指。行了，看也看过了，既然是一只小灵兽，没有带着的必要，还是将它留在这里，咱们赶路要紧。不一起带着这只小狗狗吗？要是带着这只小饕餮，一路上还不知道要吃自己多少5品丹药，身上的存货可经不起它这么造。而且马上就要靠近风云阁了，这么特殊的灵兽带在身边，肯定会被风云阁的人盯上。这只小狗暂时不想跟着咱们走，还是不要强迫它了。再见了，小狗狗。走吧。有些事情当断则断，带着一只来路不明又极度消耗资源的灵兽，对接下来的风阁之行没有任何好处。
现在的首要目标是去风云阁讨债，不能节外生枝。叶前辈，那只小饕餮好像跟着来了一路呢。我其实也早离开山渡开始，身后就一直有一股很微弱的气息跟着，不远不近，保持一段距离。小饕餮的身影隐匿在暗处，气息极淡，几乎不可察觉，一路尾随至山下。叶前辈，这小东西看来是赖上你了。你的丹药可不是白吃的，他估计是盯上你身上的存货了。实在不行，就一起带着上路吧。太好啦！小狗狗出来吧，叶哥哥同意带你一起走啦。过来，吃吧。小东西，要不要跟我们走？这小东西还挺通人性的，知道跟着你有丹药吃。叶哥哥，我能抱抱它吗？既然它不咬你了，那以后看管这只灵兽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好呀好呀，叶哥哥，我们要不要给这只小狗狗起个名字？你想叫它什么？它肚子这么胖，圆滚滚的，就叫它胖球吧。胖球，这名字听着就不太聪明。哪里不聪明了？胖球多可爱呀！你看它胖的，连脖子都快没了。也是，叫胖球总比叫饕餮好听。随便你吧。这名字倒也贴切，以后就叫胖球了。叶前辈，我们离风云阁越来越近了，有些地方我得提前跟你交代清楚。你说。风云阁所在的位置很特殊，它不在任何一个国家的腹地，而是在云抽国和苍云国这两个国家的交界处。我们现在在哪儿？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还是云差国的地界，顺着这条路一直走，只要到达两国的过境边界，那里就是风云阁真正的地盘了。叶前辈，进入边界后，不管发生什么，你千万别踏入苍云国的地界。我还没有修仙的时候，曾经从别人口中听说过这个国家。听说那是一个极度尚武武的国家，可以说是举国修炼。没错，在苍云国，连普通的农夫都会棘手把式。据说他们原本只是一个弹丸小国，后来靠着四处征伐，硬生生打下了大片疆域，成了九州大陆上范围最大的国家之一。不仅如此，他们行事作风极为霸道，为了抢夺修炼资源，经常越界屠杀其他国家的边境城镇。如果不是当年有几个大修仙门派站出来警告，不想看着这个国家一家独大，周围那些小国家分分钟就会被苍云国全部吞并。看来这个国家早就臭名远扬了，连您在凡人的时候都有所耳闻。慢点吃，没人跟你抢。叶前辈，我可能只能送您到这里了。要走了？再继续走下去，距离风云阁太近了，随时都可能遇到风云阁布置在外围的眼线。我身份特殊，是风云阁的叛逃之人，如果被他们认出来，只会给你惹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我不能继续陪你走下去了。我理解，你跟着我确实风险很大。我理解，这是3枚5品丹药，拿着吧。这太贵重了，我不能收。这是你一路领路的谢礼。叶前辈，我给你带路是真心想帮你，是为了报答你之前救下晨晨的恩情，绝对不是为了这些报酬。我知道你的心意，我也没把你当成雇佣的向导，但这3枚丹药是我专门根据你的体质炼制的，对你的修炼大有助处，拿着以后用来修炼吧。专门为我炼制的。你这一路帮了我不少忙，我也看出来你的功法有些特殊，这几枚丹药能帮你稳固根基。谢谢叶前辈。以后有什么打算？天下之大，总有能容身的地方。我会带着晨晨找个安静的地方修炼，只要避开风云阁的势力范围就行。一路顺风。走吧，以后就只有我们2个了。叶哥哥，晨风姐姐去哪儿了？怎么没看到她？她有其他事情要去办，昨晚先一步离开了。晨风姐姐怎么不跟我们说一声就走了？她有她的路要走，跟着我们对她来说太危险了。可是我不想她走。天下没有不散的宝玉，以后说不定还会见面的。晨风姐姐，你要注意安全呀。
公主回国。是。公主，边境风大，请您更衣。公主这些年到底在何处？我们整整寻了数年。你们找不到我，是因为我不想被你们找到。国君一直很挂念您，在云泰国待了些年月。云桃国，公主怎么会去那种地方？今日突然回国，是不是在外面受了委屈？末将这就带兵去平了他们。这些可不是你该过问的事，带我去皇宫。末将遵旨。全军听令，护驾围城。终于回来了。叶哥哥好难闻啊，像肉放坏了的馊味。这里每天宰杀灵兽，味道自然好不到哪去。这位爷，您是头一回来风云集吧？我这2品、3品兽骨，成色绝佳，5000到3万灵石不等，您随便挑。太差了，这种东西也拿出来摆摊。您看看这个，4品兽骨，为了弄它，死伤了好几个猎户，70万灵石，少1块都不卖。叶哥哥，这骨头干巴巴的，胖瘸肯定不喜欢。就这。那女孩怀里的灵兽能不能卖给我？你随便出个价。老板，你在这儿做了这么多年生意，也算见多识广，不如先仔细看看我这灵兽是什么品阶。说实话，我一眼看过去，觉得这小东西灵气特殊，跟平时见的货色都不一样。个头不大，但那骨子里的气运错不了。但具体品阶还得靠近看看骨相和牙口。我的老天爷，这灵兽脾气可真够大的。你可以看个清楚。我在风云阁混了这么多年，灵兽图谱都快翻烂了，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这绝对是3品之上，甚至可能是变异品种。老板好眼力，正是3品，不过这是非卖品，出多少钱都不卖。可惜了，您要是愿意拿去地下商行拍卖，少说几百万灵石，真的不再考虑考虑？多了，这块骨头不值这么多。灵石你收着，我给你打听个事。您说，只要我知道，一定知无不言。我带着这灵兽，风云阁的人会抢吗？这您就多虑了。风云阁虽然霸道，但绝不在自己地盘砸招牌，强买那是自断财路。不过街面上的散修小势力确实会眼红。我给您支个招，前面有个兽首阁，给灵兽登个记，造个册，挂上风云阁官方标识，就等于有了护身符，没人敢动。兽首阁在哪儿？顺着主街走2个路口，看到一栋顶上雕着巨大石狮子的楼就是。多谢。您客气，以后需要材料随时来。走吧。风云阁的水比想象之中深。哎，你这畜生今天怎么怂了？奇了怪了，我的也趴下了。姬莹莹身上流着兽族公主的血，自己也融合了兽皇血脉，低阶灵兽本能感受到的血脉压制，但兽首阁的人看不出来。客人，麻烦先把灵兽信息填一下，填好再安排登记。灵兽契约属性，我根本就没跟胖球签过契约，哪知道这小东西是什么属性？不能瞎编。风云阁规矩多，一旦查出来属性对不上，肯定怀疑灵兽来路，想脱身就难了。她是兽族公主，天生能号令灵兽，根本不需要也签不了契约。现在唯一能签的就只有自己，但修士第1个灵兽契约关乎本命灵兽的选择，一旦签了，就彻底绑定了。胖球除了贪吃能睡，根本摸不透是什么品种。要是这小蛋花是个废柴，我这本命契约不就白费了？立马契约。青姐从不多说废话，能让她直接下指令，这胖球绝对不简单。我稍微离开一下，有点私事处理。好的，您请便。叶哥哥，怎么啦？没事，给他办个正事儿。小东西，问你个事儿，你愿不愿意跟我签契约？只要你点头，以后这种丹药少不了你的。实在看不出这小东西哪里值得青姐看重，但青姐交代的事不做不行。这蠢货是不是觉得跟着我就能一直混丹药吃，连一点抗拒都没有？
怎么会是暗属性？虽不精通御兽，但知道灵兽兽属性大都是五行之一，暗属性从哪来的？暗属性太扎眼了，要是五行之一就好。这灵兽还能自己切换属性，这就是青姐让我契约她的原因。走吧，我们去把资料填完。胖球现在的味道真好闻，跟叶哥哥身上的味道一样。先生，资料已登记，今天人多，请去休息区稍等。先生，轮到您的灵兽测试了。木属性，体型这么小，看着也不像什么高阶品种。把灵兽放进去，你从旁边注入灵气，激活阵法。阵法颜色从黑到金共5级，黑、白、青、红、金。管事，你就别跟他说红和金了，咱们这兽首阁1个月也见不到一只出红光的。少飞于金色，我来了这么多年就没见一个。快点测，下一个。还行，至少不是杂血。哎呦，清光了，这资质可以啊，少说也是3、4品的潜力。红了，这可是顶级资质。金的出金了！我的老阵法是不是坏了？你放屁！这阵法昨天刚检修过，这是实打实的金色资质。这位爷，您这灵兽到底从哪儿弄来的？这还只是幼体就有这般资质，长大后至少是7品之上的凶兽王啊！是啊，带金色资质的幼崽，在风云阁拍卖会上也是几年见不到一回的。金色资质，这动静实在太大了。过了属性这一关，忘了胖球本身的资质就在7品灵兽之上。道友，这个灵兽牌给灵兽带上，相当于被风云阁认证过，受风云阁保护。道友，这几天正是风云阁招收新弟子的日子，您可以带灵兽去参加招新大会，通过考核就能加入风云阁。正愁找不到借口接近风云阁，没想到今天竟是纳新日。原本计划等风雪城的魏执事掌控分堵，再用商盟情报网慢慢查风云阁的底细。国的幼子被抢，雪影宗师替罪羊，真龙所的事，这些账都得算清楚。如果能直接加入风云阁，就能从内部调查。那太好了，正想加入风云阁。哎呦，道友这等资质的灵兽，考核肯定没问题。出了兽首阁往北走，过了3条街就是招新会场。走吧，去看看这招新大会。风云阁的势力范围不亚于云淼宗，云山城跟这里比根本不够看。一路走来，并没有看到虐待或捕猎灵兽的现象，甚至还有专门保护灵兽的兽牌制度，这跟我知道的完全对不上。风云阁可是暗中抢夺谷的幼子，逼迫雪影宗干脏活的势力，还动用真龙所重创过化神期大圆满的谷，这种势力绝对不是什么善男信女。我倒要加入风云阁看看，这些爱护灵兽的表象到底是不是装出来的。我靠，多少年没见到带金钟兽牌灵兽了！上次见你还几年前风云阁阁主带回来的那只吧？这资质起码在5品之上吧？你看他那懒洋洋的样子，居然能评上金牌，这灵兽什么来头？好，这位道友来风云阁所为何事？我来参加招新大会。风云阁，我来了。那灵兽脖子上挂的什么东西？那是兽牌吧？怎么是金色的？我的灵兽测出来才是个青牌，那边有个红牌的都快乐疯了。金色我还是头一回见。看见了没？那金色兽牌，千年难遇啊！可是，这金色兽牌从未在典籍中记载过。哼，你是不是脑子不好使？招新名额有限，只要他参加考核，上面肯定直接给他内定一个名额，也就是说，他肯定会占掉一个席位。考核不通过也没关系，商盟还有后手。长老，兽首阁那边来的急件。怎么回事？你们自己看，兽首阁刚测出了一只金色资质的灵兽。金色？你确定没写错？这可是几10年没出过的极品资质。那灵兽在哪儿？主人是来干什么的？文书上说，那人带着灵兽去招新会场了。快传话给会场的考官。
彼此放弃争斗，一会儿分到一组，齐心协力，优先淘汰金色兽牌那个。没错，管他什么金色兽牌，第一轮就踢出去，看他还能嚣张什么。现在开始分组，念到名字的出列，4人一组进行理论测试，每组前2名晋级。这小子运气真差，居然分到我们这组。我们3个的灵兽实力虽差，但要说灵兽知识，方圆几百里谁能比得过我们？第一轮小组赛只有前2能晋级，我们3个联手直接把他淘汰。现在开始提问。排棋之地，7品冰晶兽3个月内，其鳞片光泽在盘棋身卵体前后滑，会发生几次变化？每次颜色是什么？受什么灵草影响？这应该是大概变化2次。回答错误，淘汰。第2题，赤炎飞龙的右侧第3根肋骨受到雷属性性功法攻击时，会产生多少种不同的灵气波动频度？这书上都写没写过啊？答不上来就闭嘴，淘汰。第3题，上古凶兽饕餮的复位在消化6品以上金属矿石时，需要几种半生灵液来中和毒性？我不知道。淘汰。天底下兽类分为什么？这不对吧？轮到他怎么出这么简单的题？就是，这也太不公平了！闭嘴！我是考官还是你们是考官？分为灵兽和凶兽。过关！考官大人，这不对吧？前面问我们的都是些什么偏门问题，轮到他就问这么简单的一句，就是这算哪门子测试？怎么，你们在质疑风云阁的规矩？题目全都是随机抽取的，他运气好，刚好抽到了基础题，你们自己学艺不精，还有脸闹事？风云阁办事倒是够直接，看到金色兽牌就强行开绿灯，省了我不少麻烦。第一轮测试结束，接下来进行第2轮灵兽实力测试。你们看那小子带的灵兽，估计是个观赏用的玩意儿。第一轮靠考管包庇过关，第2轮可是擂台实战。那小东西一上台，怕是要被我的熊直接拍死。就是一上台就会被拍成肉饼。胖球要挑战的灵兽几乎全是测试等级低下的，潜力高的都被安排到上半区厮杀，胖球一个人在下半区。这强力凶兽全放一组护咬，把这小圆球放弱贼组，这不就是保送他进决赛吗？下半区第1场。那个道友，要是打伤了你的宠物，你可别找我麻烦啊！开始，杀！你抖什么？过去咬他呀！这就结束了。上一场不过是对手太弱，这次你可没那么好运了。你跑什么？给我上去！连主人都咬，那只小圆球连动都没动啊！小子是不是用了什么驱兽粉？没有违规物品，夜长生胜。就这叫声，没有丝毫威胁。这考官，他是不是用了什么精神攻击的法宝？夜长生胜。这些低阶灵兽根本扛不住齐茵茵身上的兽皇血脉气息，胖狼天天被他抱着，自然也带着这种威压。小子，你前面那些花招对我的黑狼不管用，今天就让你原形毕露！你们看看那头黑狼，那可是含金量十足的上半区杀出来的，一路上杀得昏天黑地，全胜战绩。4品凶兽，那股凶性做不得假。再看对面那个小东西，圆滚滚连路都走不稳，根本不可能是黑狼的对手。前面那些低阶灵兽是被唬住了，4品凶兽可没那么好糊弄，一个照面就会被咬碎喉咙。小子，带着这废物能混到决赛也算运气好，到此为止了。我的黑狼不会留全尸，你现在认输还来得及。胖球的防御我见识过，剑气都无法留下伤痕，黑狼肯定咬不动他。但胖球有没有击败4品凶兽的实力也说不冲，毕竟还是幼崽。最好的情况是被黑狼甩出擂台，顺势让出冠军位置。要是真把4品凶击败了，麻烦只会更多，一定会引起风云阁高层更大关注。不如趁这个机会输掉，当个低调废物，查起事情来反而方便。胖球，不要怕，把他打趴下！小丫头片子，你还指望圆球打赢我的黑狼？
做梦！决赛开始！上，撕碎他！你们看他那傻样，还在装腔作势呢。这回这招可不管用了。看到没有？这就是四品凶兽的实力。我的黑狼跟前面那些废物不一样。黑狼的脚步一点都不快，身上根本没有攻击意图，连一丝杀气都没有。不可能！四品凶兽的脑袋里只剩下战斗和血性，他们就算是死也不可能低头，怎么会摆出这副臣服的样子？这下好了，想低调都不成了。齐莹莹天天报答他，这小东夏身上沾染他的兽皇血脉威压太重了，连四品凶兽都扛不住这种刻在骨子里的血脉压制。胖球好厉害，胖球赢了！决赛，胖球胜，叶长生直接获得晋级保送资格。这算什么事儿？四品凶兽给一个圆头露肚皮，黑狼是不是坏了脑？你真棒，一会儿给你吃好吃的。叶道友，恭喜通过测试，你的灵兽表现得非常出色，请随我来。叶道友，我们引领您直接进入风云阁内部，长老们已经等候多时了。你这个废物，你在干什么？给我起来咬他呀！你少在这演戏，这黑狼绝对有问题。灵兽怎么可能不战得降，还主动露肚皮？你是不是提前收了那个叶长生的好处？我看就是他搞的鬼。这算什么上半区杀出来的凶兽？我看这黑狼就是个软骨头。你是不是比赛之前买了，故意在这打假赛糊弄我们？我没有，我根本不认识那个姓叶的，我也不知道这黑狼发什么疯。你还敢狡辩？大家可都是交了测试费的。你配合风云阁人保送那个金牌灵兽，把我们当猴耍是不是？今天必须把说清楚。你这个畜生，你到底收了什么好处？外馆已经够气派，但通往内馆的区域，地上的青石板全换成了白玉砖。叶道友，前面就是内馆了，请随我来。叶道友，那位就是雪云峰雪师兄，他是三阁老的亲传弟子，也是卜阁大师兄。那是雪师兄的本命灵兽，五品紫云青虎，实力非常强悍。许师兄平时人挺好说话的，许师兄平时也没什么架子，但在许师兄面前千万不要提仙鹤二字，这是他的大忌讳。以前有人不知规矩提了一句，差点被他打个半死。知道了，我不提便是。这位许师兄现在是什么境界？金丹境7层，在我们内阁弟子里面绝对是拔尖的存在。金丹境7层还算马马虎虎，在自己眼里倒也算不上什么威胁。自己的剑气已经十分强横，跟金丹境修士正面硬拼也不会落下风。只不过肉体防御比真正的金丹境还差一点。换做血影宗那些靠吃丹药泡兽血强行提升上来的废物，来几个自己就能杀几个。徐师兄，这位就是今天招新大会的首席候选人叶长生，这是叶道友的冠军灵兽，名叫胖球。胖球，这名字是谁取的？怎么会有人给自己出金资质的灵兽取这种名字？胖球多好听，他本来就长得圆圆圆，我就喜欢叫他胖球。好，胖球就胖球，叫顺嘴了还挺好听的。叶师弟，我叫许云峰。30年前我入阁的时候，身边的紫云灵兽测出来是赤红色，当年距离出金就差那么一点。今天听说兽首阁那边有灵兽出金了，我实在按耐不住好奇，就毛遂自荐跑过来迎接你。我是真想看看能带出金牌灵兽的御兽修到底是什么水准。现在见到了，叶师弟果然一表人才。许师兄客气了，在下不过是运气好些罢了，碰巧收服了这只灵兽。别来这套，叶师弟不用谦虚，灵兽出金可不是运气能解释的，这说明你的机缘和实力都不差。按风云阁规矩，新弟子正常来说明天要去总阁聚集，由5个分阁管事统一挑选分配。不过今天我闲着也是闲着，愿意先带叶师弟参观一下风云阁阁内院，顺便讲讲规矩。叶师弟意下如何？那就劳烦许师兄了，我初来乍到，确实有很多不懂的地方。叶师弟是个痛快人，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你是难得的人才，我今天提前过来，也是希望你能考虑加入卜阁。我们卜阁专门负责在外抓捕高阶凶兽，虽然累了点儿，但资源绝对是5个分阁里最多的。只要你愿意来，
我保证你能得到最好的培养。自己的目的可是调查风云阁的，要是天天跟着卜哥跑外潜，还不知道猴年马月能探清风云阁的虚实。自己必须找个能一直待在总部的差事，才有足够时间去查谷的孩子和真龙所的线索。多谢许师兄看重，具体还是要看每个分阁都负责什么业务。不瞒许师兄，我这人天生性子慢，比起在外面打打杀杀，还是更喜欢做些文书类的工作，安稳些就好。叶师弟是个有意思的人，身怀重宝却想着干文书，这倒是少见。别着急，风云阁大得很，等我带你逛完，你再做决定也不迟。叶师弟，风云阁魏传规矩多，分工也非常细，5个分阁分别是补阁、御阁、转阁、判阁、弃阁、药阁，这几个分阁都分别负责什么事。别着急，咱们时间多，每个阁负责的事儿1-2句话说不清楚，等走到每个阁，我再一个个详细介绍，亲眼看一遍，比我干说要强得多。那就劳烦许师兄了。这里就是我们补阁的地盘，那个柱子是总阁发布任务的地方，只要有新的指令或需求，总阁就会派人把任务贴在上面。补阁弟子平时就负责接取任务，按难易程度去执行。任务都分哪些种类？不仅如此，每个阁每月能捕捉的灵兽数量也有严格规定，就那么点名额，谁要是为了私日多抓了，一旦查出来就要受重罚。所以现在大家接捕捉任务都得掂量掂量，生怕一不小心就超了名额。这位总阁主处处控制捕捉数量，甚至专门保护幼兽，行事作风完全不像危害灵兽的黑心长者。可血影宗那些惨无人道的血池，股愤怒又悲凉的眼神，一个能颁布这样保护灵兽命令的总阁主，竟然会跟血影宗那种邪派串通起来对付蛊，还绑架了蛊的孩子，这前后矛盾太大了。一边是倡导保护幼兽的仁慈阁主，一边是暗中掠夺别人幼子的伪君子，这其中一定藏着极大的秘密。许师兄，既然不能随意捕捉捉兽，那你们平时岂不是很清闲？那倒不会，虽然不能随便抓，但狩猎失控凶兽的任务只多不少，总有些凶兽发狂伤人，够大家忙活的。可是许师兄，风云阁做的就是灵兽生意，削减捕捉数量，岂不是自断一臂？叶师弟，你怎么能这么狭隘？你根本不懂总阁主的伟大。总阁主的眼界岂是别人能懂的？风云阁一直致力于人兽平衡，我们绝不能为了眼前的短视利益去损害灵兽数量。叶师弟，你听好了，人兽和谐共存才是生存根本，金山银山不如。只要我们遵循总阁主的理念，风云阁必定能千秋万代。这货跟刚才那个稳重的许茶哥是同一个人吗？一听到总阁主3个字，怎么直接变狂人信徒了？叶哥哥，这人是不是疯了？快看快看，大师兄今天又控制不住自己了，肯定又是哪个新来的不长眼。稳定了关于总和阁主的问题，触发了大师兄的开关。见过大师兄。你们忙你们的，我就带新人来参观一下。不用管我们。大师兄，我们可听说了，好像有个新人的灵兽被鉴定为金牌，你是不是动了歪心思，想把人挖到咱们补阁来？这位道友，你可要小心，我们大师兄花言巧语那可是说一套是一套，你可千万别被骗了。去，别在这胡说八道，赶紧干活去。这种场景在云淼宗是绝对没有的。云淼宗境界等级森严，外门弟子跟内门弟子，甚至是亲传弟子之间都有天生的阶级隔阂，高阶弟子根本不会跟低阶弟子这样开玩笑。没想到被自己视为毒瘤的风云阁，氛围竟然这么好。自己这些师弟师妹平时都被我教宗惯了，没大没小的，这样也挺好。反倒是其他宗门弟子之间等级森严，冷冰冰的。难道你还在其他宗门待过？我曾经云游过一些宗门，好险没说自己是云淼宗弟子，不然肯定会引来麻烦。在他面前不小心就会主动重现交代一些秘密，我得管好自己的嘴，不能被他的亲和力带偏了。补阁这边看完了，我带你去看看其他几个。这里就是御阁，这地方看着人不多，主要负责照顾灵兽的孵化和培养，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照完好几个灵兽，暂时用不了太多弟子。这边的地段看着比补阁还要好，这是自然。御阁在风云阁最好的地段，幼兽体质娇贵，稍有不慎就会得病，一旦得病甚至会传染给其他幼兽，环境必须保证是最好的。见过许师兄。你们忙，他们每天要负责调配幼兽的吃食，一点都马虎不得。这里是转阁，这里看上去很忙碌，
阮阁主要负责零售买卖，跟各大商会以及宗门对接，事情非常多。现在买零售的人很多吗？越来越多。现在越来越多的修士愿意选择授修，这是为何？原因很简单，伤的时候能多一个帮手。哪怕不精通授修的修士，也会想着契约一个灵兽，聊胜于无。看来风云阁靠这个赚了不少灵石，维持这么大的宗门，每天的开销也是一笔大数目，总得想办法开源。这里是药阁，负责给灵兽制药，平时也炼制兽丹。叶师弟，你看看，这是药阁炼制的普通兽丹，这兽丹各方面都差得很，药效流失了一大半。要是被胖球盯上这里，还不得把这些兽丹吃个干净？这里是气阁，专门锻造灵兽防具的地方，也打造其他灵器。你的灵兽一直跟在你身边，你身上是否有兽戒？我以前没怎么接触过灵兽，身上没背着这种东西，这也正常。散修弄到一只灵兽不容易，更别说配齐这些行头了。兽戒是专门用来容纳契约灵兽的空间，有些时候灵兽跟在身边不太方便，可以把它放在兽戒里，只是个存放的空间。哪能只是存放那么简单？好的兽戒不光能容纳灵兽，里面甚至能给灵兽疗伤，还能增加灵兽的修为。比如我们捕哥在外抓到了受伤的凶兽，只要扔进中品以上的兽戒里，里面自带的阵法就能吊住凶兽的命，等带回宗门还能卖个好价钱。这小东西测出了金色资质，风云阁高层肯定已经盯上他了。有些时候胖球确实不适合跟在身边，尤其是进入风云阁之后，如果继续天天带着，恐怕会引起更多人关注，甚至会惹来那些阁主的自试探。有个兽戒的话还挺方便，至少能把它藏起来。叶师弟，我这里刚好有一块五品灵兽的骨头，上个月带队狩猎一头五品风狼留下的，用来打造兽戒的话，能做出中品兽戒。我让他们帮你打造一枚，赠与你如何？一根五品兽骨打造出来的东西能用吗？用这种垃圾材料做出来的空间，胖球进去估计翻个身都嫌弃。要打造也得用我纳戒里那10品巨型灵兽的兽骨才行。不必了，无功不受禄，我怎能拿许师兄的东西？叶师弟别不好意思，这东西对你来说可能很贵重，但对我来说不算什么。五品兽骨我自己以后再找就是，补阁别的没有，就是不缺这些凶兽材料。你自己去转阁买也是花冤枉钱，有材料让气阁帮忙打造，只需要出几十块灵石的手工费。没有材料的话，一枚最普通的中品兽戒可是要几万灵石起步的。风云阁生意做得真大，几十块灵石手工费跟几万灵石成品价，中间利润全被风云阁赚走了。多谢许师兄好意，不过这兽骨我确实不能收。但我正好也想弄个兽戒，我想问问，气阁里有没有手艺高超的弟子能帮忙打造兽戒？我这里有材料，费用我来出就行。既然你有材料，那我就带你去找个厉害的，跟我来。叶师弟，这人叫上官云，你别看他不修边幅，身上脏兮兮的，他可是气阁阁主的亲传弟子。第一，收费极高，不管打造什么东西，1000灵石起步，就算只打普通铁片也是这个价。第二条，他对材料很苛刻，低级材料就算给再多钱他都不愿意打造，他觉得用低级材料打铁是侮辱他的手艺。叶师弟，上官云的规矩你也听到了，你既然没看上我的五品兽骨，那你手里到底有什么好材料？这风云阁的水看着不浅，许云雄这人虽然满脸带笑，但毕竟还没摸清他的真正底细。要是贸然让他知道我手里有一整块10品灵兽的巨型兽骨，那可就真成了活靶子。在别人地盘上漏财不是明智之举，小心点好。没问题，叶师弟既然有这份自信，那就好办了。那咱们就过去问问，走。叶哥哥，这里好热啊！忍一下，办完事就走。上官师姐忙着呢。徐一峰，你这大忙人怎么有空跑我气阁来了？补阁那边没事干了？师姐说笑了，这不是有点私事想麻烦师姐吗？有话快说。是这样，宗门这几天新来了一个弟子，手里养着灵兽，但还没有合适的兽戒，一般的兽戒他又看不上，所以我就把他领过来了，求上官师姐大发慈悲，帮忙出手打造一枚兽戒，你看行不行？许云峰，你是不是闲得慌？想要打造兽戒，外面那么多气阁弟子，你随便找谁不行？我的规矩你是知道的，不是什么破铜烂铁我都能打，别拿这些杂活来烦我。那是自然，师姐的规矩，这魏阁谁不知道？不过这位师弟说，他手里有比5品灵兽兽骨还要好的材料，我这不是寻思着师姐你对好材料感兴趣吗？不知道师姐
想不想亲自看一看？我在契格待的年头比谁都长，平日里什么稀奇古怪的顶级材料没摸过，但五品兽骨在外面已经能卖出天价，比五品还好的兽骨却算得上是极品材料了。就是他。对，就是这位叶师弟。你想找我锻造兽戒？是。行，看在你口气可这么大的份上，我给你个机会。想让我出手锻造，得先支付5000灵石的定金。5000灵石，这也太贵了吧！这只是出手的费用。另外，如果等会儿拿出来的材料不让我满意，我不光不给你制造兽戒，这5000块灵石我也一分不退，就当是浪费我时间的补偿。怎么样，还打吗？没问题，规矩我都接受。这材料自然会让你满意，但我也有个要求。什么要求？不管我拿出什么材料，也不管最终锻造的兽戒是什么品质，这一切都必须保密，绝不能让其他人知晓。小李，你过来，帮我把这活继续打完，注意火候别打废了。知道了，师姐。这里人多眼杂，跟我来。许云峰，你就在门外待着。我也不能看。别人要打造兽戒，你瞎凑什么热闹？行，那你们进去谈，我在这等你们。现在这里没外人了，说吧，你到底打算用什么材料来打造兽戒？我脾气不太好，你要是敢耍我，拿一堆垃圾在这故弄玄虚，当心你今天走不出这个房间。这东西太有意思了，师父不在的时候，我掌管契格几10年，什么稀奇古怪的高阶材料没见过，还是头一回遇到这样的兽骨，连我的神识都看不穿，这到底是从哪种品阶凶兽身上拆下来的？说实话，这材料看起来还算不错，比外面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强多了。行，这活我接了，今天就帮你打造一枚兽戒。那就劳烦上官师姐了。你这块兽骨真是奇怪，我用灵火做烧了将近1个时辰，竟然没有一丁点变化。这样的材料我是打造不出来兽戒，我连把它融化都做不到，更别提刻画阵法塑形了。你换个手段通天的人来吧。没想到这10品兽骨竟然如此坚固，看来就凭这丫头的手艺是打造不出来了。那么7品、8品的兽骨能否锻造出兽戒？你难道真有7品、8品这种级别的东西？可不是外面摊子上能买到的。你到底什么来路？你看看能不能用这块兽骨来打造兽戒，如果可以的话，剩下的边角料可以当做给你的报酬。8品兽骨的边角料那也是价值连城的宝贝，拿出去卖绝对能换回海量极品灵石。能，这次绝对能。8品虽然难，但我拼了命也给你打出来。坐着等会儿吧。刚才那到底是什么声音？连地面的砖都震碎了，我还以为是有人打上山门了呢。这动静难道是让上官师姐断气的时候炸炉了？别瞎说，上官师姐的手艺，咱们风云阁谁不知道？闭着眼都能打出极品兽器，怎么可能炸堂？那除了炸炉，什么动静能有这么大？师姐，刚才那么大的动静，我们在外面都感觉地皮在抖，到底闹什么东西出来？是啊，师姐，你是不是又出了绝品法器？拿出来让我们开开眼界呗！什么都没端出来，锻造的时候炸炉了。炸炉了？这怎么可能？师姐代阁主掌管契格多年，锻造方面从未失手过，今天竟然失手了。师姐，人没事吧？这怎么说炸就炸了？行了，都围在这里干什么？不用干活了是吧？少问这问那的，赶紧滚回自己的契炉前继续锻造。谁要是今天交不上电额，看我不收拾他！是，师姐消气，我们这就回去。刚才的动静是上官云为了锻造兽戒产生的，叶长生手上的戒指就是最好的证明，至少说明兽戒锻造成功了。但上官云为何闭口不言，甚至不惜败坏自己的名声？这新来的弟子手里到底有什么宝贝？给了上官云什么好处，能让一向一丝不苟的上官云都站在他这边？叶师弟，你刚才在里面到底给上官师姐看了什么好东西？
我看见你手上那个受戒了，上官师姐都愿意替你打掩护，连炸炉这种话都说出来了，这可不是几块零食能谈团的。许师兄，风云阁平时都跟哪些宗门进行交易？什么宗门都有的宗门，只要用到灵兽的地方，第一个交易对象都会是咱们风云阁。毕竟在九州地界，风云阁的灵兽是最顶尖的，不管是要代步坐骑，还是要守山灵兽，都得来找咱们。我有个朋友是云淼宗弟子，咱们风云阁跟云淼宗也有交易关系吗？云淼宗这个宗门我倒是听说过，好像是中州那边的一流宗门。一流宗门听起来名气不小。中州地大物博，能在那里排进一流的宗门，底蕴绝对深厚。那些大宗门的弟子出门历练最讲究排场，高阶代步灵兽是必不可少的。这么说，他们也会来咱们这里买灵兽。风云阁跟中州的宗门也有来往。如果这个宗门也有兽修的话，应该跟咱们风云阁也有交易。风云阁在九州地界名气这么大，中州的宗门也经常派人过来采购。不管是护宗神兽还是代步坐骑，他们首选的都是咱们那里。那这种跨州的大买卖，通常是谁负责交接？总不能是随便哪个弟子都能接待吧？这就不是我能接触到的核心了。我毕竟是捕阁的，平时只负责在外面抓捕和带回来驯化，主要在山林里转悠，在宗门交易方面了解不多。如果是转阁弟子的话，可能知道的多一些。那些家伙天天跟外面的宗门打交道，过手的灵石都是海量。云淼宗如果跟转阁有联系，那以后查起来就有方向了。只要顺着这条线摸过去，早晚能接触到云淼宗的人。原来如此，听起来转阁倒是个肥差。肥是肥，但没点真本事也容易出事。外面那些宗门的人可不好对付，转阁的人天天算计灵石，身上全是铜臭味。刚才带你逛了一大圈，你也算把咱们风云阁几个重要地方都看遍了。看完这些分阁，有找到打算加入的分阁吗？还没想好，感觉每个分馆都很有意思，各有各的好处。有意思归有意思，但你得选个最适合你的。这种带着金色资质灵兽的新人，要是被转阁或者战阁抢走，捕阁可就亏大了。必须得在他做决定前把人稳住。今天下午其他新人审核也要结束了，明天可就是出结果的时候。你们这些新入阁的弟子，明天要齐聚总阁大院，总阁那边会派长老下来决定加入的分阁。希望你今天晚上能想好，千万别选错了阁，以后的资源倾斜可是完全不一样的。许师兄觉得我适合去哪儿？按我的个人意思，你这样的人才加入我们捕阁最好。你想想，你本身就有极品灵兽，在捕阁最能发挥你的长处，平时出外勤遇到好东西也能第一时间过手，这可是其他分阁比不了的特权。而且捕阁的人最讲义气。行了，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到了，这里是专门给新入阁弟子建造的临时住所，每年招收新人的时候，大家都在这儿先住一晚。你今晚先在这儿对付一宿，等明天选阁结束，就要搬去分阁弟子住处。到了那边住宿条件会好很多，至少不用好几个人挤在一个院子里。这里已经很好了，多谢许师兄一路照顾。你先安顿吧，我就不打扰你了。叶师弟，这个小丫头跟你什么关系？看你们一路走来，她连半步都不肯离开你。风云阁规矩严，如果不是风云阁的弟子，平时在宗门里走动会有些麻烦。许师兄有所不知，这孩子的母亲去世的早，从小被我一把拉扯大的，我走到哪儿只能把她带到哪儿，实在是不放心把她一个人留在外面。这丫头反应也太快了，这演技连我都差点信了。唉，也是个苦命的人。你们赶紧回房间好好休息吧，今天折腾了一天，孩子肯定也累了。回头我向总阁那边申请，让你闺女也能拿到一个风云阁外勤弟子的身份。虽然外勤弟子不算正式弟子，但有了这个身份，她就能光明正大的留在风云阁，吃饭什么的也方便，不用每天偷偷摸摸的去领伙食。多谢许师兄费心，叶某记下这个人情了。这都不算什么，只要你明天选阁的时候多考虑考虑我们捕阁就行。胖秋大概是在那里面待的时间太长了，肯定憋坏了。从气阁出来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时辰，以他那种跳脱的性子，在这个黑漆漆的空间里根本待不住。你这脾气倒是变得快，刚刚还要吃人的样子，一转眼就开始摇尾巴。看来胖秋是真的不喜欢待在受戒空间里面，原本还觉得有了受戒会方便很多，毕竟风云阁里人多眼杂，带着一只极品资质的灵兽到处跑，实在有些招摇。那看来以后不能经常把胖秋关进受戒里面了。你要是总这么抗拒，关进去也是个麻烦事。这么一想，这受戒打造的好像用处不大。
莹莹刚睡着，你给我老实点，别去床上折腾，别把莹莹吵醒了。你别乱跑，过来站好。既然以后你就是我的灵兽，那咱们就不可避免要对上一些强劲的对手，所以我要训练你的本事，不能总指望我来保你，让你对上其他灵兽也有一战之力。第一点是吼声很足，那种纯天然的高阶血脉压制足以震退一般的筑基境修士。第二点是肉身强度，皮肉很厚实，金丹修士级别的攻击都无法破防，但这样的招式太单一，面对没脑子的凶兽还能管用。随便来个懂变通的修士，避开了你的虎生，你的攻击就毫无办法。得想办法给你训练更多的攻击手段。给胖球说那么多他也理解不了，决定放弃言语上的教导，直接用行动来测试。胖球，来打我！难道是野蛮冲撞？叶长生，凭什么你成了新入阁弟子中的首席？我不服你！看什么看？别以为不吭声这事就能过去，今天你必须给我个说法。你有事吗？装什么糊涂？第二轮选拔明显是你买通了其他弟子放水，让你的灵兽轻松过关，明明连打架都没有过一次。就是，那些高阶灵兽一碰到你那只灵兽，直接就跑了。肯定是你花了黑钱买通了考官和对手。大概是其他灵兽惧怕胖球身上沾染的兽皇为一压，所以不敢打。但其他人不知道这个原因，看起来确实像是我收买了对手。不管我是否收买了其他人，总之我已经通过选拔，你服不服又有什么用？你太嚣张了！真以为拿了个首席名头就能在风云阁横着走？我们散修资源本来就少，凭什么全让你这种作弊的人占去？风云阁看重的是结果，我拿到了首席令牌，这就是规矩。既然你不承认，那你敢不敢当着大家的面跟我打一场？只要你能打赢我，我就承认你这首席位子，名正言顺。对，打一场就知道了，让他现出原形。这下你输了，赶紧滚吧。我说的不是我们决斗，是灵兽决斗。在风云阁，你本人厉害有什么用？灵兽厉害才是真厉害。你还不死心？你要让那只狐狸来决斗吗？你看不起谁？那只狐狸不过是充人面的，真以为我只有这么点本事？怕了吧？这可是我花了大身家黑市换来的凶兽，如果不是半决赛被淘汰，这只灵兽就是专门来对付你的。这尾狸可是实打实的3品凶兽，咬合力极其惊人。那个新人的黑色肉球那么小一点，还不够这尾狸一口吞的。你这小东西，平时看着连路都走不稳，没想到小小一个身躯，力气居然这么大，直接把那2只3品凶兽压着打，连还手的机会都不给人家留。难道不光是胖友身上沾染的兽皇气味让他们害怕？实际上那些灵兽对胖球自身的实力也充满恐惧，是吧？今天算你表现不错。如此看来，暂时也不用着急给胖球训练新招式了。光靠这一身蛮力和肉身强度就足够应付很多麻烦。要是以后真遇到连我自己都没办法对付的高阶修士，就算现在给胖球提升实力也没用。刚才黑色灵兽就是拥有金色潜质的灵兽，看来这东西实力确实不错，速度和肉身都极其惊人。那个主人也真是够奢侈的，平时居然用5品丹药来喂食，这种灵兽放在一个刚筑基的新人手里，简直暴殄天物。看来得找个合适的机会，把这只灵兽拐走试试。莹莹，我今天要出去一趟，参加新弟子的入阁大典，你一个人留在房间里，不要乱跑。叶哥哥，你放心去吧，我会在屋子里等你的。胖球，你今天也留在这里，好好保护莹莹，不许任何人靠近这个房间。叶长生那只灵兽太强了，连3品凶兽都能按着打，咱们以后还是离他远点比较好。
各位师弟不必多礼，以后大家见过师兄们了。我是叛阁的周天的帮臣，今天由我来负责带你们办理入阁手续。有劳欧阳师兄了，大家跟着我来吧。欧阳师兄，这是什么柱子？上面为什么有这么多名字？这是每个分阁的柱子，选好自己要加入的分阁后，将名字刻在上面，就算正式入阁。你们可以随意挑选自己要加入的分阁。随便挑？那肯定是选补阁啊！听说补阁资源最多。药阁也不错。各位师弟，现在可以开始选择了。选定之后，用灵力将自己的名字刻在对应的柱子上即可。切记，一旦刻下名字，就无法再更改。我选补阁，这可是待遇最好的地方。是啊，补阁可是风云阁运转的核心，不仅地位高，收入也是最大的。进了补阁就不愁没有零食赚了。许师兄人又那么好，咱们跟着他，日子肯定舒坦。补阁虽然好，但经常要出去狩猎，我实力不行。环境好，专门培育幼兽，没那么多危险。我以前就是做买卖的，转阁负责跟外宗交易，油水肯定也不少。我也选转阁。选好了就赶紧把名字刻上，不要磨蹭。这柱子上有阵法，一旦刻下名字就彻底定死了，谁也改不了。这位师弟，大家都在挑，你怎么不过去看看？难道是挑花眼了？师弟可是找不到补阁的位置，补阁的柱子在最左边。你要是选好了，直接去刻字就行。许师兄今天虽然没来，但他可是专门跟我打过招呼的。许云想拉我去补阁，补阁虽然资源多，但要常年往外跑，没时间查谷的孩子和镇龙所的下落。要想留在风云阁内部查东西，就得选一个能常驻总阁的分阁。叶兄弟，你还想什么呢？那可是许师兄亲自拉拢你啊！我们想去人家都不一定收，你这可是内定的人才。是啊，补阁资源全阁第一，你那只灵兽实力那么强，去了补阁肯定有大用处。你要是不选补阁，那可真是脑子坏了。看吧，他去拿刻刀了，肯定是要去补阁柱子那边了。怎么回事？他怎么走过了？难道他不想去补阁？他去药阁的柱子那边了？可能他会炼丹吧。药阁也不错，但待遇肯定不如补阁。我没看错吧？他真把名字刻在叛阁上了，那可是风云阁待遇最差的地方啊！绝对是疯了，放着补阁不去，又去叛阁找罪受。师弟，你刚才刻的是这根柱子，你没弄错吧？没弄错，我选的就是叛阁。叶师弟选了叛阁，那以后就要辛苦一些了。各有各的好处，叛阁也挺好。好了，大家的分阁都已选定，稍后会有人带你们去各自分阁报道。叛阁的叶师弟留一下，我有几句话要单独跟你说。我听说你昨天在气阁弄出了不小的动静，连上官师姐都说自己炸了炉。我很好奇，你一个刚入阁的新弟子，是怎么让上官师姐心甘情愿替你背这个锅的？大师兄，结果出来了，叶师弟选了补阁吧，给他安排个好点的地方住。大师兄，叶长生没选我们补阁，没选补阁？难道他去了气阁？他昨天去找上官云锻造东西，是不是上官云给他开了什么条件？也不是气阁，那是哪儿？他选了叛阁。他怎么会选那个地方？那可是整个风云阁最差的分阁，他图什么？我们也不清楚，大家亲眼看着他把名字刻上去的。听说连欧阳辰都惊呆了，还劝他改，可名字一刻上去就定死了，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可惜了这个人才。上官师姐，新弟子的选阁情况打听到了。那个叶长生去了哪儿？肯定会选个待遇好的地方吧？是补阁？没去补阁，他去了叛阁。你说他去了哪儿？叛阁？确定吗？非常确定，名字已经在叛阁的柱子上亮起来了。现在外面全都在议论他，都说他脑子不清醒，放着补阁不去，非要去受苦。可惜了，要是能来气阁多好。他去了叛阁，以后想弄点高级材料的边角料，怕是没机会了。只要有了这个身份，查账的事就好办多了。叶师弟，放着补阁第一资源不来，跑来叛阁受苦，我是真没看懂你的打算。叛阁明明拥有管控其他弟子的权利，为什么不被其他弟子看好？看来师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叛阁名字听着唬人，但平时没有执行任务的机会，弟子俸禄很少，被其他弟看不起。人家出去抓几只灵兽赚的灵石，抵得上我们1年的俸禄。我们叛阁就是管闲事的，干的都是得罪人的活。我没有早告诉你叛阁的情况，你已经在柱子上刻了字，就是叛阁弟子了。如果想要转阁，需要去总阁申请，其他阁主和长老同意后才能转。没有转阁的打算，叛阁就挺好。师弟是个痛快人，既然你看得起叛阁，以后在叛阁我会对你有所照顾。我也选了叛阁，可以跟你们一起走吗？你叫什么名字？多大了？我叫徐天胜，今年25了。行了，你们两个跟我走吧。
汉阁连续10次纳新没有新弟子了，人手越来越少，总阁烂账全压在这儿。你们2个能来，算是解了燃眉之急。这地方乱成这样，差点东西倒是不容易被人盯上。欧阳师兄，药阁那边闹了矛盾，管事压不住火气，你挑几个人跟我过去一趟。青师妹，你看看这院子里的情况，大家手里都压着总阁的旧账，连吃饭时间都是挤出来的，谁能抽得出身？那怎么办？要是再不去处理，总阁又要怪我们叛阁不作为。实在不行，我就先放下手里的活，陪你走一趟。青师妹，你下来一趟吧，不用找其他弟子了。那谁跟我去？这里正好有2个今天刚入阁的新师弟，手里正闲着。刚入阁的新人，他们连规矩都不懂，能行吗？只是跟着你去处理矛盾，你带着他们去药阁走一趟，遇到麻烦你自己看着办。办事的时候让他们站在旁边跟着学习就行。行吧，我现在下来。2位师弟，情况你们也听到了，叛阁现在人手实在紧缺，正好药阁那边有点纠纷，你们就跟着青师妹去跑一趟。欧阳师兄，我们刚来什么都不懂，万一药阁的人为难我们怎么办？不用紧张，主要是让你们熟悉一下叛阁出去办事的流程，一切有青妹妹做主，没人会为难你们2个新人。兄弟，咱们刚加入叛阁就能出任务，真是威风。我以前当散人的时候，看到宗门弟子都要低头绕道走，现在也能去管风云阁其他分阁的闲事了。我们现在出发，路上我跟你们简单说一下情况。药阁那边有2名内门弟子因为一批药材的分付起争执，这批药材是用来炼制恢复气血的丹药，本来应该均分给2位负责炼丹的管事，结果其中一方多拿了30%，双方都不肯退让。青师姐，如果查出来是谁多拿了，我们能直接把多拿的药材没收吗？别想的那么简单，药阁的人脾气大着呢，我们主要是去调停，记录情况后汇报给叛阁长老。我还以为可以直接动手呢。药阁的人，青师姐，既然是分发药材出了问题，我们叛阁去处理，有权利直接翻看他们的资源出入账册吗？当然要看，不看账册怎么知道到底多拿了多少？一切都要以纸面上的记录为准。如果发现记录对不上，或者有人故意做假账，我们能把账册带走吗？你这新弟子关注的点怎么跟别人不一样？不过你说的没错，如果账目存在明显造假，叛阁是有这个权利封存相关卷宗带回去细查的。只要有权利查账，就能顺藤摸瓜查转阁跟云淼宗的交易账目。要不要一起搭乘？青师姐，我还无法御剑飞行，只能跟着一起搭乘。行，你上来吧，站稳一点。还不错。你别在这血口喷人！这批炼制寿丹的药材才明明是一起申请的，凭什么到我们组手里就少了30%？肯定是被你们组偷偷扣下了。少在这贼喊捉贼！我还说服你们提前把这30%拿到去卖灵师了。你们组上个月出的残副领最多，谁知道是不是拿好药材去填窟窿了？丙组管事，别从四贤人说的了，我吃不到好。高吵不是办法，先带我们去看看料仓，核查完审批数目再说。你放屁！老子今天非要扒了你的皮！来啊，谁怕谁啊？就是这以为你们好欺负的？都给我住手！哼，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叛阁的人。查料仓？你算老几啊？就敢来查我们药阁的料仓？凭什么你们叛阁要做什么，我们就得配合什么？就是啊，你们叛阁算什么东西？平时连个屁都不敢放，现在跑我们这儿耍威风来了。我们药阁练多辛苦，你们叛阁除了白拿风漏还会干什么？有本事把欧阳辰叫来！叶师兄，这帮人怎么这么凶啊？看到没？叛阁的人就这点胆子，带个软蛋也敢来我们药阁查账。我是来履行叛阁职责的，不管你们说什么，今天必须检查料仓。就算当场打断你们叛阁弟子的一条腿，顶多也就是去你们叛阁写个检讨。找死！许天胜！你居然敢偷袭我！你知不知道我是谁？不把事情闹大，怎么能拿到查账的主动权？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我知道你刚才说要打断我们的腿。我的胳膊！他真的把人废了，这小子疯了！你敢在我们药阁下这种死手，快去把人抢回来！把这小子给我围起来，打断他的腿，给兄弟报仇，别让他跑了！怎么回事？我动不了了！这到底是什么手段？快松开我！
我的腿没有知觉了，疼死我了！这就是阻挠叛革弟子行事的下场。给你们5秒钟时间，凡是刚才闹事的弟子全部跪下答话，不跪下，那就所有人的腿全都打断。他难道真的会动手？我不想断腿啊！大家一起上，我不信他能把我们全打趴下。要让你上，我可不敢去送死。青师姐，叶师兄这也太猛了吧！万一药阁的长老出来追究，我们兜得住吗？管事师兄，你可算来了！这小子疯了，把我们的人全打残了，你一定要替我们做主啊！伤了我们这么多人，你今天必须给个交代！少在药阁放肆！我没看错吧？刚才发生了什么？金丹境的护体刚毅竟然被他随手一击就打破了，他连兵器都没拔出来啊！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之前叛革有过这样的怪物吗？怕是实力都要追上叛革首席安禄环了。安禄恒师兄可是金丹期5层的高手，这小子居然能拿来跟安师兄比。青师姐，你看到了吗？叶师兄把金丹境的管制打飞了，这也太夸张了吧！本想着叶长生颇有些实力，但没想到实力竟然这么强。这么强的人之前竟然没有丝毫表露，真是谦虚。再不跪下，我有9分把握下一道灵气穿透你心脏。别动手，我跪。别打我们，我们不闹了。别打我的腿，我给您当椅子。刚才给过你们脸了，既然不愿意带我们去料仓看看，半炷香时间内，你们给我把你们料仓的药材全给我搬来，晚1秒就有一个弟子断1条腿。都聋了吗？赶紧去把料仓的药材一点不剩的全给我弄出来！快去！谁要是敢在这个时候拖后腿，老子绝不放过他！也太折腾人了，这么多药材全搬出去，等会儿清点完了，肯定还得让咱们再搬回来。为什么要弄得这么麻烦啊？直接在料查里看不行吗？你少说2句吧，还不是因为咱们一开始瞧不起人家叛革的人，非要跟人家对着干。现在好了，咱们药阁本来就不占理，而且几十号人加在一起都打不过那个新来的弟子，人家连金丹境的管事都能随手打飞，咱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咱们现在除了听话还能怎么办？总比被打断腿强吧？叶师弟，我真没想到你的实力竟然这么强，刚才那几下真是太解气了。我进叛革好些年了，还从来没有这么爽快过。难道叛革这些年一直都是这么憋屈的，在宗门里行事吗？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们叛革弟子的整体实力不行，在宗门里根本镇不住赵强。整个叛革里面实力真正厉害的只有欧阳师兄，还有我们叛革的那位首席弟子。至于我们这些人，平时去别的分阁办差，如果单独一个人去，而且不带帮手的话，早就被那些脾气暴躁的分阁弟子一脚踹出去了，根本没人愿意配合我们调查，更别提像今天这样让他们乖乖把药材搬出来了。如果叛革一直被其他分阁这么瞧不起，那我以后想利用叛革的职权去查转阁的账目，去翻阅那些机密资料，肯定会变得十分麻烦。看来得借着这次调查的机会，顺便把叛革的威信给提起来，不然以后的路不好走。叶师兄，你刚才把那个管事打飞的样子太威风了，我以后就跟着你混了。有你在，我看其他阁的人还敢不敢对我们翻白眼。去清点吧。好，我跟徐师弟马上查。叶师弟，查清楚了，结果如何？情况有点不对劲。我们核对了双方领取的药材数目，最终发现乙组跟丙组现在的实物药材总量是一样的，没有任何一方多拿。对啊，而且我们发现了一个大问题，按照他们报告上写的单子，2组各自应该领取了3000斤的药材，但是现在实地清点下来，两边的药材确实都各自少了30%，全都没有达到3000斤的数目。既然双方的药材一样多，那就说明并没有出现哪一组偷拿另一组药材的情况。可是比报告上写的3000斤的确各自少了30%，难道总共30%的药材是凭空消失了不成？你们2个跪下。你有何吩咐？抬起头，我再问最后一遍，这各自少了的30%药材，到底是自己长腿跑了少了，还是被某些人给私吞了？这真的是少了，我们只是在清点药材的时候才发现药材少了，实际上我们根本不知道这药材是什么时候少的。毕竟料仓这么大，存放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平时进进出出搬运的人手非常杂乱，我们也不可能每一刻都盯着。对啊，
药材这东西放久了本身就会有损耗，有些水分大的药草晒干之后重量自然就轻了。而且料仓偶会有一些老鼠之类的虫害，肯定是清点的时候出了岔子，或者被那些虫害给啃食了。我们两组平时不管这些具体的杂事，都是手底下的弟子在干活，我们是真的不知情啊。徐天生，叶师兄有什么吩咐？过去看看，他们刚才搬出来的这些药材是仙药还是干药，有没有虫咬的痕迹？叶师兄，这些全是经过炮制的干药，表面极其干燥，今夜之间连一丝水分都没有，不仅没有虫咬的痕迹，连发霉的地方都找不到一处。而且这几筐凝神花是昨天刚从烘干房里推出来的，上面还带着烘干阵法的火属性残留，重量绝对不可能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你刚才说水分蒸发，纯粹是胡说八道。听见了，还在跟我打马虎眼？水分蒸发，虫害啃杀，你们编理由之前，连自己管的料仓里放的是什么药材都分不清吗？药材在进入料仓之前，会经过层层的清点审核，入库要过秤，要外务处弟子签字，要药阁长老盖印。你们两个是分组的主管。整个料仓的进出账目都在你们手里，怎么可能不知道入库的整个流程？1800斤的干药不是1两2两，没有任何出库记录，没有任何炼丹损耗报告，就这么凭空消失了。你们现在告诉我不知道，行，既然你们不知道药材是何时丢的，那就是看守和清点的人出了问题。把所有负责清点的弟子全都给我找出来，站到前面来。负责清点的弟子有很多个，平时大家轮班，这要是全都找出来，万一抓错了人，药阁长老那边也不好交代啊。青师姐，叶师弟，按风云阁判阁的规矩，如料仓丢失了大量财物，却找不出是哪名负责清点的弟子偷透的，这批负责清点的人怎么处置？按宗规第10条，若查不出确切的主犯，所有当值经手清点之人全部以同谋定罪，视丢失财物的价值定刑。那就简单了，1800斤的药材价值早就够定最高刑了。把所有负责清点的弟子找出来，然后当场杀了。既然敢大量偷窃风云阁财物，当即定死罪。杀人了，不关我的事啊！我不想死。现在所有负责清点的弟子自己站出来领死，给你们3秒钟。如果有弟子敢包庇或者知情不报，视为同罪，当即处死。这师弟也太狠了！叶长生难道是打算屠了风云阁吗？要不是知道他是自己人，我都要怀疑叶长生是想这件事杀人了。他这是要把药阁人往死里逼啊！我们认罪，药材实际上没丢，根本没有人偷，是我们策划的。我们想要私吞多出来的那3成，你们自己策划的？那你们图什么？既然要私吞药材，悄悄的拿走不就行了？为什么非要拉开架势打一架，还把我们判阁的人给引过来？这不是自己找不痛快吗？叶师弟，徐师弟说的对，这件事处处透着反常。如果只是为了贪墨药材，他们这动静实在太大了，完全不合常理。因为他们很聪明，知道怎么利用风云阁的规矩来洗脱嫌疑。利用规矩洗脱嫌疑？叶师兄，你这话我怎么听不懂啊？我问你，如果今天料仓里只有乙组少了药材，丙组没少，那这件事好不好查？那当然好查了，谁少了肯定就是谁拿的，或者直接去查丙组的人，看看是不是他们偷的。没错，如果只是一方少了药材，很容易就能查出来是另外一方吞下了药材，目标太明确了，根本藏不住。但现在的情况是，双方同时少了相同的数量，而且他们还将事情闹大，争吵，互相指责，把整个药阁的人都卷了进来。他们是想把水搅浑，很难不怀疑是他们贼喊捉贼，故意闹大事情，然后等判阁的人来处理。我们怎么敢利用判阁？我们是真的在吵架。还要我说的更明白一点吗？判阁的弟子受了伤，这件事的性质就彻底变了，从药材丢失的账目纠纷变成了公然袭击判阁执法的恶性事件。到时候上面只会盯着伤人的事情查，谁还有心思去管那3成药去哪儿了？最后用伤害判阁弟子这件事盖住少了药材这件事，等风头过去，所有人都不关注药材，这2个管事就能悄悄拿到自己吞下的药材，可谓是一举两得。这点小伎俩，我怎么可能不识破？你真是神机妙算，我们这点破心思在您面前根本藏不住，是我们瞎了眼，我们下次再也不敢了。对，我们只是有这个想法，这不是还没来得及弄伤你们吗？药材就在我们的司库里，一点都没少，求您大人有大量，放过我们这一次吧。我们以后绝对老老实实为阁内干活。是，求您放过。要是这次简单放过这2个管事，他们只会觉得犯了这种错都能被原谅，不仅不会长记性，以后也会继续做这种事情。放过你们，要是轻易饶了你们，
以后还有弟子效仿你们，大家有样学样，风云阁不就乱套了？我们把药材原封不动的交出来还不行吗？您就当我们今天没闹事儿。根据阁内规矩，监守自盗数额巨大，还企图袭击执法弟子，理应抓进判阁地牢严加审问。我上有老下有小啊，我好不容易才混到管事的位置，要是进了地牢，我这辈子就毁了。是啊，你就当我是个屁放了吧，只要不进地牢，你让我干什么都行。你们不想被抓进判阁地牢里也可以，那就拿出灵石买你们自己的命，拿出摊下药材2倍的灵石作为对阁内的补偿，交钱免灾。不然的话，现在就跟我们走。2倍的灵石？想不进大牢就拿出灵石。不然的话没商量。1800斤的药材全部都是上好的干药，这些药材的价值在100万灵石以上，2倍的话那就是200万灵石啊！我们这些年来省吃俭用，也才积攒了不到5万灵石，就算加上我们身上的法宝和飞剑，也凑不够10万啊！200万灵石，我们就算再干100年也攒不下这么多钱，你这不是要我们的命吗？既然拿不出灵石，那就只有一个选项，去判阁的大牢。徐天胜，拿锁链把人锁了带走。明白。这位师弟，刚来判阁第1天就这么咄咄逼人，可不是一件好事。叶师弟，小心点，是药阁首席弟子方云山。方云山30年前就坐稳了药阁首席的位置，他那手炼制兽丹的手艺，可是药阁阁主亲自传授的，实力在整个风云阁弟子中都排得上号。药阁这些年在他的掌管下一直挺红火。其实各族管事私下里藏点药材这种事儿，方云山心里门清，只要不妨碍药阁每月的丹药产量，他向来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这些管事捞了好处，最后大头还是会孝敬到他手里。这在药阁早就成了大家心照不宣的规矩。这就是上下串通一气，贪墨风云阁的资源。以前判阁来查账，大家都是走过个官场，谁知道你今天一来，直接把事情闹这么大。这2个管事要是真被锁进判阁大牢，方云山的面子往哪儿搁？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这位判阁的师弟，看着面生啊，第1天来执法吧？新来的，叶长生。叶师弟，这2个手下不懂事，做事没了分寸，惊动了判阁的各位师弟师妹，确实是他们不对。不过凡事留一线，药阁和判阁抬头不见低头见，叶师弟能不能高抬贵手，放过这2名管事？这灵牙绝对不简单，竟然是金丹境7层，这境界已经逼近苏千河了。方云山的灵气非常扎实，没有任何虚浮的迹象，绝对不是靠丹药硬堆上去的境界，而是一步一个脚印，实打实修炼出来的。如果现在真翻脸动起手来，就算3个自己绑在一块，也绝对不是方云山的对手，境界差距太大了。叶师弟，大家都在风云阁做事，行个方便，以后你们判阁弟子来拿丹药，药阁自然也会多给几张行方便。你觉得呢？方师兄救命啊！我们知道错了，再也不敢了。方师兄，规矩就是规矩，他们监守自盗，还想算计执法弟子。那依叶师弟的意思，今天这人你是死活都不肯放了。我刚才说过了，想放走他们可以，灵石拿出来，交够2倍的补偿灵石，我就把锁链解开。叶师弟，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青师姐，听我的，让2位师兄将拿走的药材归还来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再要继续纠缠了，真的没必要。还是青师妹懂规矩。哼，既然如此，那就把人放了吧。怎么，药阁首席弟子打算包庇自己手下的管事吗？叶师弟，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你知不知道在风云阁以下犯上是个什么罪？方师兄生气了，这小子死定了！真以为判阁的身份能压得住所有人啊？方师兄要是能动起手来，教训一下这个判阁弟子就好了，必须狠狠揍他一顿，让他知道药阁不是他能撒野的地方。真要打起来的话，跟方云山动手，自己能在他手底下走几招？1招还是2招？动用你体内所有剑气，你能以半条命拼他重伤。